重生就重生了吧，还好咱也像其他穿越者一样觉醒了金手指。1小时前，江川意外重生到了这个同名同姓的渔村少年身上，同时身体中还多了一颗神奇的珠子。经过1小时的摸索，这颗神奇的珠子可以自主吸收空气中的能量滋养宿主自身，同时还运有几立方空间。将身体中这颗珠子研究的差不多之后，江川从躺椅上起身，去屋里拿了沙铲和水土，准备出去赶海。根据这具身体的记忆，他和自己一样都是可怜人，户口本上就那薄薄的2页，一页是户主，另一页就是自己。来到海边半个小时的时间，也仅仅是捡到了几个文蛤和2只小八爪而已。在如此炎热的太阳底下折腾了半个小时，居然一点汗都没流，几乎感觉不到累。这就是金色液滴洗涤身体后的效果吗？江川清楚，这绝对是金色液滴起了作用，否则就算是这具身体再强，也不可能到现在还这么轻松。见这边没啥好货，开始转移阵地。刚走到一片礁石区，卧槽，好大一只青蟹！看样子那些金色液滴不仅强化了我的体魄，还强化了视力。江川眼疾手快，瞬间就逮住了大青蟹。乖乖，好大呀！这体型不得2斤往上喽！看着体宽近20公分的大青蟹，江川也是面露欣喜。记忆中，原主江川也没抓到过个头这么大的青蟹，今天真是发财了。一般这种超过8两的大青蟹，每斤价格大概在130左右。如果这只青蟹有2斤，那至少值200多块钱，够买3袋普通大米了。发财了！没想到第一次赶海，居然有这么大的收获呀！发现可契约目标，是否契约巨猿青蟹为宠物？啥情况？这是我的系统，还是水灵珠的原因？犹豫片刻，江川疑惑地点击了是。主营别吃我，隔壁的黄油蟹味道比我更香醇，价格也比我贵，我这就带您过去端了黄油蟹的老巢。哎呀，我去，这是跟这只大青蟹签署契约了吗？还有这种操作？震惊中，江川松开了大青蟹，这玩意一落地，嗖的一下就飙出10米开外。呵呵，8条腿跑的就是快。主人您搞快点，搞快点！跟着大青蟹来到了一处咸淡水交界区域，看着那密密麻麻的蟹群，江川使劲地咽了咽口水。妈呀，居然全是黄油蟹，还这么多啊！发财了！黄油蟹的价格可是远远超过青蟹的，这种野生黄油蟹数量更是稀少。黄油蟹根据其品质分为4个品级，分别为头手蟹、二手蟹、油膏蟹和水油蟹。而眼前的这成片的黄油蟹，显然是品质最高的头手黄油蟹，单只的价格都有可能卖到近1000元。片刻的震惊过后，江川立刻冲过去捡了起来。惊扰之下，黄油蟹这时候也是开始四散逃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半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哎，没想到捡钱还挺累人。这时江川才注意到，自己契约的那只巨猿青蟹并没有离开，而是昂首挺胸，邀功似的看着江川。不错不错，你这次做得很好，今天我就先不吃你了。这几个小螃蟹是给你的奖励。江川高兴地将几个小螃蟹丢给了大青蟹，然后开始捆绑黄油蟹。刚才捕捉到的黄油蟹居然足足有170多只，其中30多只有些少根腿，有些少个蟹钳，属于残次品了。品相完整的总共152只，如果每只按照1000块卖的话，我操，15万，这么多钱！以前的我就算打工2年半都攒不下这么多钱啊！这个数字直接把江川给惊到了，仅仅是3、4个小时的时间，居然狂赚15万！果然，穿越者没一个混得孬的。大青蟹一直都没有离开，吃掉了几个螃蟹之后，就眼巴巴地盯着江川，一双芝麻眼中透露着清澈的愚蠢。宿主您可通过精液来喂养所契约的宠物，以此提升您与宠物间的亲密度以及宠物的存活几率。宠物居然要用精液来喂养吗？那就试试看有什么变化。心念一动，一滴金色的液滴便是从江川的右手渗了出来。大青蟹吸收一滴精滴后，江川明显觉得大青蟹的体型好像比刚才大了一圈。将精液全部吸收之后，大青蟹跑到江川的斜边，不停地用自己的钳子蹭着江川的大腿，显然是在示好。行了，一天最多1滴，不是我小气，这东西蕴含的能量太庞大，喝多了我怕你承受不了。这小家伙似乎又增加了一些灵性，欢快地在身边转圈圈。看着横着走的大青蟹，江川喉结蠕动了一下，真可爱啊，好想把你整，呸，好想把你捧红。行了，别嘚瑟了，给你取个名字吧，以后你就叫小青，你可要把自个藏得好一点，不要被人抓去清蒸了。你现在也是我的摇钱树了。对了，以后再遇到这些好东西，给我好好的守着，等明天这些黄油蟹卖了钱，我给你买半块猪肝。去吧。小青一双清澈蠢萌的芝麻眼盯着江川，也不知道是不是签署了契约的原因，此刻看着这小玩意还挺可爱的。在江川身旁欢快地转悠了几圈后，小青很快消失在了海滩。随即江川扛起满当当的蛇皮袋，拎着塑料桶朝着村上的收购站赶去。小川，你也来赶海吗？吃过饭没？还没呢，胖婶，你们也来赶海啊？对，刚吃过饭，来海边吹吹风消消食，顺便看看能不能捡几个海螺。小川，你这袋子里都是海鲜吗？运气比较好，发现了一片袋子。那你们先转转，
我先回去了。说完，提着桶，扛着蛇皮袋，一溜烟消失在了两人面前。刚才那真是江家小子，没错啊，就是他。他咋转性了？刚才他居然对我笑了，态度还那么和善。今天的确有点不一样，平时我们主动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会哦一声，然后转身离开。好久没听他一下子说这么多话了。说起来，6年前那件事对小川的打击太大了，他变得那般沉默寡言，也能理解。是啊，也是个可怜的孩子。6年前，江川和他姐姐跟着父母去海上过夜，遇上极端天气，最终只有江川被其他出海的渔民救了回来。自那之后，江川就从一个活泼开朗的男孩变得沉默寡言，有时候甚至感觉有点呆滞。哟，小川，你这是出去赶海了吗？是啊，董叔，捡了一些东西，就拿过来想趁新鲜卖掉。根据记忆，这个董老三是个精明的商人，在收购海鲜的时候时常缺斤少两，但是对于江川却也算照顾，没耍那些小心思。东西先不急，你应该还没吃饭吧？先进屋吃点饭，然后我们再过秤。不了，董叔，我这次捡的东西和寻常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先过秤，然后你好好处理一下。啥好东西？我看看。随后董老三凑近一看，就看到袋子里的黄油蟹。我操，这么多螃蟹！不是螃蟹，已经全都绑好了。江川点了点头，随后打开蛇皮袋，看着里面整整齐齐的螃蟹，董老三再次被震惊。妈呀，全都是7、8两的大青蟹，不对，这是黄油蟹！我的妈呀，小川，怎么这么多黄油蟹？你哪路搞来的？在海边生活了几十年，他也不是没见过黄油蟹，可是一次性见到满满一袋子的黄油蟹，他还是难掩心中的震惊。这怕是要过100斤了吧？董叔，您就别问哪里搞的了，如果您这里收的话，就开个价，价格满意就成交。江川认真的说道。如果董老三吃不下这100多斤的黄油蟹的话，那自己只能借一辆3轮车去镇上了。收，当然收，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便宜其他人了。说着拿起一只黄油蟹，仔细的观察起来。小川，你这些黄油蟹可都是品质上乘的头手蟹，而且个头都很均匀，要不你说个价？董叔，价格的话你来定，毕竟你是做这生意的，这方面你自然比我更专业。不过亲兄弟还要明算账，丑话我们要先说在前头。如果你给出的价格合理，那我们之间的买卖就是细水长流。如果你想做一锤子买卖的话，那下次再有这样的好货，我就只能拿到镇上收购站了。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整数，你这些黄油蟹无论大小，我全都按照1000一只给你结算。虽然卖出去可能更高，但你也明白这玩意金贵，我也是担着风险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价位合理，那我们马上清点。如果你不满意，叔现在可以开3轮车拉你去镇上的收购站。董叔豪爽，我也不磨磨唧唧了，就1000一只，快轻点吧。江川点了点了头，1000块钱一只，和自己心里预计的价格差不多。经过反复的清点，蛇皮袋里总共151只黄油蟹，就是151000块。清点完成之后，董老三立刻将钱转给了江川。小川，你今天可是发财了，就这些黄油蟹的价值，怕是抵得上村里那些渔船1个月的收入了。哈哈，运气好而已。对了，董叔，我这边还有几只缺腿少钱的，你看着估个价。看着桶里面品相较差的黄油蟹，小川，这些的话，每只我最多能给到你300块钱，你看成吗？行，没问题。30只残次品，又卖了9000块，一天入账16万多。江川高兴的不行，离开收购站都晚上9点了，黑漆漆的没有路灯，也不见人。刚走到门口，发现一坨黑漆漆、胖乎乎的东西突然立了起来。我操，阿飘！一瞬间，江川有种汗毛直立的感觉，下意识的倒退了好几步。何方妖孽，不要过来！哥，是我，阿刚啊！阿刚，你这臭小子大半夜不睡觉蹲我家门口干啥？你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呀！赵刚是江川从小玩到大的死党，也是村子里关系最要好的兄弟。哥，我奶奶今晚宰了一只鸡，我悄咪咪的给你拿过来一些尝尝。你今天干啥去了？咋这么久才回来呢？我下午去海边捡了些海鲜，刚到董叔家卖掉。这么晚去赶海，你不是最害怕晚上去海边吗？好了，禁止说。哥，赶紧来吃点鸡肉，可香了。江川拿了个鸡腿吃了起来，这鸡腿肯定是阿刚这小子刻意给自己留的。鸡肉很香很好吃，但让江川更在乎的是这份情。阿刚和阿婆他们俩都过得那般艰难了，可每次有好东西，这小子还是总会惦记着自己。吃完鸡肉后，阿刚熟练地收拾好了饭盒。哥，那我先回去了哈。先等等，这2只螃蟹你拿回去给阿婆尝尝鲜。这是黄油蟹。哥，这么好的东西你哪搞来的？赶海时逮到的。对了，明早5点带上家伙事过来找我，我们去赶海。赶海？哦，好的。送走阿刚，江川躺在床上，有系统就是爽啊！几个小时的时间入账16万，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这等好运气。江川心里美滋滋的，10几万啊！这些钱，前生的自己至少要搬2年半的砖才能挣到。哥，你起床了没？江川迷迷糊糊的看了一眼手机，5点整。
一分不差。你这臭小子，简直比公鸡打鸣还要准时。吃早餐了没？还没呢，奶奶让我拿了6个包子，让咱俩路上当早餐吃。还是阿婆想的周到。等我洗把脸，咱们就出发。江川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两人拿上水桶和蛇皮袋，边走边啃着还留存余热的大菜包。哥，咱们去哪片区域啊？去西海岸礁石堆那边，我有预感那边会有好货。好的，哥。阿刚边吃菜包边点头。江川笑了笑，这小子对自己还真是言听计从。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两人终于来到礁石区域。江川视线不停地四处扫视。哥，你找啥呢？没啥，干活吧。随后两人开始在周围转悠。就在这时，小青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江川的脚下，开心地围着他打转。仅仅是过了1个晚上的时间，江川发现小青的体型好像又大了不少。我操，一滴金滴居然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吗？这要是多喂养几次，那不得成螃蟹怪？要是以后把小青养成巨兽，那自己骑着小溜达青，不就横着走了吗？发财了哥，好大一只青蟹啊！看到小青的那一瞬间，阿刚顿时兴奋起来了，说着便一脚准备踩住小青。阿刚瞧逗麻袋，脚下流血。咋啦，哥？这只青蟹非常的聪明，它不是一只普通的青蟹啊，不是普通的青蟹，我看着好像和普通的青蟹没啥区别啊。反正听我的就对了。这只青蟹是我昨天在这边遇到的，好像和我很有缘，不仅不怕我，还很黏我的样子。昨天那些黄油蟹就是他带我发现的。虽然江川并不想刻意的隐瞒阿刚，但水灵珠和能契约海兽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也是绝对不能说的。这么神奇吗？没错，就是这么神奇。小青，今天有没有发现好货？小青挥舞着自己的蟹钳，在江川的身旁转了2、3圈之后，便是8区启动，豪横地朝着更远处跑去。阿刚快跟上！跟着小青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来到礁石区，江川就看到了一大片黑乎乎的东西吸附在礁石上面。哥，这边好多黑头仔。黑头仔学名叫青口贝，是一个不值钱的海货，价格大概也就2、3块钱一斤，可以说是相当的廉价了。好在这边量很多，黑压压的，估摸着也有个100来斤，全部弄回去的话，也能卖个几百块钱。对于普通赶海者来说，也算是不小的收获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目标，或许是昨天收获太大了，江川对眼前的黑头仔并没什么兴趣，而且小青并未停留，一直在往前跑。在小青的指引下，两人很快就来到礁石的另一侧。下一秒，密密麻麻的一片片藤壶就出现在了视线中。哥，藤壶，全都是藤壶，我们这次真的发财了。不对，上面还有狗爪螺，我的天，怎么这么多狗爪螺？阿刚激动的语无伦次。礁石下层区域的这些普通藤壶，每斤价格都在35左右一斤。至于狗爪螺，品质好一点的一斤可是高达好几百甚至上千的极品好货。看上面那密密麻麻的狗爪螺，怎么得也有大几十斤。真的是狗爪螺，小青果然没让我失望。哥，前段时间我赶海的时候也来过这里，可是当时也没看到这么多的藤壶啊，难道这玩意儿是突然长出来的吗？管他呢，赶紧抠吧，这么大的一片藤壶，咱们能狠狠地赚一笔了。说完，两人便是拿出沙铲抠起了藤壶，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2小时。礁石壁上的藤壶此刻也是肉眼可见的稀少了，只有最高处的一些抠不下来。哥，收获好多啊，上面的弄不下来了，要不算了吧？今天赶海的收获绝对是阿刚近几年以来最好的一次了，2桶狗爪螺至少有60、70斤，就算是一斤卖个100块，那也是大几千块钱了。好吧，今天就先到这里。阿刚，你先把这些藤壶按照大小和品质好好分类一下吧，我去方便一下。好嘞，哥。江川说完，便是带着小青去了不远处，提取出一滴金滴喂给了小青。你先溜吧，我看阿刚好像对你很感兴趣，别等会被那小子给吃了。一听阿刚，小青一溜烟就跑了。等江川过去后，阿刚没看到小青，心心念念道：哥，那只大青蟹呢？那么大一只，今晚可以好好的吃一顿。行了，你小子就别打小青的主意了，那小东西那么聪明，可是咱们的摇钱树。将所有的藤壶按照规格和品质分类后，朝收购站走去。小川，这么早就赶海回来了吗？董老三笑眯眯地迎了上来。江川昨天带来的那一批黄油蟹已经出手了，100多斤的黄油蟹让他狠狠地赚了近2万块，这对他来说可是一笔非常不错的收入。毕竟从入手到出手前后才不过10个小时而已。是啊，董叔，看你这满面春光的，想必是昨晚那些黄油蟹已经出手了吧？嘿嘿，出手了，小赚一波。说完，看江川和阿刚拎着2个沉甸甸的塑料桶，惊讶了：我去，你今天不会是又搞到好东西了吧？哈哈，比不得昨天和阿刚去抠了一些藤壶而已。你这收吗？藤壶收，当然收啊，那也是好东西。阿刚，给董叔看看吧。
嘿嘿，董叔，我们这都是好东西，你可别想占我们便宜，我哥可精着呢。瞧你这臭小子说的，我董老三就算是占任何人便宜，也不会占你们便宜。阿刚把货拿出来的一瞬间，董老三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我操，狗着落，个头还这么大，你俩该不会是出门的时候踩到狗屎了吧？行了行了，董叔，赶紧开个价吧。还是那句话，价格公道，咱就立马交易。我俩还饿着肚子呢。俩人一上午就吃了3个菜包，现在肚子的确是有点饿了。好好好，你们年轻人就是猴急。随后董老三赶紧过完秤，个头最大的总共12斤，一斤我就算你们800万。你俩也知道，这些个头最大，但却算不上极品。次等个头的总共41斤，我只能给到每斤280块美金。最后就是这些普通的藤壶，总共17斤，我按照61斤给你们算。小川，我这样开价，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咱们现在就算钱；如果你不满意，我把3轮车借给你，你们去镇上卖。行吧，就这样。我知道董叔你是实诚人，肯定不会坑我和阿刚的。你小子，董叔就喜欢你们敞亮的性格。那我算算，最高品质的狗爪螺是12斤，一斤800，总共9600；中等品质的41斤，一斤280，总共11480；普通藤壶18斤，每斤60，总共1080，总价是22160块。凑个整，这是22200块。你点点。拿着厚厚的一叠钞票，江川和阿刚都是满脸的激动。自从手机支付普遍之后，江川已经很久没拿过这么多现金了。果然，还是现金给人的冲击更大啊！不用点了，董叔，我相信你。走了。接过钱之后，江川和阿刚便朝家走去。一开收购站后，两人很快就来到阿刚家。奶奶，我和我哥回来啦。闻声，一个头发花白、面容和蔼的老奶奶走了出来。小川来了呀，赶紧进屋。好的，阿婆。来到屋里，便看到了满满一桌子的菜，有卤肉，有加烧豆腐，2个炒时蔬，还有一碟凉拌黄瓜。虽然并不算奢华，但是对于农村人来说，这样的伙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奶奶，今天咋做这么多好吃的呀？阿刚一脸诧异和喜悦，他家可好长时间没有吃得这么奢侈了。平日里大多数时候都是炒时蔬，像卤肉这样的食物价格太贵了，一般只有节假日才会买点回来解解馋。毕竟他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奶奶的养老金以及五保户的那点钱。这不，小川昨晚让你带来了2只螃蟹吗？那玩意儿可老稀罕了，又贵又没多少肉，我就把那2只螃蟹卖掉了。奶奶呀，那是哥特意给你尝鲜的，你卖掉干嘛啊？从他记事起，他奶奶就没吃过好东西，主要是有好东西他根本就舍不得吃，要么就是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自己，要么就是把那些好东西换成钱，然后买更多的米和面。臭小子，你懂啥？那2只螃蟹太金贵了，而且又没多少肉，卖掉的钱都可以买头大肥猪了。哎呀，奶奶。好了，阿刚，老被人节俭了一辈子，自然是舍不得吃那么贵的东西。说起来，倒是我昨晚有些欠考虑了，早知如此，我应该直接让你扛一头猪过来的。一句话顿时把祖孙3人给逗笑了。好了好了，你俩赶海辛苦了一上午，赶紧坐下，都多吃点。哥，奶奶好不容易大方一回，赶紧吃吧，我都饿坏了。先等会，阿刚，吃饭前咱们还是先把今天赶海的钱分了吧。说完，江川就把那2叠钞票给拿了出来。这些钱都是你俩赶海挣的。是啊，奶奶，这些都是哥带我去抠狗爪螺卖的钱。哥，你说分钱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那些狗爪螺都是你发现的，我只是帮忙抠而已。我给你帮忙还要你钱，那我还是人不？阿刚，就是因为我把你当成最好的兄弟才要这样做。老话说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所以这钱必须要分。我不想以后因为钱的问题影响到咱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还有，你现在也马上成年了，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丁，也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阿婆年纪也大了，你总不能想一直靠着阿婆那点养老金生活吧？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哥，那这件事情就听我安排。我当然认你这个哥了，可是没那么多可是，就冲你这声哥，我也应该带你一起赚钱，而且以后我俩一起赶海，只要是我发现的海货，都会分你2成。小川啊，阿刚分2成会不会太多了？要不就给阿刚1成，不，每天就给他80来块就得了。阿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就按照我说的分，今后的收益我得吧。阿刚2，如果您信得我过，以后我一定会带阿刚赚很多很多钱，给他盖大房子，让他给您带回来一个特漂亮、特攒劲孙媳妇回来。特别漂亮攒劲的我也不敢想，咱们这穷山窝窝里哪能养得了凤凰？只要阿刚能带回来一个胖一些的，屁股大一些，好生养的就行了。漂不漂亮、攒不攒劲那都不重要。阿婆，既然咱们都已经说好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就按照这样的分配来执行。今天早上我和阿刚赶海总收益是22200块钱，2成就是4440块。阿婆，这些是阿刚的那份，您帮他收好。这好多钱啊，小川，这钱真的是给我们的吗？当然了，阿婆，这钱是你们的，
是阿刚用自己的双手赚来的。听到江川的话，王桂花眼中顿时泛起激动的泪花。奶，您哭啥啊？你这臭小子，阿婆这是喜极而泣。说着，江川敲了敲阿刚的头。别打了哥，你知道的，我本来就不太聪明。小川说的对，奶奶这是喜极而泣，是高兴你们俩都有出息了。吃完饭，江川便回家补觉去了。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舔舐自己的脸颊，那种奇怪的触感让他噌的一下坐了起来。睁开眼，便看到了一条老态龙钟的大黄狗。乐乐，这就是原主江川从小养到大的宠物大黄狗。乐乐朝着江川叫唤了2声，声音有些苍老沙哑，明显中气不足。江川轻轻地抚摸着乐乐的头，突然想到，既然身体中的灵液对大青蟹有用，不知道对乐乐有没有用？来，张嘴。乐乐虽然不知道主人要干嘛，不过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江川从灵珠中提取出2滴精液，喂给了乐乐。精液入腹，刹那之间，乐乐便是有了变化。原本松松垮垮的皮肤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缩了起来，双眼也开始变得明亮，眼中的萎靡不振顿时一扫而散。看样子真的有用，水灵珠生产的这种精液实在是太神奇了。看着乐乐的变化，江川惊喜交加。哥，我能进来不？进来吧，你这臭小子啥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阿刚很快就走进了屋里，摸了摸头，憨憨道：嘿嘿，刚才奶奶给我说，以后在哥的面前要有礼貌。你倒是听话。哥，刚才你离开后，我奶给我说了好多的话，让我以后好好的跟着你干活，一定要听你的话。我要是敢不听你话的，惹你生气的话，她就要打断我的腿。而且刚才奶奶还带着我去了我爸妈的坟头，她对着坟头说了好多话。阿婆那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宝贝孙子长大了。奶奶也摸着我的头说我长大了呢。咦，乐乐回来了吗？哥，你有没有发现乐乐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好像变威风了，有没有？没有啊，你估计是看错了。哦，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对了，哥，咱下午要不要继续去赶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想再多挣一些钱，让奶奶的脸上笑容更多一些。等下午5点咱俩再去赶海吧。江川点了点头，虽然现在他卡里有10多万，但是这点钱还远远无法让他满足。下午5点，两人准时出发。此时的海滩上，赶海的人已经稀稀疏疏。哥，咱俩今天是不是要过去把昨天看到的那些青口贝全部都挖回来？那些玩意虽然价格低，但是看着也有个100-200斤，全部挖回来的话也能赚个几百块钱。先过去看看吧。如果今天碰不到好东西的话，就把那些青口贝弄回来。就这样，两人前进了差不多有1个多小时。路过青口贝的时候，江川让再走走。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一片金灿灿的海滩，脚踩在沙滩上，发出轻微的响声，吹着海风，这种感觉很自由，也很舒服。这里的环境是真好啊，一辈子待在这里也挺好的，没有太多的尔虞我诈，也不会时不时就被领导臭掉。哥，回去吧，这边看着没什么好东西了。等会，小青过来了。就在这时，小青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自己这边冲了过来。咦，又是昨天那只大青蟹，这玩意不会真的是哥的宠物吧？我不是说了吗？这就是我前几天刚养的宠物，专门负责给咱们找好东西的。有这么一只小宠物，专门负责给他们找好货，想不发财都难。就是现在自己的金手指只能契约1只宠物，如果能够多契约几只宠物的话，那以后绝对发财。小青兴奋地在江川身旁转来转去，这把一旁的阿刚给看得一愣一愣的。这只大青蟹现在的行为，显然是在讨好哥。这小东西看着挺聪明的呀。说完，随后想了想，一脸贱兮兮地说道：哥，你说这小东西这么聪明，有没有可能吃掉会让人变聪明？要不今晚咱就把它煮了吧，说不定明天我就变聪明了呢。听到阿刚这句话的时候，江川感觉自己的小脑一下子就萎缩了。谁说阿刚这小子不聪明的？这不挺聪明的吗？还知道吃了聪明的东西能补脑子。行了行了，在哥眼里你是最聪明的，所以你不需要补。真的吗，哥？真的，比真金还真。简单的扯皮了2句之后，向小青问道：小青，今天有没有发现好货？小青顿时开心地挥舞着自己的2个大钳子，然后迅速地朝一个方向跑去。走阿刚，我感觉今天又要发财了。跟着小青走了差不多1公里，两人很快就发现海滩上有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小洞穴。哥，这好像是蛏子洞，而且这些洞都有大拇指一般大了，这里面肯定都是蛏王。看着的确是蛏王洞，赶紧挖，要是一会有人来这边赶海就麻烦了。两人拿出沙铲，立刻开始挖了起来。哥，你快看，我挖到了好大一根蛏王啊，比我的大拇指都粗，感觉都有2两了。江川瞥了一眼，的确很长，都快赶上自己的宝贝二哥了，就是那粗度，比起自己的宝贝二哥可差远了。就在这时，江川也挖到了第1根蛏王，这根比阿刚挖到的还大还长，感觉有3-4两。我天，
哥，你那东东居然比我的还粗还大，不行，我要挖一根更粗更大的出来。说着，阿刚不服输的开始继续卖力的挖了起来。男人嘛，在粗和大这些方面的攀比心还是很重的。切，跟我比，你还嫩了点。看哥挖一条30厘米的出来，颤抖吧，小钢炮。攀比心被激发出来，两人的速度明显是比刚才快得多了。时间流逝，夜幕很快就笼罩了整个渔村。哥，休息会吧，干不动了，我感觉我的腰都要断了。足足挖了3个小时，直到这片区域不见称王洞了。阿刚终于是扛不住了，别说了，我也感觉不到我的腰的存在了。两人休息了大半个小时，终于感觉到体力恢复了一些。走吧，回去了，一直躺在这里会着凉的。随后两人便是拎起收获满满的水桶，朝家的方向缓缓走去。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半了。江川将所有的成王放进了水池子里养着，这样不容易死掉，同时也能吐出一些沙子。阿刚没有回家，跟江川一起直接睡了。次日5点，两人准时被村里的大公鸡叫醒。阿刚，我去董叔家借3轮车，你把这些蛏子都捞出来，咱一回去县里。哥，今天这些成王不卖给董叔家吗？等会我要去县里置办一些家具，所以顺便看看县里的海鲜行情。如果县里的价格高的话，那我们以后出售海鲜就去县里。虽然董老三对以前的江川还不错，但是现在的江川心里只有搞钱的想法。如果说县里的海鲜价格更高的话，那他以后肯定会去县里卖的。如果只是差个2、3块的话，那就没必要了。对了，你给阿婆打个电话，问问她家里有没有需要的家电，到时候我们一并买回来。江川说完便转身离去，阿刚则将这些称王全部进行了称重。哥，我刚才称了一下，这些称王总共有66斤，还有猫眼螺也有31斤，真没想到咱俩居然是提着这么重的东西回来的。行了，别开心了，赶紧把东西搬上来，我们早点出发。青龙村距离县城有30公里的路程，开店3轮的话，大概也就1个小时出头的路程。上午7点的时候，两人来到了县城一家海鲜收购站。老板，称王和猫眼螺收不收？收啊，啥品质的我瞧瞧。老板走了过来，看到桶里的称王，激动道：我去，个头这么大的称王，每一根看着都有个2、3两的样子，居然比自己引以为傲的法器还要更长更大一点。老板，我这可都是极品好货，凌晨才刚挖到的，我们还赶时间，开个价吧，价格满意咱们马上卸货过账。小兄弟倒是痛快，如果下面的称王都是这样的品质，我可以给到你120美金的价格。哥，居然给120，我还以为美金最多100呢。阿刚有些惊喜，董老三那称王的收购价是美金80到90块钱之间。虽然他们昨天挖到的这些称王也的确比平日里挖到的那些品质更高，所以他以为价格应该就100块左右，却没想到老板直接给出了120的价格，每斤多出20块钱，60多斤那就是1000多块啊，比奶奶1年的养老金都要高了。老板痛快，这个价格我接受，那就过秤吧。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些猫眼螺，你也一并收了吧，省得我再多跑一家。好，你们这些猫眼螺个头也挺大的，我给你们美金28。行，商定好了价格，便对称王和猫眼螺进行了称重。称王68斤，美金120块，是8160；猫眼螺33斤，美金28，是924块，总共加起来是9084块。我给你凑个整，给你9100吧，兄弟你数数。好的，谢谢老板。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好货，一定要送到我这里，我给的价格绝对公平。我叫夏春，不知两位兄弟如何称呼？我叫江川，夏老板叫我小川就行。这位是我弟弟赵刚。好，你也不要叫我夏老板了，我应该比你们年长几岁。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就叫我春哥。春哥。江川有些语塞，这个名字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哈哈，虽然我叫春哥，但信我也得不到永生。行，春哥，我们还有一些事情就先告辞了。好，慢走，期待咱们的下次合作。离开收购站后，阿刚有些愤愤道：哥，董老三那狗东西实在是太黑心了，在他那里称王才8、90一斤，没想到拿到县城之后，价格居然能达到120一斤。说话文明点，我们今天的称王之所以价格高，主要还是因为个头大，品相好，再加上董叔的收购站本来就小，收了海鲜他估计也是卖给县城收购站的，赚点钱应该的。董叔以前也没少照顾我们，所以不能在背后说他的不是。走，哥带你去吃早餐。没过多久，两人就来到了早餐店，点了碗牛肉面。吃完之后，来到了家电城。阿刚，刚才你有没有问阿婆家里需要什么电器吗？没，我奶说家里的电器都还能用。两位需要看什么电器？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饮水机等等。帅哥，那你有心仪的品牌或者是款式吗？咱这里品牌和款式都挺齐全的。品牌我没什么要求，价格的话中上价位就行，你帮我推荐一些吧。女营业员热情地开始介绍每一款产品，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江川才定下了所需要的家电：646升的双开门大冰箱，4866块；空调8999；大彩电5288；
洗衣机3888，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小家电，总共花费了29886块。江先生，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家庭住址，明天我们安装师傅会上门安装的。女服务员满脸笑容，一下子消费了将近3万块钱的客户，这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已经算是大客户了。江川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带着阿刚又去了一趟隔壁的电脑城，买了一台电脑，又给他和阿刚一人换了一部手机。哥，现在该买的东西也全部买下了，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这一趟出来，你都快花了5万块钱了。等会，咱们还需要买一个制冰机，再买一个保鲜箱。对了，3轮车也要买一辆，以后咱们可能要经常往县城里面送货，每次借董叔的3轮车总归不太好。哦，那好吧。两人一直忙碌到了下午3点钟，保鲜箱花了500块，制冰机花5000块，3轮车是由电两用3轮车，花了8000块。回去的途中又买了几只鸡、几十斤肉，两人一人开着一辆3轮车，便是朝村里驶去。下午5点的时候，刚回到自家门口，江川就看到了王桂花点燃了一串鞭炮。阿婆，您这是？刚才阿刚给我打电话说你买了一辆车，我就想着响串炮仗，热闹热闹。谢谢阿婆，咱们先进去吧。你俩从昨天下午忙到现在，肯定饿坏了吧？赶紧先吃点东西。很快桌子上的饭菜就被吃了个精光，江川便拿出了今天卖海鲜的钱。阿婆，这是昨晚我和阿刚赶海卖的钱，总共是9100块，按照比例，阿刚得1820块。小川，这有点太多了吧？我看今天你也买了不少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你们赶海用的，这笔支出，我觉得你和阿刚应该平摊才对。听我说，阿婆，这些东西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所以不需要平摊。而且您和阿刚这几年那么照顾我，我自然也不会跟你们算得这么仔细。奶奶，哥这么说，那就这样吧。那行吧。阿婆接过钱，满脸欣慰地看着江川和阿刚，自己的孙子终于可以挣钱了，终于可以自力更生了。奶，您咋又流泪了呢？臭小子，奶真是高兴，奶奶好久没像这2天这么高兴过了。臭小子，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你小川哥，一定要听你小川哥的话，他就是你亲哥，和奶奶一样是你最亲的人，知道不？奶，我一直都把川哥当成我的亲哥哥啊，而且我也一直都很听话的。哥叫我往东，我不会往西；哥让我逮狗，我绝对不会去抓鸡。这就对了，要是让我知道你小子不听你哥的话，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阿婆，阿刚一直都很听我的话，而且我也一直把阿刚当成我的亲弟弟来照顾，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好，听你这么说，阿婆就放心了。一顿饭，3人吃得很开心，江川也很享受这种幸福的氛围。晚上7点，江川让阿刚和阿婆带着10几斤肉和1只鸡回去了。送走2人之后，江川便来到了村里的小卖部。冯叔，给我来2条华子，2瓶浓香型五粮春，再来1箱纯牛奶。小川，你这是真发财了哎，又是买车，又是好烟好酒的。冯叔，咱开小卖部现在都需要查户口了吗？哈哈，你这小子嘴还真紧。付了钱，江川便拎着东西前往村上头的三叔家。今天我听胖婶和快嘴他们说，小川那孩子好像突然间变了，见到人会主动打招呼了，而且笑得很热情，想必这是从当年的阴影中走出来了。是啊，我也听说了，小川那孩子命苦啊，当年的事情对他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现在能走出来，我这个做叔叔的也算是缺了一桩心事。小川的事情是解决了，但是小龙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小龙说学校都催了好几回了。行了，我再想办法吧，不行我明天去村子里先去借一些。只能先这样了，以后小龙开始工作了，一切就都好起来了。谈到江龙的时候，夫妻俩的声音显然是变得沉重了许多。当年他们的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可把他们夫妻俩给高兴坏了，可是这1年大几万的学费和生活费却压得他们直不起腰。嗨，三叔三婶睡下了吗？是小川啊，赶紧进来。小川，你说你来就来呗，咋还拿东西了呢？三婶，您和三叔这些年那么照顾我，这是我的一些心意，还请您不要嫌弃。屁话，我们怎么会嫌弃呢？就算是你拿一坛子水进来，那也是你的心意，三叔喝着也很香甜。就是你三叔说的没错，只要是你的心意，不管你拿的是什么，我们都很开心。听到2人的话，江川心头非常的感动，似是有一股暖流在身体中流淌，这就是亲情啊，上辈子从未感受到过的感觉。三叔三婶，谢谢你们这些年对我的照顾。说完，江川深深的鞠了个躬。你小子这突然之间搞这出，倒是让我有些不太习惯。小川还没吃饭吧？三婶给你去盛饭。三婶，我刚吃过了。没事，吃过就再吃一顿，就当吃夜宵了。很快1碗饭就被端了上来，江川也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开始吃了起来。三叔三婶，我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听到你们谈起了小龙哥啊，那个没事，我们就随便聊聊。三婶，我前2天赶海的时候赚了一些钱，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需要钱，
这些钱你们拿去用。小川，你这是干什么？赶紧把钱拿回去。三叔，你听我说，以前我家出事的时候，是你和三婶不留余力的帮我父母料理了所有的后事，也是你们这些年的帮衬，才能让我活到现在。所以你们对我有大于天的救命之恩，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份恩情。如今你们现在遇到了困难，而我正好有办法可以解决。如果这时候我不帮助你们，那我还是人吗？小川，你这还他爸，既然小川都这样说了，你就不要再推脱了吧。你闭嘴！我当年做那些事情，本来就是我这个做弟弟的应该做的事情，从来都没想过要小川的报答，也从来都没想过要在小川的身上得到任何的好处。三叔，你要是不数这些钱，信不信我出去就丢垃圾桶里去？臭小子，你敢？行吧，那这些钱三叔收下了，就当做是三叔借你的，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会还给你。嘿嘿，这才对嘛！说完，江川起身，直接潇洒的离开了。翌日，家电城的安装师傅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拉过来安装好走了。正在打扫房间的江川就听到三叔的呼喊声：“三叔，您来这么早有事吗？能有啥大事？这不你婶子刚刚做了大肉包子，非要让我给你送几个过来尝尝。”哇，好香啊！谢谢三叔，您也替我谢谢三婶。一家人说啥谢？你喜欢的话，等会我让你三婶再给你送几个过来。好啊，谢谢三叔了。进去坐吧，三叔。我就不进去了，等会还要去码头上工的。三叔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在码头帮别人卸货，赚一些外快，偶尔会被雇佣出海帮忙之类的，收入不算高。帮工的话，每天也就是120块钱的工资；出海的话，工资高一点，毕竟每一次出海都是存在着风险的。不过这些收入也仅仅是能让一家人勉强够用而已。所以每当到了给江龙和江虎交学费的时候，就是他俩最头疼的时候。那个三叔，我想咋了？大男生说话不要吞吞吐吐的。犹豫了片刻之后，没事，您干活的时候别那么实诚，该偷懒的时候就偷回来。你这臭小子！行，三叔知道了，你吃完早餐再好好补一觉吧。哎，看着三叔离去的背影，其实刚才他是想问三叔要不要跟着自己一起去赶海的。不过目前自己的赶海事业收入并不是很稳定，所以刚才那句话才没有说出口。转身回到家，江川吃了3个大肉包，此刻也没有了继续补觉的欲望，脑子里就2个字：搞钱。阿刚，拿上家伙事，咱们去赶海。好的哥，我还以为今天不去了呢。10分钟后，阿刚拎着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哥，这是我奶给你拿的包子，你还没吃早餐呢吧？三叔刚给我拿了几个包子，吃过了，这几个拿着当中午的干粮。江川说完，看了看阿刚的桶里，我去，你小子这是拿了多少蛇皮袋啊？嘿嘿，不多，也就3条而已。我昨晚做梦梦到妈祖了，感觉今天咱运气肯定很好，所以就多拿了几条。嘿嘿，你这小子，走吧。说完，2人便朝着海边走去。此时太阳刚刚越过海平线没多久，海滩上刨沙子的妇女不少，但是大多数人桶里的海货都是一些沙柏、文革之类的。哟，小川又来赶海啊？这几天咋这么勤快呢？是啊，胖婶，这不我和阿刚都成年了，所以也想着多赚点钱娶个媳妇。哈哈哈，说的对，成年后确实要娶媳妇了。你俩小子真是有出息了。现在的女孩子可金贵着呢，想靠赶海赚钱娶媳妇，怕是在白日做梦哦。反正我就算是把女儿养一辈子，也不会嫁给这样一无是处还满嘴谎话的街溜子。臭婆娘，你特么的说什么呢？信不信小爷一把火烧了你家那破小卖部？你敢？你再满嘴喷粪试试，看小爷敢不敢？信不信小爷让你试试就试试？看着阿刚那气势汹汹的表情，刘芳也是被吓得不敢说话了。村子里人都知道，阿刚这小子可是愣头青，而且是真真正正的光脚大汉。如果他真的一把火烧了自家的小卖部，到时候也没钱赔。冯家婶子，您家闺女今年也有35、6了吧？还没嫁人，这是准备留着下蛋吗？你说什么？扫把星，你有本事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婶子，尊重是相互的，大家都是穷哈哈的小老百姓，别一天到晚觉得高人一等。还有，我得奉劝你一句，我孑然一身，烂命一条，可是你身后还拖着一大家子人呢。下次阴阳怪气别人之前，先想想后果。江川说完，便是带着阿刚离开了。有些人，你就不能给他好脸，你越是对他客气，他就越喜欢蹬鼻子上脸。离开众人的视线之后，阿刚满脸的激动，一想到刚才刘芳那看不惯他们又干不掉他们的样子，他就开心的不得了。咋的？你老婆今天生孩子，这么开心？哥，一想到刘芳刚才那吃瘪的表情，我就开心的不得了。哥，你不是说让我们稍微文明一点吗？可是你刚才那2句话，可比我说的话杀伤力还大啊！简直就是那什么来着，杀人啥来着？杀人诛心。对对对，就是杀人诛心。噗哈哈，我估计刘芳今晚都气得睡不着了。阿刚，你要记住，对待文明人，我们要用文明的方式去解决。可如果遇到了那种阴阳怪气、蛮横无理的人，我们就要用比他们更野蛮的方式，因为跟这种人讲道理，他们会觉得你软弱可欺，趁机蹬鼻子上脸，道理是根本讲不通的。哥，
这个我知道，是不是就像电影里说的“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差不多就这意思。不知不觉，2人已经在沙滩上漫步了1个多小时了。小青这次没有出现，周围也没碰到什么好货。哥，小青今天怎么不在呀？不会是被人拿去清蒸了吧？有可能吧。哎，要是昨天直接逮住吃了多好，这下便宜别人了。阿刚一脸失落，将近3斤的大青蟹，吃着肯定非常的带劲。就在2人说话间，一个小黑点朝着江川和阿刚快速冲来。说曹操就到，小青没有被吃掉，因为和小青签署了契约，每当小青靠近自己几百米距离的时候，就有一种特殊的感应。咦，好像还真是小青，太好了，今天一定要吃掉它，嘻嘻。怎么样，小青？今天有没有发现？小青不停地挥舞着自己的2个大钳子，身体不断地抖动着。好家伙，果然不愧是你，赶紧带我们去。没过多久，小青就把2人带到了一个退潮后出现的大坑前。江川仅看了一眼，就知道这个大坑里面有好货，因为水面不停地有泡泡冒出。哥，水里好像有货。的确有很多货。看来你今天拿那么多蛇皮袋是非常明智的。说着，捡起地上一块大石头丢入水里，石头入水，顿时溅起大片水花，声音很沉闷，说明这处大坑里面的水不浅。哥，现在怎么办呀？要不我马上跑回去借2台抽水泵过来。不用，我直接下去吧。说完一个猛子，直接扎进水里。在身体接触水的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鱼儿一样，身体居然比在陆地上的时候还要轻松舒畅。难道这种能力也是水灵珠赐予的吗？与此同时，江川突然感觉到身体中的水灵珠开始发生了变化，吸收能量的速度明显加快了，精液生成的速度也明显变得更快了。水灵珠在水中吸收能量的速度居然比在陆地上快了1倍不止，难道这才是水灵珠的正确打开方式？片刻的震惊之后，江川立刻开始抓鱼。原本在水中游得非常快的鱼，此刻在江川的眼中速度却并没有那么快，甚至徒手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抓到。接上集，在水中，江川发现身体里的水灵珠有了变化。原本在水中游得非常快的鱼，现在徒手就能够轻松抓到。2分钟之后，江川游出了水面，手里还拎着2条大鱼。居然是黑毛，好大的黑毛啊！黑毛学名斑脊鱼，是一种喜欢待在礁石区域的浅海鱼，个头一般都不会长到太大。江川手里拎着的这2条黑毛，每个至少1斤多到2斤的样子，而黑毛在市场上的价格每斤高达220块。将鱼丢给了阿刚之后，江川直接要了个袋子，然后一头扎进水里。转眼之间5分钟就过去了，看到江川久久没有露出水面，阿刚此时已经有些着急了。哥，你没事吧？听到阿刚的声音，江川象征性的在海面探出头，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然后再次一头扎入这个大坑里面。黑毛、海鳗、19公、3刀，各种各样的鱼都有，还收获了不少小青龙和巴掌鱼。等江川从坑里面爬出来的时候，阿刚看他的眼神就像是活见鬼一样。我操，你这是什么眼神？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哥，咱俩是兄弟不？屁话，咱们当然是兄弟了。那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被水鬼给附身了，还是被一些鱼怪给附身了？混蛋，你才被水鬼附身了呢。可是哥，你以前很怕水的啊，现在怎么突然憋气能力这么厉害了？我感觉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者都没你这么能憋气。其实6年前我落水被救上来之后，我就发现我突然变得憋气能力很厉害了。或许是上天觉得那次的遭遇对我太过于残忍，所以才善心大发，赋予了我这种特殊的能力吧。以前没用这种能力是因为我没有克服对海洋的恐惧，现在刚好是克服了而已。哥，这么说你是天选之人咯？我就知道，我赵刚的兄弟那肯定不是凡人。你这么想也没毛病。2人看着那满满的3蛇皮袋海鲜，陷入了沉思。他们距离家可是有足足2个小时的路程，而且这些海鲜至少也有个300来斤重，2人想要扛回去，那难度系数可不小。哥，今天抓的货实在是有点太多了，我感觉就咱们2个肯定是拿不回去的，这可咋办？等会我给我三叔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请半天假，开着3轮车来接我们。说完拨通了三叔的号码。咋了，小川？三叔，我和阿刚在西海湾这边搞了一些海鲜，数量有点多，我们2个人拿不回去，您看您能不能请半天假，把我家那辆3轮车开过来接我们？行，我马上过。你俩小子赶海咋跑这么远？卧槽，这3袋子都是海货！看到3个满满当当的蛇皮袋，江涛的脸上顿时露出了震撼的神色。三叔，帮忙一起处理一下吧，您是老渔民，这方面的知识比我们更专业。闻言，江涛赶紧跑过来帮忙。你俩臭小子，这么大的小青龙怎么能跟金蟹放在一起呢？万一触须断了，可会影响脉象的。我天，好大的3刀啊！这得有2斤重了吧？居然还有东星斑，这他娘的不是深海才有的鱼吗？啧，7、8斤的椰子螺，这玩意怕是成精了吧？将所有的海货挑拣的差不多之后，3人便是挤在3轮车上，朝县城赶去。小川，这是又弄到好货了，
快给我瞅瞅。春哥，这次的货比较杂，也没什么太好的货。没事，毕竟称王那种极品好货，可不是每次都能碰到的。说着朝袋子里看了看，我去，东星斑小青龙还有石雕和黑毛，这就是你说的没好货？你搁这里跟我凡尔赛呢？哈哈，你小子运气是真好啊！行了，按照惯例，我先给你报价吧。这条东星斑个头很大，看着至少也有3斤以上了，所以我就不按斤卖了。这条鱼我给你3000块的价格。这些黑毛的个头也都挺大，我给你每斤按照200块算。小青龙1斤210，这些3刀都有1斤左右，每斤630。夏春将所有的海货都报了个价。江川看了看三叔，三叔一直都在码头工作，所以对于这些海鲜的价格自然比江川了解的更清楚。三叔轻轻的点了点头，这也让江川心里有了底。行，我相信春哥的为人，你给出的价格那自然是最合理的，过秤吧。小川，现在咱们对一下所有海货的重量和价格。那条东星斑单条3000块，黑毛12斤，总共2400；小青龙9斤，总共1890；三刀鱼28斤，总共17640；海鳗18斤，总共1116；响螺和其他海货若干。很快，夏春就算完所有的重量和价格，总共卖出了61258块。夏春直接给了61300。看着夏春给江川钱的时候，江涛心里一直在不停的抽抽。妈的，这两臭小子出去半天赚了6万多，比我1年的收入都高了。啥时候赶海变得这么赚钱了？春哥，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好嘞，以后有好货记得联系我。如果货比较多或者是需要及时保鲜的货，到时候可以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去你们村子了。好的，没问题。钱货两清之后，江川也准备先去吃点饭，来到了一家县里比较高档的中餐厅。三人胡吃海喝了一番，一顿饭就吃了1600多。江涛看到又是一阵的肉疼。吃完饭，三人便回到了村子。你们3个还没吃东西吧？我把昨天那些排骨给煮了，你们赶紧进屋趁热吃。嘿嘿，奶奶，我们早就吃过了，在县城的大饭店吃的。你看我肚子吃的鼓鼓的呢。对了，这是我哥让我给你和山神打包的。大饭店啊，那得花不少钱吧？大饭店吃也好，你们仨都辛苦，吃点好的犒劳应该的。不过我在家里啥也没干，给我带干啥呢？饭馆里的东西我吃不惯。阿婆，咱们先进去吧。今天一天又进账6万多，让他的心情很是舒畅。小川、婶子，那你们先回屋吧，我先回家去。三叔，一起进去吧，我等会儿还有些话要跟你说。回到家，江川从口袋里拿出来了今天海货卖的钱。奶，今天的海货总共卖了61300块，刚才我们仨在饭店吃饭花了1600块，剩余59700块。阿刚的2成就是11940块，这是12000块整，您拿好。这次怎么这么多呀？阿婆，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好，你是有能力的好孩子，阿婆相信你。一旁的江涛看着王桂花手上那厚厚的一沓钱，也是忍不住的吞咽了一口唾沫。三叔，这2000块钱是你今天的辛苦费，如果今天不是你放下手中的货把3轮车开过来的话，那么多的海鲜我和阿刚肯定没办法拿回来。钱不多，您别嫌少。你这臭小子啥意思？作为三叔帮你点忙，哪还能要你的钱？你把我江涛当成什么人了？三叔，我的原则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尤其是涉及金钱这方面。今天若不是您把3轮车开过来，到时候那些海鲜肯定会死掉很多，也卖不了这么多钱。所以您今天帮的忙远远不止这区区2000块。哇，他叔，小川的心意你就拿着吧。是啊，三叔，您不拿这个，他心里会不舒服的。好吧，你小子有出息了，叔就占一回你的便宜。以后要是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情，记得提前给我打电话。好的，三叔。王桂花看到江川有话要跟江涛说，便带着阿刚离开了。叔，今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赶海收益还算不错，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来坐镇。除了您之外，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够胜任这个位置。三叔，我知道你肩上扛着一大家子人，所以如果你愿意加入进来的话，我会给你2套收益分配的方案。第一种就是和阿刚一样，每次出海的收益你同样占2成。第二种就是我每个月给你1万的底薪，再给你所有收益的1成分红。别，不用1万的底薪，你1个月给我4000的底薪，不要分红。三叔，1万的底薪并不高，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干，那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配方式。其实我更希望你能选择第一种，因为那样的话每个月赚的更多。行，那就按照你说的。不过如果每个月的收入没超过10万，我就不能拿那么多。三叔，您这是有多看不起我？今天的收入您也看到了，一天就破6万了。行吧，那你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说完，江涛便起身回去了。一日一早，简单的洗了把脸后，三叔和阿刚这时候也已经进来，几人准备去东边碰碰运气。嗨，三叔，您怎么拿这么多的蛇皮袋啊？这看着得有8、9条了吧？嗨，多益善嘛，反正拿着也不重，万一爆货了呢？一路上3人有说有笑，不过让江川感觉到遗憾的是，小青一直都没有出现。今天没有小青的帮忙，不知道能不能有好一点的收获。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3人来到礁石区。走这么久了，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小川，
你有目标吗？三叔，已经到位置了，我感觉前方的那片礁石区应该会有不错的收获。就在刚才靠近礁石区域的时候，他体内的水灵珠闪烁的频率快了一些，这应该是水灵珠的某种感应或者是提示。那我们快去看看。哥，小青呢？今天怎么没见到那小玩意？不知道跑哪去了，应该还在西海岸那边吧。走，咱们去那边看看情况。你俩赶紧过来，这边好多蜡螺啊！我天，居然还有海胆！发财了，发财了！江川和阿刚赶紧跑了过去，只见礁石缝隙中聚集着密密麻麻的蜡螺和海胆。叔，我来帮你捡海胆，你去捡蜡螺吧，你经验丰富，手速也快。这海胆浑身都是毒刺，你们年轻人经验太少了，很容易会被扎到手，所以还是交给我来吧。你们还小，把握不住。江川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因为他感觉水灵珠散发的光芒此刻越来越旺盛，闪烁的频率也越来越快。三叔、阿刚，你们两个就在这边先捡着，我到周围转转。说完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到四处探索了起来。没过多久，江川突然在礁石的缝隙中发现了一大片鲍鱼，这些鲍鱼个头都很大，有些大小甚至赶得上自己的手掌了。我操，这么多鲍鱼，还这么大，这才是水灵珠闪烁的真正原因吧？江川立刻拿着沙铲撬起了鲍鱼，这一大片鲍鱼都有个大几十斤。阿刚，你哥呢？不知道啊，叔。要不你去周围找找吧，这片区域的礁石都很湿滑，万一小川受点伤可就麻烦了。好的，叔。我操哥，怎么这么多鲍鱼？不知道啊，可能是咱们运气好，赶紧来吧。好嘞。三叔那边捡的如何了？嘿嘿，叔还在和那些拉罗激情大战着呢。江川嘴角一抽，这4个字怎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呢？哥，你看这鲍鱼像什么？滚！你给我回那边捡蜡螺去。这臭小子现在都开始飙车了。就在江川将最后一个巴掌大的鲍鱼拿到手里后，水灵珠居然开始疯狂地闪烁了起来。难道这只鲍鱼有蹊跷？咋啦哥？这个鲍鱼有什么不对劲吗？我还没看出来。你觉得这只鲍鱼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有啥不同？哥，你看哈，这只鲍鱼表面褶皱更多，而且好像比其他的鲍鱼更加的水灵，一看就是鲜嫩多汁的。滚！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这只鲍鱼的特殊之处，但是江川还是将它给分开来装了起来。这一次两人挖到的鲍鱼总共加起来大概有个50-60斤。小川，你们两个收获怎么样？我已经把那边的海胆和蜡螺全部都装起来了，海胆估计有个10多斤，蜡螺的话至少150斤往上了。今天虽然没有昨天那样的好货，但是收获也算是相当的不错了。江涛边走边说，朝着两人走来，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叔，您看这是啥？嘻嘻！我的妈呀，鲍鱼，这么多鲍鱼，个头还这么大。三叔，还不止哦，我这一桶也全都是鲍鱼。我去，你这小子的运气真是太逆天了，这么大个头的纯野生鲍鱼，2个小时居然就能弄到这么多。三叔，这种个头的野生鲍鱼现在市场价大概是什么样的？根据我的了解，鲜活的2头鲍价格应该在500到700块，3头鲍价格应该是300到400左右，至于更小的，价格可能就是几10块一斤。当然，这个价格并不固定，毕竟影响价格的因素很多，有上下的浮动空间。按照这个价格的话，这几十斤鲍鱼应该能卖到4、5万了，再加上海胆和蜡螺，今天的收获还是有很大几率超过昨天的。对，我也这么觉得，今天的收获超过200斤了。我给你三婶打个电话，让他把3轮车开过来。看来明天赶海，咱们3个得提前把3轮车开过来了。3人开始分拣海货，江川将那只特殊的鲍鱼留了起来，同时还留了几只个头稍微小一些的鲍鱼晚上吃。40多分钟后，包小娟就开着3轮车过来了。下午2点，3人一起来到收购站。卧槽，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这是大半夜就去赶海了吗？啥好东西？我看看，我的天，这么大的鲍鱼，你们这是捅了鲍鱼老巢了吗？小川，我觉得你以后不要去赶海了，你这运气用来赶海太亏了，我建议你直接去买彩票。好，等会我就去试试。小川，半斤以上的鲍鱼有21斤，每斤给出的价格是960块，总价为20610块。3两到5两的鲍鱼有43斤，每斤价格370，总价为15910块。低于3两的鲍鱼有16斤，每斤价格85，总价1360块。海胆22斤，每斤价格75一斤，总共1650块。蜡螺163斤，每斤16块，总价2086块，一共40328块。我的天，居然又是4万多，这才赶了2个小时的海，分到我的收入就已经超过我在码头干2个月的了。三叔，现在赚的只不过是小钱而已，以后我们的收益会越来越好的。你小子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够赚大钱。不过三叔若是每天能有这样的收入，我和你三婶估计做梦都能笑醒。出了收购站，江涛还沉浸在刚才丰收的喜悦之中。三叔，咱们去大饭店搓一顿。算了，虽然咱们现在有钱了，但也不能乱花，去大饭店一顿就要吃千把块，太不划算了。你三婶说今天晚上去家里吃饭，行吧？老一辈人就是这样的，习惯了节俭，就算现在手里有钱了，1000多块钱吃顿饭也感觉到肉疼。
反正也不吃饭，几人就开着3轮车朝村里赶去。阿奶，三婶，今天我们赶海的总收益是40328块，328块我就不跟你们算了，咱们就按照4万块钱来算。应该的，应该的。赶海1天就能收获这么多钱，还要什么自行车？阿婆，这是阿刚今天的收入，总共8000块。您点点。三婶，这是三叔的，同样是2场，8000块。小川啊，阿婆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才好。这几天要不是你带着阿刚，我做梦都不敢想每天会有这样的收入。阿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刚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不带着他赚钱，我带谁啊？况且阿刚人聪明又肯干，要是让其他人跟着我还真不放心。所以以后这种客气话你就不要再说了。他之所以带着阿刚，而是他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自己这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兄弟，让他也一起赚钱，一起过上更好的生活。好，我不说了。好了，婶子，今晚你和阿刚也别回去了。我刚才在家里已经杀了2只鸡，今晚咱就去我家里吃饭。今天可是个大丰收的日子，必须要好好的庆祝庆祝。行，那今晚就去你家叨扰你们了。明晚一定要去我家，家里的那些肉再不吃完可就不好了。行，就这么说定了。5人来到三叔家，江川把今天流出来的几个鲍鱼拿了过去。王婶子、小川，你们几个先坐，我去做饭。他婶子，我来帮你。说完，王桂花也赶忙追进了厨房。小川，刚才那些鲍鱼和海胆应该都拿去卖掉的，7、8只鲍鱼也能卖个100来块钱了，咱们自己留着吃，实在是有些太浪费了。江涛有些肉疼，100多块钱，那可是他之前1天的工资啊。三叔，咱们赚钱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让咱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所以只要是吃到肚子里的好东西，那就不叫浪费。对，我哥说的对。说起来，我也好久没吃过鲍鱼了呢。看来我的思维的确跟你们年轻人有些脱轨了。没过一会儿，一桌子香喷喷的菜就被端了上来，有红烧排骨、黄豆焖猪蹄、蚝油青菜、盐水辣螺、葱油鲍鱼，还有热腾腾的海胆炒饭。好丰盛啊！谢谢婶子。都是一家人，谢啥呀？赶紧趁热吃。老婆，把前天没喝完的那半瓶酒拿出来，我和小川好好喝2杯。好，今天开心，大家一起干一杯。斟满酒后，江涛和王桂花他们齐齐将目光看向了江川。小川，你是我们的福星，这杯酒我们敬你。阿婆、三叔、三婶，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一起举杯干了这杯酒，以后一起赚钱，过好日子。江川说完，众人碰酒，皆是一饮而尽。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渔村，屋子里灯火通明，欢声笑语，是那么的幸福融洽。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了。难道这鲍鱼里面会有珍珠吗？江川每次拿起那个鲍鱼的时候，体内的水灵珠就会疯狂的闪烁，心中怀揣着疑惑。江川打开了这只鲍鱼，紧接着身体开始激动的抖了起来，因为在鲍鱼壳的内侧依附着一颗食指指甲盖大小、五彩斑斓的珠子。居然真的有鲍鱼珍珠！江川觉得自己这水灵珠实在是太逆天了，能够契约小动物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能探宝。水灵珠居然还有这样的功效，牛逼啊！想到这里，江川立刻打开了群聊，拍了一张珍珠的照片发到群里。纯野生鲍鱼珍珠，刚刚开出来的，急用钱想出手，有喜欢的老板吗？兄弟，这个真的是野生鲍鱼珍珠吗？多少钱你直接说，我很喜欢这颗珍珠。你好，我对这颗珍珠很感兴趣，可以见一面吗？哥哥，这颗珠珠好飘飘哦，妹妹好喜欢啊，可以送给妹妹吗？只要不提钱，妹妹愿意为您做任何事呢。经过初步的筛选，最终确定只有3个人是真心想购买这个鲍鱼珍珠的，直接把3人给拉了个群。3位，我这颗鲍鱼珍珠的确是纯野生鲍鱼生产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是我刚刚开出来的。如果3位真心想要的话，可以先说说自己的心理价格。江川对于鲍鱼珍珠的价值并不是很了解，刚才在网上也没有查到有用的信息，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就直接卖了。兄弟，你要是能够确定这真的是纯野生的鲍鱼珍珠的话，我愿意出价5万块收购，这价格绝对是比较公平公正的了。楼上的小朋友，你别搞笑了，就这价格，奸商见了你都得喊一声老祖宗。小兄弟，看得出来你这的确是货真价实的纯野生鲍鱼珍珠，如果这不是网毒的话，我愿意出15万的价格收购。江先生，这颗鲍鱼珍珠多少克？没过秤，目测有我的食指指甲盖那么大。如果真有那么大，我愿意出30万的价格收购。可以的话，我明天一早就来找你交易。遇到小富婆了，这价格太高，我就先退了。说完花开富贵，直接离开了群聊。美女，你就不怕这位大兄弟有灰指甲啊？指甲就芝麻那么大，哈哈哈。说完也主动退出了群聊。看来这玩意儿的价格比江川想象中要高太多啊！我就在南岗小镇青龙村，村东头第一家就是我家。明天上午我等你到8点，8点之后我就要去出海了。还有要跟你提前说清楚，30万不是最终价格，最后的价格我们要当面进行洽谈的。好的，买卖讨价还价很正常，只要不过分就行。明天我一定准时到。江川心里满怀期待，一颗鲍鱼珍珠能够卖到30万的价格，对这个价格他是比较满意了。当然，
明天还可以观察观察对方的表情，看能不能有涨价的空间。做生意嘛，本来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他可以砍价，自己也可以坐地起价，将鲍鱼壳收好。江川开始研究起了水灵珠。这只水灵珠已经完成升级了吗？原先只有10立方米左右，现在居然扩张到了20立方米，空间足足翻了1倍，生产精液的速度也比刚开始的时候要快得多了。已契约宠物巨源倾泻，可契约宠物槽位1/3。果然如此，水灵珠得到升级之后，可契约的宠物数量也变多了，比之前多出了2个槽位。之前契约的一只大倾泻就带着自己找到了那么多的好货，那如果多契约几只宠物的话，那收入不得起飞了。江川开心的笑着，突然就看到了身旁的乐乐。要不契约乐乐试试？水灵珠目前等级太低，只能契约海兽，无法契约陆地生物。无法契约乐乐吗？罢了，明天去浅海看看，说不定能够契约到更威风霸气的宠物。江川想着想着，在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谁呀？等下，拿出手机一看，才早上6点钟，来到门外。哎呀，我去，起猛了！怎么有个大美女？回去重睡。江川顿时怀疑自己昨晚喝了假酒，所以大早上出现了幻觉。你是昨晚群里的那个小小？你好，我叫苏小小。这也不小啊，汹涌澎湃的。你说什么？没什么，那个，请进来吧。等苏小小进去之后，才发现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的，颜值同样挺高，不过和苏小小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等两人都走进门后，门口又突然冒出来一个人。我操！快嘴婶，你躲这里干嘛？吓我一跳。小川啊，刚才那2个水灵的姑娘是谁啊？是你女朋友吗？哪有那福气哦，昨晚网上刚认识的网友而已。张快嘴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大嘴巴，但比起村里另一个刘芳就好多了。不过还是解释清楚的好。我的妈，你小子出息啊！昨晚认识的，今天骗家里来了，还一来就是俩。现在的年轻人玩的这么野的吗？你这是想啥呢？要不进来坐坐？好啊。不了，我还有事呢。你小子可要加把劲啊！要是能搞定这种城里来的水灵姑娘，你可就是咱青龙村最靓的仔了。得，你还是赶紧去忙吧。没钱之前，这种事情他想都不会想。金是男人腰，钱是男人胆。江先生，那颗鲍鱼珍珠可以给我看看吗？自然没问题，请稍微等等。江川将放在枕头旁的那个锦盒拿了出来，里面正是昨晚开出来的那个鲍鱼珍珠。打开盒子，看到珍珠的那一瞬间，苏小小眼睛都亮了。江先生，这的确是一颗没有人工干预的纯野生鲍鱼珍珠，我们就按照昨天的价格，一口价30万吧。他的形象看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村少年，30万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不，昨天我们聊过天之后，我又在网上搜了一些关于鲍鱼珍珠的资料，同时也问了问我们渔村里面的长辈，得出的结论就是这颗鲍鱼珍珠的价值要远远高出了30万，所以昨天晚上的价格还得往上涨。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哪里有人临时坐地起价的？苏小姐，我想你应该能理解这个鲍鱼珍珠的价值，我也不担心，一口价40万。如果你觉得这颗鲍鱼珍珠值这个价，那咱们就成交。你要是觉得我在漫天要价或者坐地起价，那这次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听到江川的话，苏小小看了他一眼，没想到这个农村小伙还挺难缠的。江先生，我们收购这颗珍珠也是担着风险的，我想你也很清楚，这种珍珠对于喜欢珍珠的人来说的确算得上是极品，价值可能超过了40万。可如果运气差遇不到喜欢的人，那也就是一颗普通珠子。所以我也给你我的底线价格36万，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合理，那么咱们现在就成交，如果你觉得不合理，那便作罢。行吧，那我就吃点亏，36万就36万吧。这还叫你吃点亏？行了，小英，转钱。很快，江川的手机银行卡上就多出了36万，美滋滋啊，钱货两清。江川很开心，见苏小小和另一个女生还没有要走的意思。2位美女，还有其他事吗？苏小小一愣，这小子，我们这么早就来了，难道不打算留自己吃顿饭吗？喝杯水也行啊，自己这边可是2个大美女啊。倒是没什么事，不过我们一大清早就来找你了，早饭还没吃呢。哦，这样啊，那你们赶紧去吃早餐吧，早餐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按时吃，吃好点。喂，你这家伙听不出来小小姐肚子饿了吗？她都给了你那么多钱，你就不能请我们吃顿早餐啊？江川脸色一变，盯着那个小英淡然道：美女，我得纠正一下你刚才的话，那些钱是用来买我的珍珠的，不是你们给我的，所以咱们之间谁也不欠谁的。苏小姐，我不是舍不得一顿早餐，而是我就孤家寡人一个，平日里吃饭都是靠别人接济的，所以还真没东西给你们招待你们，抱歉哈，我马上还要去赶海呢，就不多留你们了。对了，县城有个阿正早餐店，味道很正，价格也很合理，你们可以过去尝尝。不是他舍不得一顿早餐，主要是因为他家里现在的确是没有食材，就几十斤肉，1只鸡，做起来太麻烦了，太费时间了，等下还要去赶海搞钱呢，自然不能多留他们2个。好，谢谢江先生指引，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珍珠，请一定要联系我。好的，
一定。送走2人之后，江川开始洗漱，一大早就进账36万，心情很是高兴，都能买一艘品质好一点的小渔船了。刚才那家伙可真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钢铁直男，无视我也就算了，居然连小小姐你也没多看一眼。更可恶的是，我们送给他那么多钱，他居然连一顿早餐都舍不得，气死我了。行了，小英，刚才江川说的也没错，我们本来就是来和他做生意的，交易完成2不相欠。他招呼我们吃顿早餐是情分，不给我们那是本分。再说我看他家情况，家里就他一个人，厨房也是冷锅冷灶，看着也的确没东西吃。好了，走吧，咱们去县城吃也是一样的。哥，还没吃早餐吧？这是我奶刚做的海苔饭团和肉松饭团，还热乎着呢，快些吃吧。这每天辛苦阿婆，怪不好意思的。有啥辛苦的？我奶做早餐的时候还哼着小曲呢，可开心啦。自从第一次跟这个赚钱之后，奶奶每天都是春光满面，笑脸盈盈的。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奶奶的脸上看到那么幸福的笑容了。聊了一会儿之后，三叔也拿着早餐进来了。小川，你这2天应该看天气预报了吧？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可能会有台风，有可能不太适合赶海了。我没看啊，没事，今天应该没有台风，所以咱们今天照常赶海。不知道今天的会收获如何？如果有昨天的一半，我也就满足了。三叔，格局放大点，今天我们的收获一定能够超越昨天的。哈哈，你小子。对了，三叔，阿刚，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说一下。啥事情啊？哥，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严肃？是这样的，昨天咱们捡到的那些鲍鱼，我不是留下了一个个头较大的吗？昨天晚上我闲来无事把那个鲍鱼给开了，在里面发现了一颗鲍鱼珍珠，那颗珍珠还挺值钱的。就在阿刚进来之前，我刚出手了，赚了一笔钱。哥，既然那颗鲍鱼珍珠是你在鲍鱼中发现的，那自然就是你的，这笔钱自然也归你所有。就算你要跟我分那笔钱，我也绝对不会要的。阿刚说的没错，既然那颗珍珠是你开出来的，这就是属于你的财运，我们自然不能跟你分。你这小子赚钱能记着三叔，三叔已经很感激你了。三叔，阿刚，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样的做法太自私的话，我也可以。行了，那玩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感兴趣。我现在最在乎的就是今儿个能赚多少。对呀，哥，说起来我也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赶紧出发吧。我已经隐约看到大片的好货朝我们招手了。好，出发。说完，3人就带着装备，开着3轮车朝海边赶去。3人来到海滩上，已经有很多人在赶海了。看到江川他们过来之后，几个妇人瞬间就围了上来。小川，听说你最近运气不错，这几天赶海都赚了好几万了。小川，这是真的吗？你们一般在哪片区域赶海啊？带我们呗。就是，都是邻里邻居的，相互帮忙也是应该的。各位婶子，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听来的谣言，这种话你们自个儿相信吗？我要是几天能赚好几万，我早就去县城买房了，哪还会待在这穷乡僻壤啊？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走漏了风声，居然让这些妇女知道了自己赚钱的事情。看来以后想要在附近海域赚钱，怕是有点行不通了。说的也是哈，你小子现在可太鸡贼了。我可是听我外甥媳妇的弟弟的老婆的妹妹说的，说看到你在县城的收购站卖货，一次就卖了几万块呢。真的假的？难怪小川这几天又是买电器又是买3轮车的，原来是发财了。你这小子可有点不太厚道了，赚了那么多钱，不得请全村人吃席啊！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赚钱的路子也给我们说说呗，别那么自私啊！10几个妇女在江川周围叽叽喳喳的说了起来，吵得江川脑仁疼。好了，婶子们，这些都是有人故意诽谤我的，谣言可不信信啊！行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要去赶海，以后再聊。说完，江川直接驱车离去。真的是，平日里也没看他们这么热情啊，现在想来 PUA 我，想得美。就是哥，这群老娘们太不要脸了。干，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江涛很是气愤，刚才的那些妇女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顺着车印子跟着他们过来的，到时候就算是能够遇到好货，也会损失一大笔钱。别担心哥，要是那帮臭老娘们敢跟我们来，我上去哐哐就给他们2烧火钳子。别瞎说，这海滩又不是咱们家的，咱们能来，别人也能来，到时候别把人家捅坏，嘿，捅进医院了。小川，那咱们现在咋办？这要是每天赶海，屁股后面都跟着一大群人，看着难受不说，咱们的收入也会锐减的。说过2天等台风过去了，你看能不能在村子里租一艘船，咱们到时候出海碰碰运气，也可以驾驶着船去附近的一些岛屿赶海，到时候他们想跟也跟不过来。好，这个办法好。咱们每次能赚钱，纯粹是因为你的运气好，并不是因为这片海域的海货多，否则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听说谁能一上午狂赚几万块呢？这次3人开着3轮车，沿着海岸线足足走了2个小时。刚才那些妇女都是徒步的，肯定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哥，快看，那是小青吗？
是小青。什么小青啊？江涛一脸疑惑，看到一只3斤多重的大青蟹朝着他们这边快速飙来，绕着江川开心的打转。这是咋回事啊？怎么有只大青蟹围着小川在打转？我这是起猛了还是在做梦啊？说你不是在做梦，这只大青蟹其实和我有着不解之缘，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总是感觉和这种海洋生物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而这只大青蟹就像是能听懂我的话一样，聪明的很，所以我给它取了小青这个名字。上次那个收获满满的大坑就是小青带我们找到的，说起来它好像比一般的狗都聪明呢。看江涛一脸懵逼，江川赶忙开口解释道，毕竟契约宠物水灵珠这些事情绝对不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当真？世界上真的有这么聪明的螃蟹吗？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三叔，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也解释不清楚，但事实的确如此，这只大青蟹很聪明，你就当做这是一只青蟹界的智慧担当吧。算了，能赚钱就行。依我看啊，你这小子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妈祖娘娘的眷顾。小青，带我们去找好东西吧。好的，主人，快跟我来吧。小青欢快地朝着远处的礁石堆冲了过去。三人刚走到礁石边，卧槽，好多的大青蟹！在小青的指引之下，几人在礁石堆附近发现了一大群大青蟹。发财了！你俩赶紧过来捡，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钱啊！江川和阿刚面面相觑，哥，这是咋回事？小青不就是大青蟹吗？这咋还带着我们抓大青蟹来了？这家伙也太老六了吧，直接大义灭亲啊！我也很懵逼啊。说起来，上次他就带我把他的老表黄油蟹一锅端了，现在大义灭亲也能理解。哥，听我说，小青这老六太狠了，今天他敢对自己的同胞下手，明天就敢偷袈裟，呸，明天就敢出卖你。那依你看？依我看，此蟹断不能留，清蒸了吧？江川强忍着笑意，阿刚这小子还是忘不了清蒸了小青啊。喂，我说你俩在那里傻愣着干嘛？赶紧来捡螃蟹啊！要是等会儿那群老娘们来了，这白花花的钱可就被他们抢走了。来了！两人赶忙捡起了螃蟹。这片区域的大青蟹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个头大，没过多久，三人就各自捡了大半袋子，少说应该也有100斤左右了。就在这时，两辆3轮车顺着江川他们留下的痕迹找了过来，车上拉着刚才那10几个妇女。我的妈呀，好多大青蟹啊！这里全都是大青蟹，快！这玩意可比花蛤值钱多了，一只就要40-50块钱呢！发财了！我就说跟着江家小子肯定没错。小川啊，你可不厚道啊！碰到这么多大青蟹也不给我们打个电话。就是，这么多大青蟹，你们3个也捡不完是不？10几个妇女就像是出巢的马蜂一样，嗡嗡嗡的在江川耳畔逼逼叨叨。婶子，碰到好货就赶紧捡，话这么密口干嘛呢？我也不欠你们的，对吧？妈蛋，这群骚老娘们真想用我的烧火钱给他们每人捅1万个透明窟窿。行了，咱们赶紧捡吧。哎，要是把你三婶也带过来就好了。10几分钟后，礁石区的螃蟹已经不见了踪影，大多数都被抓了，也有一些早就跑了。他刘婶，你收获怎么样？没多少，就8只。你呢？抓了多少？我还行，总共抓了11只，就是个头没你抓的这么大。你们快看，江涛和江川他们居然抓了满3袋子，这怕是最少也有300斤了吧？我的妈呀，300斤那可就是几万块钱啊！看样子之前的传言果然是真的。江川的小子自从变开朗之后，运气也变好了。有了今天的经验之后，以后咱们赶海可要好好的注意江川的动向了。就是，这3人心眼是真的坏啊！这么多青蟹也不知道喊我们一声，太自私了。走吧，已经没什么青蟹了，回去吧。不一会，10几个妇女陆续散去，江川和阿刚他们也开始了捆绑螃蟹。看到那10几个妇女陆续散去，阿刚很是气愤。哥，好气啊！看着刚才那些臭老娘们那么得意，我就不爽。明明是咱们发现的大青蟹，他们跟过来捡就捡吧，可临走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行了，别计较了，下次赶海咱们尽量避开他们吧。花费了1个多小时，三人将所有的大青蟹捆绑好，个头超过3斤的有10几只，个头在2斤到3斤的大概有50-60斤左右，1斤到2斤的也有40-50多斤，还有就是几十斤小于1斤的，零总有个150斤左右。哥，咱现在回去吗？现在才12点，时间还早着呢。来都来了，咱再去附近找找，看能不能再捡一些好东西。好嘞，几人在周围寻找了起来，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哥，叔，你们赶紧过来，这边有好多海蜈蚣啊！在哪里？海蜈蚣被当地人叫海蛆，学名海蚕，体长最长可达1米多，看样子挺吓人的，不过价格和营养价值都很高。食用的方法一般都会选用加入姜丝油炸，味道嘎嘣脆，鸡肉味，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10倍，每斤的价格也高达100元左右。哥，快看，好长啊！这长度隐约都让我感觉到有些自卑了。江川看那密密麻麻的蜈蚣腿，顿时感觉全身一阵鸡皮疙瘩。好了，阿刚，你别贫了，
赶紧抓吧！这玩意的价格也高的离谱，一斤能卖个100块钱的，这简直就是在捡钱。这片的海蜈蚣数量很多，基本上每次翻开一块礁石，都会有一条或者是几条海蜈蚣藏在底下乘凉。转眼之间，2个多小时过去了。好累呀，哥，我真的干不动了，要不我们休息吧？这片区域的海蜈蚣也被我们抓的差不多了。好，今天就先这样吧。这收获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些海蜈蚣的重量看着应该也有个20多斤了。行吧，那咱们回吧。今天的收获也相当不错，应该能够打破昨天的记录。还好刚才那些妇女离开了，否则又要损失一大笔钱。是啊，吵得我脑仁疼。将所有的收获全部装车，3人才心满意足的离开。来到县城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6点多。小川，咋样？今天逮到啥好货了？没啥好货，就100来斤大青蟹，几十斤海蜈蚣而已。我去，你这家伙一天不装逼就浑身不得劲是吧？100多斤的大青蟹，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收获呀！你这家伙也太能凡尔赛了吧！哈哈，因为我不是普通人啊。也对，你这小子的确不是普通人，谁家普通人每次赶海都能有这样逆天的运气啊？这可不是他调侃江川，谁普通人赶一次海都能有好几万块钱的收入啊！好了，赶紧过秤吧，我们都一天没吃东西了，还要回家吃饭呢。夏川也不废话，直接开始过秤。海蜈蚣总共31斤，这玩意儿纯野生的，现在价格可不低，我也按照最高收购价给你们每斤140块。哦，哥，太棒了！这海蜈蚣一斤居然能卖到140块钱，我还以为能卖到100块钱就很值钱了。的确比村里码头值钱。董老三那边的收购价格，前段时间还只有100块，这已经多出40块，31斤就是1200多块了。我就说嘛，董老三那狗东西太坑人了。行了，海鲜这玩意儿每个时间段的价格都有所浮动，可能是这段时间海蜈蚣的价格本来就比较高，而且董叔也就一小贩而已，渠道有限。小川，这些螃蟹已经全部都分拣好了，3斤以上的有14只，这个重量的大青蟹都是稀罕货，每只螃蟹我给你出1000块钱的价格，2斤到3斤之间的，每一只我给你算600块钱，1斤到2斤之间的，每只400块，最后就是1斤以下的，每斤按照125块钱算，你觉得怎么样？行，就按照这个价格吧，我相信春哥是不会坑我的。那肯定啊，我坑谁也不会坑你，你现在可是我的摇钱树，以后我还指望着你给我带好货呢。这话我咋听着这么熟悉呢？接着便开始算钱，3斤以上的螃蟹总共14只，每只1000块钱的话，那就是14000块。2斤到3斤的螃蟹总共25只，一只600块，就是15000块。1斤到2斤的总共27只，一只400块，总共10800块。1斤以下的螃蟹总共21斤，每斤125，总共2650。海蜈蚣总共31斤，每斤140块，总共4340块。小川，这次的货总价值是46790块，我就直接算你47000块。春哥，这每次都给我多算钱，我也不太好意思呀。下一次咱还是该多少就多少吧。行了，100来块钱而已，我转手把这些货卖了，赚的可不止这么点。当然，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下次有空了就请我喝顿酒。行，等有时间我一定请你喝酒。对了，春哥，你认不认识一些船厂的人？你这是觉着赶海不过瘾，想要去海上作业啊？出海风险可不小啊，还不一定有你们赶海这么好的收获。是啊，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老高不是说过吗？风浪越大鱼越贵。这段时间他的收获不错，村里的那些妇女已经开始关注他了。接下来赶海估计没得安宁了。看来你小子的野心很大呀。不过我倒是的确认识新时代船厂的人，你啥时候需要，我可以帮你问问。最好是快一些。行，那我帮你问问。对了，你有没有自己的设计思路？有的话也可以尽早提交设计院，这样造船的速度更快一点。我对于这个并不是很了解，你有空了帮我问问有没有现船，我直接买现船就行了。行，既然这样我就帮你问问，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会告诉你的。那这件事情就麻烦春哥了，等事情搞定后，我一定好好的感谢你。果然这个社会还是要多认识一些人，朋友多了路才好走。你要是真想谢我，那就以后多搞一些珍贵的海鲜给我送过来。行，没问题。简单的拉了几句家常之后，江川几人就回去了。几人刚到家，就看到王桂花和包小娟等在门口了。小川，今晚就去我家吃饭吧，饭我和小娟已经做好了，就等你们过去了。行，那今晚就麻烦阿婆了。说啥麻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的能力有限，也就只能做这么一些事情了，只要你们不嫌弃我就行。别这么说，阿婆，我们咋会嫌弃你呢？奶哥，咱们赶紧回去吧，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我都快饿死了。好好好，回吧。到家后，江川先把属于2人的钱都分了，按照2成的比例，每人到手的钱有9400块。小川，你真的想要买船吗？现在一艘新船的价格可不便宜，只要是超过10米的长度，好一点的价格应该在30-40万开外了。而且之前夏春说的也没错，一艘船不仅仅是买船的时候花销大，后期各种保养和投入也挺大的。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想要短时间之内回本，怕是有些不太容易。昨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咱们现在出门赶海，除非是大半夜就去，否则屁股后边肯定是乌泱泱的跟着一大群人。到时候就算是能够遇到一些好货，也肯定是要和一大群人抢。所以我想快些买一艘船，反正以后也是要买的。行，既然你决定了，那你心里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到时候我也入股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你和阿刚也入2股，出海的收益你俩还是各自占2成。对了，三叔，现在就算是订船，我想最快也需要1个月才能拿到手，所以这段时间你看能不能先租一艘船，咱们提前适应适应。好一点的渔船基本上人家都在使用，我倒是知道狗老二家的渔船闲置着，不过那是一艘只有6米的小船，发动机也有些老化了，捕鱼网之类的估计早就没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使用。狗叔家的吗？咱明天去看看吧，如果发动机还能用的话，看能不能租下来。回到家后，江川一觉直接睡到了第2天5点，被乐乐这舔狗舔醒了。走吧，乐乐，哥今天带你去吃海鲜。洗漱完毕，江川就带着乐乐出门了。简单的在三叔家吃过早餐后，叫上阿刚去了狗老二家。狗老二本名叫狗富贵，据村子里其他人传是精神有点问题，平日里见人说话也是挺利索的，而且偶尔还能蹦出1-2句大道理。或许每个村子里面都有一个像树先生一样的守村人。老二醒了没？开门。大清早的，是哪个？是我，江涛。三哥，你这大清早的干啥呀？我正做梦吃鸡腿呢。老二，我看你也没睡醒，我也就不卖关子了。我们这次来是想租你家的那艘小船，你开个价吧。你说那艘破船，那玩意还租啥？你们用得上开去用就行了，都一个村子的，说租多见外啊。说，来先抽根烟。你这孩子，这是干啥呀？给1根就行了呗，你这还整1包，拿去。说，您就别推脱了，我们本来就是找你帮忙的。这样吧，你那艘船租给我们用几天，每天租金的话，我给你200，你觉得怎么样？200不用，那就一艘破船，能用得上，说明它还有点价值，我咋还能要你们钱呢？那不行，既然是租，那钱必须给，你要是不收的话，我就去别家租了。别了，既然你们真的需要的话，那你们就开去用，每天给我50块就行了。就200，说好了。行，我知道你这小的是有心照顾我呢，那我去给你们拿药吧。家里还有1条拖网和手抛网，我已经很久没用过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我给你们拿过来。很快狗富贵就拿出来了1张拖网、1张手抛网、1个手抄网以及2-3个捕蟹笼。行，说，那我们先走了哈，晚点回来我再给你算钱。来到码头给船加满了油，3人立刻出发了。小川，咱们今天有目标吗？这艘船实在是太小了，所以也就只能在近海探索一番，根本就跑不了太远。我们直接去南边的那片小岛吧，我记得那片小岛上环境不错，而且附近的礁石堆也很多，说不定里面会藏着好货。他这次出来主要目的还是想去看看水下世界，顺便让水灵珠好好的吸收能量，尽快让水灵珠再次升级。好，那我们就去婆婆岛。哥，你这次出来应该把钓竿也拿上的，这待在船上没事干也太无聊了。哈哈，失误，下次一定。时间很快就过了1个多小时，乐乐此刻已经是眼神迷离，神情萎靡，身形晃悠的，显然是晕船了。小细狗，你不行啊！江川的话还没落下，乐乐直接跑到船边狂吐了起来。我擦，乐乐啥时候这么有素质了，还知道不能吐船里？等会，阿刚你快看，好多鱼！江川突然看到一片白花花的鱼群正快速的朝着这边游了过来，而且很疯狂，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乐乐刚才吐的那些脏东西。妈呀，那是银鲳，好多银鲳啊，这好几百条了吧？虽然这些鲳鱼是生存在浅海区域的，可是一下子游过来这么大一群，这种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我的妈呀，好多银鲳啊！这次发财了，阿刚赶紧打鱼。阿刚速度也是相当的麻溜，开始用手抄网打捞起来。我操，鱼要跑了！乐乐加把劲，赶紧多吐点，等会给你好吃的。乐乐则是抬起头，眼神扑朔的看了一眼江川，那一双小眼睛里面，江川分明从里面看到了2个字，左边是老，右边是六。小川，快来帮我一把，这网鱼太多了，估摸着有个200斤往上了。江涛拼命的拉着手抛网，这一网太沉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拉不上来，2人合力才将网给拉回来。好肥好大，这些银鲳的个头怎么都这么大？三叔，这一网感觉至少有个220-230斤了吧？应该有250斤了。2人将所有的银鲳全部放到了活舱里面，加上刚才阿刚用手抄网抄上来的银鲳，这些鱼应该有个300斤左右了。就算是按每斤100块钱的价格，今天的收入就破3万了。舒服啊！没想到这才2个小时不到，咱们就开张了，而且居然都是极品银鲳。哎，刚才太遗憾了，
好多银仓没来得及捞上来，要是全部捞上来的话，我感觉能有500斤。乐乐也是，土地也太少了，下次出海之前一定要把你喂得饱饱的。听到这句话，乐乐鄙视了一眼阿刚，直接转过去，留给了阿刚一对丰满且具有弹性的小翘臀。江川心里则是在想，刚才的那些银昌为什么会对乐乐吐出来的污秽物那么感兴趣？难道是因为乐乐喝过精液，所以他吐出来的东西才对鱼群有特殊的诱惑力？接上集，三人又在船上观望了1个小时，结果连一个鱼毛都没有看到。要不用精液试试？现在空间里储存的精液不少，而且自己和水灵珠每天能够吸收的量并不多。三叔，你先把速度放缓一点，我感觉这附近可能还会有鱼。好嘞。随即江川心念一动，一滴金色的液滴便滴入大海。片刻之后，江川就看到密密麻麻的鱼群朝着这边迅速的靠近。是19公。19公学名虎头鱼，有些地方也被称之为柴狗鱼，体色一般会随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这种鱼肉质极其鲜美，无论是清蒸又或者是煲汤，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此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大多数地方每斤的价格都能达到100块左右。妈呀，全都是19公，今天的运气怎么这么好？阿刚，赶紧抄网！江涛惊喜的同时，手里的动作可丝毫没有停下来，以最标准的姿势将手抛网给抛了出去。阿刚也是没有闲着，拿着手抄网就是疯狂的捕捞，每一网捞的都是满满当当的。手抛网此时也爆网了，江川赶紧帮三叔一起拉网，这一网的重量可能比刚才那一网银昌更重，怕是有个300斤左右了。最后还是3个人一起合力才把网给拉了上来。发财了哥，刚才的银仓加上这些19公，收入肯定超过昨天了。是啊，我也没想到第一次出海居然这么顺利。看样子水灵珠生产的精液对鱼群有着一种无法阻挡的诱惑，只要水灵珠不停产精液，以后捕鱼绝对不成问题。哈哈哈，我以前也出过无数次海了，咋就没发现鱼这么好捕呢？嘿嘿，叔，这都是哥的运气好，否则我们肯定捕不到这么多鱼啊。的确，这小子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聊了几句之后，三人开始挑拣。刚才这一网虽然大多数都是19公，但也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海货，有斑节对虾、虾菇，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海鱼。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中午，包小娟为了不让三人饿肚子，早早的就给他们准备好了午餐。小川、阿刚，别忙活了，先赶紧过来吃点东西。好嘞。忙碌了大半天，能够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不仅仅能够填饱肚子，心情也会变好。红烧肉、糖醋排骨，还有红烧茄子、白灼菜心都是我的最爱。麻烦婶子了。这有啥？赶快趁热吃吧。小川，咱们今天的收获非常不错了，要不就别去婆婆岛了吧，等明天咱们多拿一些柴油，到时候再过去，这样更稳妥一些。行，三叔，前几天我和阿刚去县城的时候买了2套潜水装备，现在正好也没什么货，我想下水去溜达溜达，看能不能碰到一些好货。下水？你确定吗？江涛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他知道自从6年前的事情发生后，江川对于海洋和海水一直有一种畏惧感。放心吧，三叔，我上次突然发现我潜水很厉害，不信你可以问阿刚。这一次他潜海有2个目的，第一就是为了好好的去看看海洋世界，顺便抓一些值钱的好货。毕竟拥有了水灵珠之后，就算是不用氧气罐，在水下活动个1-2个小时也是没问题的。其二就是为了升级水灵珠以及契约其他海兽，目前只契约了小青，还有2个曹魏没有契约，所以他想去海底碰碰运气。是啊，三叔，我哥现在可厉害了，潜水的时间特别长，上次在那个大坑里面陆陆续续待了1个多小时呢，比世界上最厉害的潜水冠军还要更厉害。那行吧，千万不可以勉强自己，感觉到有任何的不适马上上来。今天咱们的收获已经够多了，不能再冒险，知道吗？我知道了，三叔。很快吃完午饭，江川拿好装备，一头扎进海水中。入水的那一瞬间，江川顿时感觉到无比的酣畅与自由。江川的目光四处张望，很快就锁定了一个位置。卧槽，那不是斑斓龙虾吗？此时一只斑斓龙虾基本上将身体隐藏在了珊瑚礁中，可是那2条长达1米的触须却是出卖了它。江川眼疾手快，直接一把就扯住了龙虾的触须。被抓住的那一瞬间，斑斓龙虾顿时就开始疯狂地蹬着自己的腿，挣扎了起来。挣扎的力道倒也算不错，不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花里胡哨的挣扎都是徒劳。半分钟后就已经被江川装进了袋子。不错，刚才这只斑斓龙虾至少4斤往上了，这么大的野生斑斓龙虾，价格应该至少是超过10万了。还没来得及太开心，江川就又在一块珊瑚礁缝隙中看到了2根天线一样的龙虾触须。然这2根触须没有刚才那么长，但看着也有个80-90公分的长度，龙虾的体型应该也不小。经过了半分钟全方位碾压般的搏斗，3斤重的斑斓龙虾最终是妥协了下来，乖乖地钻进蛇皮袋。接下来的好几分钟倒是没有继续看到斑斓龙虾，不过也捡到了好几个大海螺，还有一些海胆，顺手抓了一条约莫10几斤重的龙趸石斑鱼。看样子该上去了，一会三叔该着急了。就在刚要转身的时候，
珊瑚礁缝隙中一个五彩斑斓的东西吸引了江川的注意。小东西似乎是感受到了危机，一个弹射后退，那小玩意儿早已经到了10米开外。我操，居然是七彩螳螂虾！七彩螳螂虾又称之为孔雀螳螂虾，学名雀尾螳螂虾。虽然和皮皮虾也是一个家族的，但却是这个家族里面最靓的仔。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不仅可以吃，而且因为长得色彩斑斓，还被很多人当成宠物来饲养。像这么漂亮、这么大的一只，市场价格至少突破了1000块。折腾了2-3分钟之后，便直接扼住了七彩螳螂虾命运的咽喉。不错不错，至少1000元又到账了。发现可契约目标，是否将雀尾螳螂虾契约为宠物？哈哈，这玩意儿居然可以契约吗？契约成功，契约雀尾螳螂虾为您的第2只宠物，剩余契约曹位2/3。就在契约达成的那一瞬间，原本还在拼命挣扎的七彩螳螂虾，此刻顿时安静了下来。主人别吃我，我的肉不好吃。我这一双铁拳可以帮您捕获更多更值钱的猎物。嗨，这小东西有点意思啊。江川放开了七彩螳螂虾，然后这小玩意儿就围绕着江川开始转起了圈，然后嗖的一声便直接冲向了不远处。主人快来，这边有很多善于伪装的石头鱼，您别看它们丑的一批，可吃起来嘎嘎香啊！哦，石头鱼啊，这可是好东西，老值钱了。看着那几颗色彩艳丽的石头，江川脸上一喜。石头鱼学名为鹤昌游，有些地方又叫石狗公。这种鱼虽然在海里的行动非常缓慢，可背鳍上有毒性剧烈的9根硬刺，要是在抓捕的过程中不小心被背鳍上的刺扎一下，那结局可能就是关一盒布一盖。亲戚朋友等上菜了，江川小心翼翼地将周围的石头鱼全部都装到了蛇皮袋里。不错不错，今天你表现得很好。对了，小青已经有名字了，我也给你取个名字吧。江川扶着下巴思考了片刻之后，你看你浑身甲壳都是五彩斑斓，骚里骚气的，这样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铁锤吧。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原本欢快游来游去的铁锤身体一滞，一双绿豆眼中闪烁着清澈的愚蠢。就这样，铁锤，以后好好的给我在海里找好东西。对了，既然成为我的宠物了，为了防止你被其他海洋生物吃掉，就送你一滴好东西，来张嘴。江川心念一动，开始操控精液。精液入口的那一瞬间，铁锤顿时激动地开始狂转了起来，看向江川的眼神此刻也变得更加谄媚，不停地摩擦着江川的手。行了，你这种体型一滴就够了，过2天我再来找你。记住，这是找到好东西的奖励，如果没找到好东西，可就没有奖励了。说完，轻轻地摸了摸铁锤的身体，转头朝着海面冲去。小川，你这臭小子干啥去了？怎么这么久都没有上来？三叔，我刚才在海底发现了不少的好东西，所以就多待了一会儿。在2人的帮忙下，江川回到了船上。哥，你这蛇皮袋都装了大半袋了，里面都是啥好东西呀？斑斓龙虾、石头鱼、大墨鱼，还有一些小青龙和大海螺。啥？斑斓龙虾？真的假的？个头还不小，最大的那一只我估摸着应该有4斤的重量。对了，三叔，赶紧把东西拿出来，然后养起来，这玩意儿死掉价格可是会大打折扣的。好，千万不能把大龙虾的触须弄断了，5斤重的大龙虾，一根触须都几万块呢。很快，江涛就把几只大龙虾和石头鱼全部都养到了活水里。你这个臭小子，虽然你这次去海底收获不错，但实在是太冒险了，下一次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晓得不？嘿嘿，我知道了，三叔。等这次海鲜卖掉了，我就给咱们每人搞一套高级的潜水设备。从今天你潜海的收获来看，的确有这样的必要。说完，3人开始返航。在距离码头还有差不多1小时的时候，江川给夏春打了个电话。咋啦，小川？今天又有好货了？收获了几百斤银鲳，还有几百斤19公，还有一些好货。你开车来镇上的码头收货吧。江川没选择去村里的码头交易，因为那样的话太过于显眼了。要是被村子里的那些渔民知道了，明天出海的时候，后面肯定会跟着一个船队。好，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不，20分钟就行，我马上就到。挂断电话之后，江川又拍了几张斑斓龙虾的照片，发到了前几天加的海鲜收购群里。各位，刚从海里徒手抓上来的斑斓龙虾，一只5斤，一只3斤左右，有喜欢的可以报价了。兄弟，我家就是开海鲜收购站的，这2只斑斓龙虾的确是极品，2只我给你12万，怎么说？12万不错了，我原本想出7万的。不止吧，我们这里前段时间1只3斤的龙虾都卖了8万块呢，这2只怎么的也要20个 W 吧？群里面议论纷纷的人很多，但是给出实际价格的没几个，只好关闭了群聊，准备到码头了问问夏春那边的价格。卖东西还是需要货比3家的。春哥，等久了吧？刚到。再说了，几百斤的好货，就算是让我等1天也是值得的。那就卸货吧。夏春带了2个工人，加上江涛和阿刚，几百斤的货很快就全部卸完。对了，春哥，我这次出去逮到了几只斑斓龙虾，个头都挺不错的，你看你有没有兴趣？啥？斑斓龙虾？多大的？这东西现在可是稀缺玩意。总共有2只个头大一点的，最大的一只应该有个5斤左右，
另外一只在3斤左右。卧槽，小川，咱们回去再说。这2只龙虾我一定会给你最满意的价格。好。来到收购站后，夏春立刻让工人开始对银昌和19公过秤，他直接找个小秤开始称斑斓龙虾。江川则是挑出了几条个头比较大的银昌和19公的，准备拿回去尝尝鲜。小川，你这次可真发财啊！大的这一只有5斤3两，小的这一只也有3斤4两。前段时间我这边也出手过一只斑斓龙虾，是2斤9两的，成交价格是7万块。你这2只龙虾保底也值25万。我操，25万！刚才群里面给出的最高价格只有12万，没想到在夏春这边的报价居然足足翻了一番。看到江川没有开口，小川，这2只龙虾你目前是如何打算的？是直接卖给我还是？春哥，你应该认识一些喜欢这些好玩意的老板吧？不如你多叫几个老板过来，让他们公平竞价，这样这2只龙虾的价格肯定会更高。当然，做兄弟的也不会让你白帮忙，不管这2只龙虾最终卖出去多少钱，我都给你1成的收益。行，咱俩想一块去了。没过多久，银昌和19公重量已经称出来了。小川，刚才银昌重量已经出来了，单只超过2斤的总共有56斤，1斤到2斤之间的216斤，1斤以下的有103斤，超过2斤的每斤我给你算230块钱，1斤到2斤之间的我给你算180，1斤以下的每斤只能算110块钱。19公的话总共418斤，每斤只能125块。石头鱼6条总重13斤，每斤算你140。小青龙总共20斤，每斤130。还有这条16斤的龙趸，我给你4000的价格，你看这样的价格能不能接受？行，我还是那句话，相信春哥不会坑我的。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鱼的价格给算出来，等会儿等那些老板来了之后，再看看斑斓龙虾的价格。说完，夏春便开始算了起来。没过多久，所有鱼的价格全部都统计了出来，其中也包括刚才没有明确给出价格的一些杂鱼和虾类。小川，所有的海鲜全部统计出来，总价是12万1260块钱。叔，发财了！这次居然卖了10几万。是啊，我这辈子都没赚过这么多钱。一旁的江涛和阿刚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小川，这次的钱有点太多了，我手头的现金不太够，等会儿只能给你通过转账的方式付款了。没关系的，反正都是钱，这么多钱我们拿在身上也不方便。哈哈，说起来我还真是羡慕你们的运气，要不是要守着这个收购站，我还真想跟你们一起出海去。转完账后，2人便在收购站门口有说有笑的等着那些要买斑斓龙虾的大老板们。伴随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一辆奔驰 SUV 停在了收购站门口，下来一个中年胖子。小春子，斑斓龍蝦呢？快點給我看看。刘哥，來，先抽支煙，斑斓龍蝦就在這裡。接過煙，劉波立刻開始仔細地研究2隻斑斓龍蝦。不錯，的確是正兒八經純野生的斑斓龍蝦，這個頭看着應該有個5斤左右了，這種好貨屬實罕見。小春子，這2隻龍蝦我都要了，說吧。多少錢？刘哥，這可能不太行。這2隻斑斓龍蝦其實並不是我的，而是我這位小兄弟的。我還通知了其他老闆，等會也要過來看看。你小子還真是滿肚子的鬼點子，你這是想要讓我們競價啊？嘿嘿，這種好貨肯定要找個有緣人了。你說的怕是有緣人吧？這種事情很常見，一般這種罕見的好貨，大多數時候都會採取這種競價的方式來出售。又過了幾分鐘，又來了幾輛100萬豪車停到了收購站的門口。夏老闆，人都到齊了嗎？到齊的話就開始吧，店裡面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可以啦，當然可以啦。這2隻斑斓龍蝦各位老闆剛才也看過了，品相和品質絕對沒得說，重量我剛才也稱了，超過了5斤，絕對的稀罕貨。所以這2隻龍蝦的底價我定在25萬。如果各位老闆覺得這個價格太高的話，那就由我自己出錢拿下了。幾個老闆都是微微的皺了皺眉頭。雖然說這2隻斑斓龍蝦的確很值錢，可25萬的價格的確也不低，一時半會兒居然沒人喊價。磨磨唧唧的，我出30萬，我出31萬，我出32萬，價格很快就來到了32萬。這時候已經沒有人繼續加價了。我出35萬。擦，35萬太高了。雖然我不在乎這35萬，但是我也不想江冤大頭，我退出。其他老闆也是紛紛搖頭，目前的價格比他們心裡預期的要高太多了。既然這樣，那這2隻斑斓龍蝦就歸秦小姐了。秦小雪倒也是乾脆，付完款之後便直接揚長而去。草，白跑一趟。不好意思啊，劉哥，如果剛才那2隻龍蝦是我的話，就算是少賺幾萬塊，我也一定會讓給你的。可畢竟不是我的東西。你這小子，如果那2隻龍蝦真是你的，估計你也不會說出這樣的話。算了，看來我不是那2隻龍蝦的有緣人。劉波的性格倒也豪爽，揮手就準備離開。等等，劉哥，還有各位老闆也都先等一下。各位大老遠的跑過來，我也不能讓你們空手無歸吧。
刚好我这位小兄弟刚才送来了一些鲜活的大银昌和19公，各位老板都带几条回去尝尝鲜，也算是我的一点点心意。说着，夏春赶紧给每个老板都装了2条银昌和5条19公。虽然这几条鱼对在场的老板来说不值一提，但是这种做法却能博取这些老板的好感。刘波接过了夏春递过来的几条鱼，然后走到了江川的面前。小兄弟，我叫劉波，這是我的名片。如果以後再有這樣的好東西，一定要第一時間聯繫我。我給你的價格絕對不會比小春子低。好，下次一定。江川接過名片看了一眼，發現這家伙居然是龍騰酒店的總經理。龍騰酒店那可是正儿八經的全國連鎖5星級大酒店。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後，媽呀，居然賣到了35萬，比我預期中要高多了。我以為最多能出到28萬呢。小川，我現在就把錢轉給你。轉完錢過後，3人樂滋滋的往家趕去。我的媽呀，現在的錢這麼不值錢嗎？2隻大龍蝦居然賣了35萬，這麼多錢，我做夢都沒有想過。是啊，今天的收穫實在是太離譜了，多得讓我感覺有些不太真實，有種是在做夢的感覺。40多萬的巨款，全國不知道有多少個家庭拿不出這麼多存款，而他們一天居然就賺到了這麼多錢。三叔，阿剛，別太激動了，我說過我們以後賺的錢會越來越多，這一次是40萬，下一次我們可能會賺80萬甚至100萬。哈哈，如果是以前，這麼多的錢我還真不敢想，不過現在嘛，還真有可能。3人有說有笑的往家趕去，王桂花和包小娟還是一如既往的在門前焦急的等着。阿婆，三嬸，別下車了，趕緊去我家先吃飯，飯已經在鍋裡了，就等你們仨回來了。回到家就看到桌上已經準備了滿滿一桌子的菜。奶奶，嬸子，你們今天不好奇我們的收入嗎？今天的收入估計破10萬了吧。半小時前我們碰到出海回來的裴家老二了，他說今天你們大豐收，收穫了大幾百斤的銀昌和19公，估摸着能賣個10萬左右呢。不，奶，嬸子，裴向東的消息不可靠，我們今天的收穫可比10萬要多哦。啥？比10萬還多？那是多少啊？有15萬嗎？嗨，膽子放大點猜。20萬。再猜。媽呀，不會是30萬吧？行了，三叔，別賣關子了，你怎麼也像阿剛這小子一樣？阿婆，三嬸，今天我們的總收益是47萬1260塊。啥？47萬？小娟，我是不是聽錯了？沒聽錯吧？我的媽呀，真的有47萬多嗎？真的。阿婆，三嬸，這次我們的總收益雖然有47萬多，但因為收購店的老闆今天也幫忙了，所以我給了他3萬多的分紅，還有我們仨一人買了一套潛水設備，總共花費了2萬2500塊。刨去這2筆錢，還剩下41萬3760塊錢。今天樂樂也跟我們一起去了，而且功不可沒，我給他買了2袋高級狗糧，又買了10幾斤排骨，再刨去油錢之類的，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分配的金額是41萬3000塊錢，2成就是8萬2600塊錢。我直接把錢轉到你們的銀行卡裡。小川，謝謝你帶着阿剛賺錢。分到錢後，王桂花再次激動的落淚，這麼多錢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有了這些錢都夠給自己的孫子娶一個媳婦了。阿婆，以前你們那麼照顧我，阿剛又是我兄弟，又那麼聽話勤快，所以這些錢那是你們應得的。一家人熱熱鬧鬧的吃完晚餐，江川帶着樂樂準備回去。回去的途中又去了一趟馮俊家的小賣部，買了2條紅雙喜，2瓶酒，前往苟富貴家。剛到院子門口的時候，江川就聽到院子裡面有人在聊天。二狗啊，你知道江濤帶着那2小子今天用你的船賺了多少錢嗎？不知道啊。我跟你說，他們今天用你的船整整裝了幾百斤的好貨，我看着全都是銀昌和19公，估摸着至少也能賺個10萬塊。這可是用你的船賺來的錢，你就不感覺不爽和生氣嗎？不爽什麼？有什麼好生氣的？老二和小川能賺那麼多錢，那是他們的運氣好，我為什麼要生氣呢？二狗，他們租你的船一天給你多少錢？最多100塊吧，可他們一天就賺了10萬塊，是漁船費用的1000倍啊！你難道不心動？老二和小川他們賺的錢那是他們的本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小川租我的船一天給了我200塊，我原本不想要，但他硬要給我的。看到老二和小川他們賺錢了，你心裡堵得慌是嗎？你真是傻到家了，人家才給你200塊錢，就利用你的船賺了10萬。我給你說，你現在加價還來得及，以後他們要是再想租你的船，你每天就跟他們要1萬塊。行了，苟富貴推着裴向東向外走的時候，恰好就看到了站在外面的江川。小川，你來了。不是說好今晚給你送船的租金來嗎？裴叔啊，背地裡幹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有點太不道德了？壞事幹多了容易惹天怒，當心遭雷劈。你輕哼了一聲之後，便是灰溜溜的離開了。小川啊，別理那家伙，
他就是嫉妒你们今天的收获比他好，这种人就是小心眼，我都不愿意搭理他的。叔，这是今天租船的200块钱，这些烟和酒是我特意买给你的，是我一点心意，算是谢谢你愿意把船租给我们。还有这些海鲜也是今天搞到的，拿过来让你也尝尝鲜。小川，这舍不得，你每天给我200块钱的租金，我都已经感觉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要你的东西呢？叔，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一些心意，如果你看不起我的话，也可以不收，我会原封不动的拿回去。好，我收了，你别生气，这才对嘛。又聊了几句之后，江川就回去了。朦朦胧胧中，打开手机一看，时间才5点钟，转个身，江川继续睡觉。再次睡醒的时候，已经到了上午9点多，外面下着雨，雨势还不小。咋了？外面有人吗？打开大门就看到站在雨里的阿刚，没有打伞，只是披着一个脚对脚的蛇皮袋，头上倒没怎么淋雨，可是身上的衣服都被淋湿了。阿刚，这么大的雨，你站我家门口做什么？哥，我奶让我给你送早餐过来，看，一点都没被雨水打湿呢，我厉害吧？臭小子，你傻呀你不会等雨停了再过来啊？而且你都来了，怎么就不敲敲门，喊我2声啊？你这臭小子，心眼怎么这么湿？嘿，我怕哥没睡醒啊，就没敲门。回到屋里，江川喝着热牛奶，吃着大肉包，而阿刚则是没心没肺的挑逗着乐乐。哥，你发现没有，乐乐这几天好像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着比前段时间要威武有精神多了，而且他的毛发看着也更加的顺滑了。我也发现了，也不知道他得到了什么样的奇遇，居然开始返老还童了。嘿，要是乐乐真的有这种能力的话，要不我们把乐乐杀了吃狗肉吧，说不定我奶吃了乐乐的肉之后，也能实现返老还童。老乐，我真的服了。一旁的乐乐听到阿刚的话之后，顿时破口大骂：哎呦我去，乐乐是不是听懂我刚才说的话呢？怎么看我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你说呢？那可是跟我住了10几年的狗子了，自然是能够听得懂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对，乐乐的确比其他的狗子要聪明多了。没一会儿，三叔也带着一些食物过来了。小川，这是你三婶给你做的早餐和午饭，你赶紧趁着吃点。谢谢三叔三婶了。小川，这2天咱们可能没办法出海了。是啊，这2天的天气的确不适合出海了，那样的话风险太高。不过等雨停了，天气稍微好转一点，咱们可以去海边赶海。到时候潮水退得稍微低一点的时候，肯定会有被冲上海滩的好货。这不行吧？台风还没有完全过去，如果现在贸然去赶海的话，会很危险。等会雨停了再看吧。老高曾经说过，风浪越大鱼越贵。三人简单的聊了一会，中午11点多的时候，雨终于是停了，不过风还是蛮大的。三叔，阿刚，雨已经停了，我准备去海边看看情况，你们2个要不要一起跟着去？哥，你去哪我就去哪，别说是海边了，就算是火山我也敢跟你一起去。我也一起去。老话说得好，危险和机遇是并存的，赌一把。行，那咱们现在就走。我有预感，今天收获肯定会非常不错的。几人走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来到了一片熟悉的沙滩，不过今天却并没有碰到小青。哥，你快看那边，那是啥？黑乎乎的一大片都是，好像是海参，赶紧过去看看。江川的身体被精液给强化过，视力远远的超过了普通人。江涛听了二话不说，直接朝着那边的海参开始狂奔。哥，咱叔的身体还怪好的嘞。哈哈，是啊。江川笑了笑，也是赶忙跟上。过去一看，乌泱泱的一片都是海参，差不多有个10厘米左右的大小。我的，都是我的。三叔，您这是吸精附体了吗？没想到三叔有时候还是挺幽默活泼的嘛。就在三人捡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远处有2个人走了过来。妈妈呀，好多海参！这里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海参？这还用问吗？明显是被浪潮给冲上来的。江川转头一看，就看到胖婶和她男人徐长子正满脸惊喜地看着一大片海参。那个小川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捡海参吗？虽然说大海里的东西是无主之物，捡到自己桶里的就是自己的，可毕竟这么大的一片海参是江川和江涛他们先发现的。如果现在不跟人家打声招呼就贸然去捡的话，人家的心里肯定也不痛快，到时候可能还会影响邻里关系。徐叔，胖婶，这海滩上的东西又不是我的，你们当然可以捡。看到2人这么礼貌，江川毫不在意地说道：好，谢谢了小川。听到江川如此爽快的答应之后，胖婶和徐长子的脸上顿时乐开了花。这么多的海参，就算只捡2桶回去，估计也能卖个好几千块钱。果然，这段时间关于江川的传言一点都没错，跟着江川出来就能碰到好货。很快就过去了1个小时，刚才黑压压的海参，此刻也变得稀稀疏疏。江川他们3个蛇皮袋都快装满了，估摸着也应该有个300-400斤了。胖婶和徐长子也是捡了满满的2大桶，差不多应该有个100斤。哎呀，失算了，应该拿2个蛇皮袋出来的。小川，老三，我们的桶子已经装满了，要不我们帮你们捡吗？不用了，胖婶，既然你们已经装满了，那就先回去吧。这天气一直待在海边还是蛮危险的。那行吧。
今天我们能有这么好的收获，真的很感谢你。等有时间了，婶子给你介绍个媳妇儿。别这么说，胖婶，今天这种天气本来就容易找到好货，你们也是冒着风险过来的，这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不必谢我。至于媳妇就算了吧，我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好呢。说完之后，江川便朝着更远的方向探索了过去。就在刚才，身体中的水灵珠开始轻微的闪烁了起来。江川沿着海岸线探索了10几分钟，突然眼前一亮，卧槽，大白白！我操，居然是白玉海参！白玉海参其实是一种患有白化病的刺参，是刺参基因变异而导致的结果，所以它的数量非常的稀疏。几年前的一次拍卖会上，一只重达1公斤的白玉海参，当时就拍出了33万的天价。片刻的惊喜过后，江川赶紧把这条白玉海参给收了起来，在手里轻轻的掂了掂，至少应该有个1斤往上的重量。如果按照当时拍卖的价格出手的话，那么这一条海参的价格可能就高达15万。捡到这条白玉海参之后，江川也发现水灵珠不再继续闪烁了。小川，那边的海参基本上被捡得差不多了，足足捡了3大蛇皮袋，我感觉应该有个400斤的重量了。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在一片沙滩上居然能够捡到这么多的海参，这种奇观，我估计村子里的人以前绝对没有见识过。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哥，我有点饿啦，要不咱回去吧？今天整了3大袋海参，收获很好了。等下，给你们看一样好东西。妈呀，你居然捡到了白玉海参！哥，白色的海参，这玩意要值钱吗？当然值钱了，这玩意儿特别稀有，我听说价格比黄金还要贵不少呢。那我们又发财了呀！跟着我哥混，果然天天能吃香的喝辣的。现在时间还早，咱们再到周围看看吧。好的哥。在沙滩上走了3个多小时，这次却并没有太好的收获。江涛和阿刚也就捡了一些月亮贝和猫眼螺。三叔，阿刚，咱们走吧。看样子是碰不到好东西了，不过今天的收获也非常的不错。行，那咱们走吧。把所有的海参全部扛回去装车之后，3人便是开车去了县城。刚到收购站，就看到了夏春热情的迎了上来。我的妈呀，你们3个这也太勤快了吧！这台风天气居然还去赶海。哎，没办法呀，台风哪有穷可怕呢？要是我有亿万身家的话，这种天气哪还需要去赶海？早就去会所找嫩模了。你这小子仅仅是10天不到的时间就赚了几十万了吧？居然还在这里哭穷，哈哈，几十万在你们这些有钱人眼中，那叫钱吗？简单的闲聊了几句之后，几人将所有的海参都卸了下来。我去，这么多海参，你们这是捅了海参窝了吧？运气好而已，赶海的时候刚好碰到被潮水冲上来的这些海参。啧，说实话，我真心建议你等会儿去彩票店买几张大乐透或者是双色球，说不定下一个亿万富翁就是你。好，等会一定去。很快3袋子海参就称完了，总共是413斤，每斤的价格也得到了100万。对了，春哥，其实除了刚才那些海参之外，我还在海滩上捡到了一只白玉海参，不知道你这里收不收？白玉海参大不大？我看看，挺大的，应该有1斤多，你去称称。好粗啊！这真是好东西啊！这种白玉海参可是无数少女少妇的最爱。咦！此话一出，江川和阿刚都是鄙视的看着夏春，这家伙平日里看着也老老实实的，怎么也开始说这种骚话呢？嗨，你们这都是啥眼神？不会是想歪了吧？我的意思是，这白玉海参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有着非常棒的美容养颜、抗皱防衰老的功效，所以才深受女性的喜爱。明明就是你自己故意说歪的好吧？就是，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春哥你就别解释了，我们都懂的。算了，懒得跟你们解释了，我去称一下这条海参究竟有多重。最终称出来的结果是756克。小川，这只白玉海参就让给我吧，不要像昨天一样竞价了。我家老爷子很喜欢这种稀罕的玩意，就当是卖我个人情。这只海参我会按照最高的市场价收购。好，既然春哥都这么说了，那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我就喜欢你这豪爽的性格。小川，这只白玉海参我就给你18万吧。前2年在一场拍卖会上，1公斤的一只白玉海参拍出了33万的价格，现在我给你的价格单价已经超过了那只拍卖的海参。行，那就依春哥的。出了收购站之后，阿刚惊喜道：我的奶奶呀，这玩意居然这么值钱！还没有我坤儿大的东西，居然比我们那3袋子刺参贵了好几倍。好好说话，别他妈吹牛！就你那小蚯蚓，以为我没见过还是咋地？哥，我人间不拆行吗？听着2个人的聊天，江涛狠狠地吸了一口烟，便一脸回味道：你俩别贫了，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大材好用，其实很多时候技巧、节奏、速度和频率也是相当重要的。听到三叔的话，2人顿时侧目望去。三叔果然不愧是过来人。离开收购站之后，3人没有选择直接回村，而是去附近的店里买了一些拖网、手抛网和地笼，接着又买了一些鸡鸭牛肉，还有鸡蛋、蔬菜等等的日常食材。一番采购下来，花了差不多3000块钱。随后江川也是直奔彩票店买了200块钱的刮刮乐，然后才美滋滋的朝家赶去。哥，你刮了10几张了，中奖了没有啊？江川黑着脸没有搭理阿刚。彩票这玩意儿
真是容易上头，越玩越气，越气越想玩。哥，你说话啊，是不是中大奖了？江川依旧没有回答，而是在不停地刮着刮刮乐，脸色也是变得越来越黑，甚至都逐渐开始扭曲了。很快刮刮乐就只剩下最后一张了，刮出一看，中了5块钱，花了200块，中了5块钱，这让江川有一种买了一部新手机，充电2小时，使用5分钟的感觉一毛一样。哥，你倒是说话呀，到底中奖了没有？别说话，我想静静。静静是谁啊，哥？静静是你妹。回到村子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王桂花和包小娟也早早的就在门口等待了。看着脸色有点不太对劲的江川，王桂花赶紧开口安慰道：小川，别气馁，赶海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每一次都有收获，我们要学会用平常心去看待。对，婶子说的一点都没错，就算是没什么收获，小川你也不用放在心上。两人的话听得江涛和阿刚一脸疑惑，你俩说啥呢？今天的收获可不低，是我们赶海以来收入最高的一次啊！真的吗？那怎么看着小川闷闷不乐的？那是因为小川刚才买了200块钱的刮刮乐，最终只中了5块钱。啥刮刮乐？不好意思啊，小川，三婶不是故意想笑的，实在是有点没绷住。啥刮刮乐？不好意思啊，小川，三婶不是故意想笑的，实在是有点没绷住。很快，一行人进到江川家里，饭做好后，到了每天晚上的必要环节——分钱。阿婆，三婶，今天是赶海以来收获最高的一次，总共收入是22万1300元。不过刚才我们买了一些捕鱼的工具，差不多花费了3000块钱，所以现在还剩下21万8300块。按照每人2成的分成比例，每人可以分到4万3660块钱，我马上转给你们。说着，江川拿出手机转账，支付宝到账500万元。天哪！就赶海今天你们就挣了这么多吗？整整20多万呀，比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还要高得多。阿婆，三婶，这些收入其实不算什么的，等以后咱们买了大渔船，到时候收入肯定会更多的，就算是一天收入几百万也不是梦。阿婆相信你。一顿饭大家吃的都很开心，吃完之后，王桂花带着阿刚先回去了。等两人离开之后，包小娟这时候拿出了厚厚的一沓钱。三婶，您这是要做什么？小川，你不是一直都在说，就算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吗？这里是5万块钱，是那天晚上你借给我们的那笔钱。现在你三叔跟着你一起挣钱了，所以我想着先把这5万块钱还给你，你不要推脱，不然我们会内疚的。是啊，小川，这钱你就收下吧。你这段时间带着我赚了那么多钱，我们心里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如果这些钱你不收下的话，我和你三婶心里过意不去。三叔、三婶，这5万块钱我给你们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是为了报答你们6年前劳心劳力为我家的付出，以及这些年对我的照顾。这钱我是不会收回去的。如果三叔三婶不把我当自家人，那我无话可说。好吧，那我们就收下吧。小川，在三婶眼里，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刚才那句话以后可不兴说了。我知道的，三婶。送走了三叔三婶之后，江川躺到床上，看了看最近这段时间的收入，目前账户上的余额已经有90多万了。还真是从来都没想到有一天余额上居然会有这么多钱，而且钱居然这么好赚。等先把船买了，这样以后赚钱就有保障了。江川一直思考到凌晨，想着想着就睡着了。4人一早被乐乐给吵醒了。死乐乐，一大清早的不睡觉发什么神经？你要是在大清早的扰我亲吗？信不信我等会儿就搭个狗窝，以后咱们分房睡。乐乐对此发出了委屈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似乎还夹杂着一丝丝疼痛。只见乐乐的嘴里叼着一只3、4斤重的大青蟹，2只大钳子死死地夹着乐乐的2个嘴角。呼哈哈哈！哎，不对，是小青，这小东西怎么跑我家里来了？难道是大半夜被乐乐叼回来的？这也不对啊！外面的门是上了锁的，虽然下面有一条缝，但是乐乐的体型肯定是钻不出去的。江川心中疑惑的时候，又听到了乐乐凄惨的叫声。好了好了，我来救你。小青，住嘴！不，松手！也不对，松开你的钳子。小青立马松开了自己的大钳子，乐乐也是赶忙后退了出去，双眼含泪的看着江川。行了行了，谁让你没事嘴欠去咬小青的？小青你也是，乐乐可是你大哥，以后见了你大哥要放尊敬点。简单的调节了一下2只宠物的矛盾之后，江川才看到屋里的一只7、8斤重的大海螺。卧槽，这么大的椰子螺，这是你给我带过来的？是的，主人。不错不错，这次做得很棒。一个成熟的宠物就应该主动帮主人赚钱。江川很是满意，小青居然主动捡海鲜过来，这的确是有点超出了江川的意料。听到主人的称赞，小青顿时激动的原地打转，那一双芝麻大的双眼中透露着某种渴望。得，我就知道你这小东西无事献殷勤是有想法的。随后心念一动，在空间中提取出2滴精液喂给了小青。一旁的乐乐却是看吃醋了，委屈巴巴的叫唤着：别叫了，肯定也有你的份，你可是我的第1只宠物啊。给乐乐也喂了几滴精液后，江川才把椰子螺拿了起来检查了一番。这玩意上次卖的价格不算高，
这一只应该也就卖个几百块钱，跑一趟县城也不划算。算了，以前也没吃过椰子螺，今天就品尝品尝吧。将椰子螺的螺肉拿出来之后，江川也是准备来一个爆炒椰子螺。虽然江川平时家里不怎么做饭，但是这些最基本的调味料还是有的。准备好之后，起锅烧油，把油烧到6成热，放入葱姜蒜进行煸炒，炒出香味，再倒入豆瓣酱煸香。顷刻间，整个房间弥漫着浓郁的香味。哇，这个味道真是绝了！我果然是一个隐藏的大厨。不一会，一碟香喷喷的爆炒螺肉就出锅了。这味道真是没得说，咸咸适中，香辣可口。螺肉煸炒的也是恰到好处，脆而不柴，口感清脆滑嫩。几分钟，满满一碟的肉已经被江川给吃了个干干净净。一直听说这椰子螺的螺肉很老很柴，吃起来很费劲，看样子这个消息有点不太准确啊。突然，小青用自己的大钳子扯着江川的裤子。咋了？你也想吃螺肉？小青不停地挥舞着自己的大钳子，看江川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立刻跑到了椰子螺壳的旁边，直接用大钳子开始用力的夹螺壳。难道这椰子螺的壳里面有好东西吗？他知道这种椰子螺能够生产珍珠，而且是价格非常昂贵的美乐珠。听说在湘江那边，一颗20克的美乐珠更是卖出了200多万的天价。就在江川思考的时候，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坚硬的椰子螺壳直接被小青的大钳子给夹碎了。我的妈呀！这小东西力量这么大了吗？还没等江川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小青已经用自己的大钳子在螺壳碎屑中扒拉出了一颗正圆形的橙红色珠子，推到了江川的面前。我的天，真的有美乐珠！小青，你太棒了，太让我惊喜了。江川小心翼翼地将珠子给拿了起来，认认真真地开始观摩。不知道这颗珠子能不能卖到100万？有100万的话，可以订购一个大一点的渔船了。心中有了主意之后，立刻给苏小小发了一张照片。苏小姐，意外获得一颗美乐珠，有兴趣吗？在家等我，别联系其他人，最多2小时就到。说完便没有了动静，江川便开始在网上搜索起了关于美乐珠的资料以及以往的成交价格。江川刚吃完午饭，来到门口，就看到苏小小和一个年近70的老头。苏小姐，这位是？江先生你好，我是苏氏古董店的店长苏正天，不请自来实在抱歉。苏老不必客气，请跟我进来吧。来到屋子之后，江川给2人泡了一杯茶。我看苏先生跟小小年纪一般大，以后我就叫你小川吧，一个称呼而已，您乐意就成。江先生，我可以看看那个美乐珠吗？当然没问题。说完，随后拿出了背部包着的美乐珠。苏正天则拿出放大镜，开始仔细地观摩了起来。不错不错，色泽艳丽，质地光滑，形状也无限接近于正圆形，是一颗品质极高的美乐珠。小川，你这颗珠子真的打算出手吗？这颗美乐珠的品相很好，留着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而且我想你也已经查过关于美乐珠的资料了。是的，苏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民而已，这颗珠子放在我这里没有任何的价值，只会在这里积灰而已，所以只有换成钱才能体现出它的价格。你的回答倒是实在，这玩意对普通人来说的确是卖掉更加的划算。那江先生，这颗美乐珠你打算多少钱出手？刚才2位也看过了，这颗美乐珠品相极好，所以价格方面，我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当然了，我刚才不仅仅是联系了你们，同时还联系了其他一些喜欢这种天然珍珠的老板。江先生，这颗美乐珠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极品，但是这些年大家对于这些天然珍珠的喜欢程度比不上10几20年前了，所以我们入手美乐珠其实也是冒着一定风险的。苏小姐，我喜欢和直爽的人打交道，刚才那些话就不必说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你们愿意出多少钱。如果你们给出的价格超过了刚才出价的那些老板，或者说你们给出的价格让我满意的话，咱们立刻成交。当然，就算是最终双方的意见不一致也无妨，毕竟买卖不成仁义在。苏小小和苏正天2人互换眼神之后，江先生，这颗美乐珠我们愿意出80万的价格收购，每颗的均价超过了6万，我想我们出的这个价格绝对比你认识的那些老板出价更高。听到价格后，江川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怎么，江先生觉得这样的价格低了吗？的确太低了，而且我甚至有点怀疑你们此次前来的诚意。小川啊，那你想要多少钱出手呢？也可以先报一个你心里预期的价格，到时候咱们再好好商量嘛。毕竟做生意讨价还价，这都是非常正常的。200万。江先生，我承认这颗美乐珠的确很值钱，但绝对值不了200万。小川啊，你这颗美乐珠200万的确是价格太高了，以这个价格收购的话，我们是要亏钱的。这样吧，100万，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出手的话，咱们现在就交易。苏老，那我也明说了，180万，一个字都不能再少了。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价格还行，那就交易；如果觉得这价格让你们无法接受，那咱们下次再合作。2人的面色有些纠结，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在他们的底线上来回的蹦跶了。以他们的资源和人脉，这颗美乐珠绝对是稳赚不亏的，也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好吧，就180万吧。这颗美乐珠经过自己的手段营销和炒作的话，出手价格肯定能突破180万，就是赚的稍微少一点，不过也无妨。
总比白跑一趟要划算。两位果然都是痛快人，那合作愉快。看到他俩刚才纠结的表情后，江川就已经知道他们肯定会答应的。苏老，苏小姐，今天要不就在我这里吃饭吧？刚好昨天买了一些食材，我的厨艺还不赖。不了，我们过来之前已经吃过了。既然现在交易达成，那我们就回去了。店里有些事还需要我们处理呢。行，既然两位还有事情的话，那我便不挽留了。小川啊，以后你要是再遇到这些宝贝，可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我们给出的价格绝对是会让你满意的。好的，一定。简单的寒暄了几句之后，江川送走了两人。爷爷，我们是不是买贵了？原本我以为80万就能拿下来，现在足足多出了100万。江川那小子也真是的，原本以为是只小白羊，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一只老狐狸嘛。不，这颗美乐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180万。倒是刚才那小子挺有趣的，虽然只是一个偏远渔村的少年，却有着超过同龄人的沉稳和魄力。爷爷，不仅如此呢，江川那家伙前几天刚出手了一颗极品鲍鱼珍珠，今天又是一颗美乐珠。看着银行卡上的存款，江川乐得龇牙咧嘴。这就200多万身价了呀！以前还真是从未发现赚钱可以如此的轻松。有了这200多万的存款之后，自己现在应该也算是排入了小有钱人的行列了。下午2点半，江川准备去村委会一趟，看看能不能这几天把宅基地的事情搞定。来到村里小卖部买点东西。冯叔，给我来2条华子，再给我拿2瓶最好的酒。我的乖乖，你这小子最近还真是发达了呀，居然都开始抽华子了。我听裴老二说，你们前2天出海一趟就赚了10多万，看样子这个消息是真的了。冯叔，你这是又准备查户口了是吗？哈哈，纯粹就是好奇而已。说着，冯俊从里面拿出了2条华子、2瓶洋河梦之蓝。扫码后，江川用黑色袋子装好烟酒，前往村委会。杨书记，我听说您家前段时间乔迁新居了是吗？你看我当时也没听到消息，所以就没过去给你们祝贺。这2天我是越想越愧疚，所以想着过来补一下的。还请杨书记千万不要推辞，否则我会睡不着觉的。我家的乔迁新居，那他妈不是3月初的事情吗？这都过去半年了呀！我丢华子、梦之蓝，这2条华子、2瓶梦之蓝，足足3000块钱呀！杨书记，您该不会不给我弥补的机会吧？那样我可会睡不着觉的。臭小子，叫啥杨书记？多见外啊！没人的时候叫杨叔就行了。好嘞，杨叔。说吧，来找杨叔啥事？杨叔，咱们村西头马路对面那几家人不是都搬去大城市居住了吗？所以我想着把他们的那片宅基地给买下来。原来是这件事呀！那几家人的宅基地应该是不会再居住了。不过你买那里的地干啥？那块地距离海边太近了，如果在那里修房子的话，晚上太吵了。难道你是打算建造养猪场？杨叔，用处的话以后我再告诉你。如果你能帮忙说通那几家人便宜点卖给我的话，我可以每瓶给你50块的辛苦费。听到江川的话，杨耀祥眼神闪出了一抹光芒。那片宅基地的总面积至少有个500平了，如果每平给自己50块的好处费，那可就是轻轻松松赚25000块啊！而且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赚2万多，有钱不赚王八蛋。放心，你的事情就是杨叔的事情，这件事情杨叔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那便谢谢杨叔了。你看你小子又跟叔客气了不是？以后再有这种事尽管来找叔，叔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好，我相信杨叔的能力。谈好后，走出村委会，江川哼着小曲回家了。江川走出村委会，刚到家，三叔就打来了电话。小车，等会儿要不要出去赶海啊？这突然闲下来，待在家里还真是够无聊的，感觉都快发毛了。要不咱们出去看看吧？就算是随便捡一些清口味、辣螺之类的也不错。行啊，我也觉得挺无聊的。要不咱们直接出海去婆婆岛吧？我怕现在出门赶海身后会跟一大群人。刚才从村委会回来的路上，见到了好几个婶子和大妈，都是纷纷上前献殷勤，叫江川赶海的时候可千万要通知他们一声。而且到现在外面还有好几个妇女在自家门口不停地徘徊，像是某个神秘组织的特工一样，一个个都看着神秘兮兮的，估计就是在等着江川出门赶海，好跟在后面捡便宜。那也成，不过现在都快下午4点了，我们去婆婆岛估计也需要2个小时左右，晚上怕是赶不回来。不用担心，大不了今晚咱们就在婆婆岛来一次孤岛生存，随便凑合完全没问题。行，听你的，那我赶紧准备，你通知一下阿刚，咱们4点半准时出发。好的。挂断电话，给阿刚发了一条信息，开始收拾赶海的东西。下午4点半，三人带着乐乐准时来到码头。三叔，你们2个这包里背的都是啥东西啊？哈哈，都是你三婶刚才准备的，有一些盒饭、防潮垫、洗漱用品之类的。哥，你看，有打火机、零食、饮料，还有1瓶酒。我奶说你和三叔都能喝，给你们拿上1瓶驱寒暖胃。江川看着阿刚将包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的拿了出来，啤酒、饮料、八宝粥、瓜子、花生方便面，应有尽有。这扑克牌是咋回事啊？嘿，我奶说怕我们在岛上无聊，说无聊的时候咱们可以在岛上斗地主。其实我本来想背麻将的，这不差1人吗？得，
你还真当是去旅游啊？小川，你快看，海面上怎么漂浮着一条鱼？就在距离他们30-40米的位置，海面上漂浮着一条鱼，也不知道是溺水了还是被淹死了。三叔驾驶着渔船朝那条鱼慢慢靠近。这条鱼好大呀，看着至少有个10几20斤吧。江川立刻拿起手抄网，将鱼给抄了起来，拎着沉甸甸的，感觉应该有20斤左右了。哥，这是什么鱼呀？长得怎么跟个锤子一样？江川认真的打量了起来，看了半天也认不出这是一条什么鱼。三叔，你认得这是啥鱼不？这是黄条虱，这么大的一条黄条虱，要是活的的话，那可就发财了，真是太可惜了。这鱼很贵吗？的确很贵，这种鱼每斤的价格基本都超过了1000元，甚至有可能达到1500块钱。这一条鱼看着应该有个20斤左右了，如果是活鱼的话，这条鱼保守估计也能卖到3万块。不过现在实在是可惜了。等等，这条鱼好像还没有死透。江川突然感觉这条鱼的尾巴好像动了一下。啥？没死？江涛赶忙上前查看，这条鱼的身体晃动的幅度也在逐渐变大。妈呀，还真没死。哥，这条鱼是不是游泳技术不行，被淹晕过去了？滚犊子！三叔，这条鱼动静好像越来越大了，看样子刚才应该的确是晕过去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赶紧把它养到活舱里面吧，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好。说完，小心翼翼地抱着那条黄条虱放进了活舱。哥，你看那是啥玩意？花花绿绿的。江川顺着阿刚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就看到了一只骚里骚气的七彩螳螂虾。铁锤。看到铁锤，江川心中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难不成刚才的那只黄条虱是铁锤用他的铁拳给打晕的吗？看到主人注意到了自己之后，铁锤激动地在海水里面翻跟头。哥，那只皮皮虾看着好骚好嚣张啊，我好想把它捞上来抽2巴掌。看着在水里不停翻跟斗，甚至有些挑衅韵味的铁锤，阿刚握着拳头说道：行了，那只七彩螳螂虾是我上次潜海的时候在海底遇到的，这小东西和小青一样，好像对我都有一种特殊的喜欢，我有点怀疑刚才的那条黄条虱就是他给咱们送过来的。啥？小川，你是在说笑吧？虽然三叔很想相信你，但是这的确是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了。那小玩意看着最多也就20几厘米，刚才的那条黄条虱都有近半米了。哈哈，我也只是大胆的猜测而已。哥，要不咱试着让他再去给我们送一条鱼过来，这样不就可以验证你刚才所说的话了吗？其实我是100%的相信哥的话的。有道理，要不你给他说。好嘞，那我试试我的嘴灵不灵，嘿嘿。随后阿刚蹲在船边贱兮兮的对铁锤道：皮皮虾，快点再去给我们弄一条刚才那样的鱼回来，弄回来我就不锤你怎么样。铁锤瞄了一眼江川，得到江川肯定的点头后，身体一跃便是消失在了三人的面前。很快10分钟就过去了，海面平静无波，并没有鱼冒上来，铁锤也不见了踪影。走吧小川，那小玩意应该是不会上来了。等一下，三叔来了。几秒钟后，又是一条黄条虱冒出了海面，铁锤就在黄条虱的后面，继续兴高采烈地翻着跟头。我的妈呀，我这是又起猛了吗？这事情也太离奇了吧！一只皮皮虾居然能够听懂小川的话。三叔，时代变了。小屁孩，别这么跟三叔说话。嘿嘿，我错了哥。小川啊，阿刚才说的没错，时代好像真的变了，这些小玩意儿感觉像是成了精一样。江涛很是疑惑，不是说建国之后不许成精吗？难不成小川和阿刚这俩孩子都得到了妈祖娘娘的庇护？蹊跷，太蹊跷了。将黄条虱和铁锤一起捞上来后，江川把黄条虱递给了三叔。乖，又是20斤的黄条虱，这条好像也没死透，这次真的发财了，光是这2条黄条虱估计就能值个6、7万了。江涛高兴得合不拢嘴，出海还没有1个小时，就上货2条价值连城的黄条虱。小东西做得不错，这是给你的奖励。江川低声夸赞了一声铁锤，在空间里面提取出2滴精液喂给了铁锤。此刻江川心情是无比激动的，体长仅有20公分的铁锤就能轻松拿捏比他庞大几10倍的黄条虱，这要是以后喂养到2、3米的体型，那一锤下去不得干碎大白鲨的大脑瓜子。越想江川就越觉得兴奋了，这小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等铁锤消化了2滴精滴之后，重新把它放回了大海。不过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铁锤并没有弄上来好货，就打晕了2条马鲛鱼送了上来。这种普通马鲛鱼的价格一斤顶多也就50、60块，和黄条虱的价格简直是天壤之别。下午7点半的时候，三人终于是顺利来到了婆婆岛。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啊！确实，做了几10年的渔民，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漂亮的景色。夕阳映海浪，金黄5000波，余晖抚苍穹，暮霭染碧空。哥，好诗啊，真是吟的一首好诗。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哥还有吟诗作对这方面的才能呢？行了，休息一下，咱们到附近的海滩赶海。你俩休息吧，我先去看看周围的情况。江涛在家里待了1天，显然是有点坐不住了，提着桶便直接开工了。2人刚休息几分钟，你俩赶紧来这边，这边有好多猫眼螺的小孔。2人走过去一看，的确有很多小孔，这种孔里面基本上都藏着猫眼螺。3人也是拿起沙铲，
在小小的沙滩上挖呀挖呀挖，挖小小的浅坑，抓大大的螺。叔哥，你们快看哦，这个猫眼螺的肉好肥啊，比我的拳头都要大了。说着用力一捏，水就开始向往四面八方乱喷。不错不错，这只猫眼螺的确很大，等会儿给咱们当下酒菜。你们看我这个也好肥啊，我都好久没有抓到过这么肥的猫眼螺了。这个海岛的资源果然很丰富。这种尺度的猫眼螺在村子周围的那些海域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了，而这些小海岛平时也没什么人光顾，主要是那些妇女没办法过来，而那些出海打鱼的渔民又看不上这样的小海岛。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9点半。啊，不行了哥，我的腰又开始有些疼了，咱们休息一会吧。好，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吧，这也挖了大半桶了。一直弯着腰挖猫眼螺，的确是一件非常费腰的事情。今天的收获真不错啊，那2条黄条是估计能卖个6、7万块钱，再加上这些猫眼螺，应该也有个6、70斤了。每斤按照30块钱来算的话，这也是2000块左右的收入了。没过多久，3人就升起了篝火，拿出了不锈钢锅，把盒饭热了热，又拿出了几瓶啤酒，美滋滋的吃了起来。哇，疲惫的时候喝上一口冰冰凉凉的啤酒，真是太舒服了。哥，要不要喝白的？算了吧，等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咱们还要继续赶海，白的就先不喝了吧。哥，猫眼螺煮好了，快尝尝吧。说着从锅里捞出煮好的猫眼螺，直接递给了江川。一起吃吧，说起来好久没吃猫眼螺了。掏出肉质饱满的螺肉，在刚才用小米辣、香菜、美极鲜调好的酱汁里狠狠地蘸了蘸，轻轻地咬了一口，肉质肥美细嫩，口感爽滑清脆，真是美味啊！来，小川、阿刚，咱们走一个。说完咕噜噜地喝了起来，这种轻松自在、酣畅淋漓的感觉真是太爽了，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以前在码头做事的时候，一天就180块，哪有时间像现在这样自在？很快3人就吃饱喝足，江川也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包华子，然后递给了3叔一根，自己掏出一根点燃，长长的吸了一口。哥，你咋不给我呢？你个小屁孩，还没有烟屁股高，抽啥烟？哥，我只比你小半岁而已啊。最后在阿刚的软磨硬泡之下，江川也只好给了阿刚一根烟抽完，3人也顿时神清气爽。好了，继续干活，这趟我们的目标是先赚他50个 W。好，为了50个 W 开干。钱这个东西就是有这种神奇的魔力。3人干劲满满的来到南边的海滩，就看到海滩上有很多的小孔。3叔、阿刚，这边有好货。这好像是沙长虫留下的小孔。沙长虫学名裸体方心革虫，大多数地方称之为沙虫。沙虫整条都可入药，有清肺止咳、健脾开胃、滋阴降火的功效。一斤新鲜的沙虫价格超过了100块钱，晒干之后的沙虫每斤的价格更是能够达到1000到1400块之间。3人立刻开始挖了起来，且这些沙虫的个头还不小，有些甚至都跟江川的中指一样粗了。时间一晃，已经到了凌晨2点多。此时整片南面的沙滩像是被耕耘过的一般满目疮痍。阿刚和3叔早就已经被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虽然挖沙虫并不算是一种特别消耗体力的活，可是需要一直弯着腰或者是蹲着，时间长了自然是相当的疲惫。江川虽然稍微好一点，但是额头也已经渗出了汗滴。行了行了，今天到此为止吧。3叔，这片区域的沙虫应该被我们挖的差不多了，你们2个先去休息吧，我再稍微挖一下。这玩意儿可金贵着呢，一斤就要100多块钱，要是再多个2、3斤，咱们这一趟的油钱就省出来了。江涛虽然感觉浑身疲惫，但就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不行，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去好好休息，钱是挣不完的，要是为了几百块钱把自己的身子给累垮了，那可不划算。行，听你的。江涛嘿嘿嘿的笑了笑，他知道江川是在关心自己的身体，只不过自己这穷哈哈性格，一时半会儿怕是很难改过来了。回到船边的时候，3人清点了一下这些沙虫的收获，3个桶基本上已经装满了，目测应该也有个100多斤重。如果每斤按照100块价格来算的话，这3桶应该也值个万把块钱了。阿刚，把你的那瓶酒拿出来吧，这挺累的，突然就想整上2口。好嘞，叔。随后将那瓶白酒给拿了出来，然后又从背包里面拿出了几个保鲜膜包着的东西，里面放着的居然是花生米和卤鸡爪。我去，你这包还真是百宝箱啊，真是要啥有啥。嘿，差不多快没了。打开酒瓶，3人各自倒上了一杯，一边喝酒一边吃着花生米和卤鸡爪。不得不说，花生米和卤鸡爪还真是最好的下酒菜。没过多久，一瓶酒就被3人喝了个精光，稍微有些上头，身体的疲惫也逐渐消散。这种微醺的感觉最适合睡觉了。找了一块相对比较干燥的地方，铺上了防潮垫之后，3人便席地而睡。乐乐则是趴在一旁给3人充当保镖的角色。一觉睡醒，东边已经升起了一抹鱼肚白，清晨的海风中带着丝丝凉意。咦，3叔呢？主人，他在那边。江涛此刻在海边翻着海滩，一边挖沙，嘴里还一边哼哼着。好运来啊，我们好运来，好运来啊，带来喜和爱。看到江川过来之后，开心的打招呼。行了呀，快过来看我刚才的收获，又挖到了好几斤沙虫，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钱呀。哇，的确挺多的。嗨，这趟油钱算是挖出来了，
阿刚那小子还在睡吗？阿刚酒量不行，昨晚可能是有些喝多了，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反正今天咱们有一整天的时间。说完便去不远处的礁石堆看看情况。走到礁石堆边，很快就在一块礁石下面看到了几条细小的触须，一把就把礁石给磨开了，里面藏匿着7、8只小白章。居然是小白章，好东西啊！小白章的头一般不会长得太大，肉质却非常的滑嫩 Q 弹，一些地方还流传着一句话：3章1头羊。所以这种小白章的价格在市面上一般能达到280到300块一斤。这片区域的小白章还挺多，10几分钟的时间，江川的桶就被盖住了，半个小时就抓了10几斤。今天的早餐就吃红烧小白章吧，夹着馒头吃的话，味道应该不错。来到船边，阿刚已经醒了，三叔也开始在制作早餐。咋样？礁石区那边有好东西吗？还不错，抓到了10几斤小白章，应该能卖个2、3千的样子。小白章，哥，这小白章我以前吃过几次，特别的好吃，要不咱留几个尝尝鲜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一会儿做一些出来吃吃，回去再拿几斤给阿婆和三婶也尝尝，剩下的再拿去卖。既然遇到了好东西，那自然是先要满足我们自己的口腹之欲了，可不能亏待了自己。很快一锅小章鱼就做好了，只是加了一些油、一些葱姜蒜火锅底料，然后爆炒了一下，味道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一口咬下去，小章鱼里面都是籽，很鲜，很爽脆可口。还是这种小章鱼最好吃了，那些大章鱼咬着肉有点太柴了，就像是橡皮胶一样。的确挺好吃的，一口一个。很快一锅爆炒小章鱼就见了底，江涛也是一脸满足的点燃了一支烟，狠狠的吸了一口。这种生活真是太舒服了，不仅能赚钱，还能满足口腹之欲。哥，我觉得以后咱们要多来荒野求生几次，在荒岛上吃东西，感觉也别有一番风味。好，吃饱喝足，三人上船之后，江涛检查了一下昨天抓到的2条黄条尸。咦，真是神奇！昨天明明看着都不行了，没想到缓了一个晚上，居然变得这么有活力了。想不通的摇了摇头，也不再想了。驾驶渔船在海上行驶了1个小时，把网准备好，等会应该就会有鱼了。好嘞，江川用意念操控，在这片区域滴了2滴精液。没过一会儿的时间，就看到一些鱼突然冒了出来，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朝着这边冲刺。鱼体长而侧扁，体色呈银灰色，身上依稀能够看到暗色的横纹和斑点，是马鲛鱼。马鲛鱼又称之为鲅鱼，好一点的1斤能卖到200块钱左右，不过普遍价格都在每斤60多块钱上下浮动。如果是那种个头庞大、极为罕见的马鲛鱼的话，价格自然是另当别论。天哪，这么多马鲛鱼，太幸运了！阿刚，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叔。一大群马鲛鱼只顾着贪婪的吸收精液，浑然不知危险降临。拖网迅速的收拢，大量的马鲛鱼直接被一网拿下。小川，赶紧过来帮忙，这一网估计得有个7、800斤了。3人合力，足足折腾了10分钟的时间，一网马鲛鱼才被拖上了船。三叔和阿刚早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江川脸色倒是显得比较平静，毕竟身体一直在被精液强化。妈呀，这一网马鲛鱼估计得有个900斤了，甚至破1000斤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刚才到底是怎么把这么重的鱼货给拖上来的？叔，我常听人说咱们的身体中有意想不到的潜能，在紧急时刻就会释放这种潜能。刚才我们应该是潜能大爆发了，才可以把这么重的马鲛鱼给拖上船的。对，阿刚说的一点都没错，肯定是潜力大爆发。是这样吗？算了，不管了，我们先把鱼都弄到货舱里。等等，三叔，你看那里面那条马鲛鱼，看上去好大呀，这好像是一条鱼王吧？比其他的马鲛鱼要大太多了。我看看，这好像是一条蓝点马鲛鱼吧？蓝点马鲛鱼比普通的马鲛鱼价格要高得多，这么大的一条有个30、40斤了，一般都是按条来卖的。没错，就是蓝点马鲛鱼，居然这么大！啧，你这小子的运气真是绝了。昨天的黄条尸，昨晚的沙虫，加上这些马鲛鱼，价格绝对是轻轻松松能够突破15万，甚至有可能达到20万。哈哈，三叔，这也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运气好，只能说明是咱们3个人的财运比较旺。嘿，我们都懂。他和阿刚运气肯定很一般，要是运气好的话，也不至于之前生活过得如此艰苦。而且前些年他已经出海了10几年，也很少能够见到这种收获。哥，我听人说过分的谦虚就是一种骄傲了。行了，赶紧先把这些鱼货整理完，说不定等会儿还会有收获。随后3人开始整理这些马鲛鱼，货舱基本上都快被装满了。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江川又是如法炮制，利用精液捕鱼。不过这2次倒是没什么收获，只捕到了一些小鱼小虾，值不了几个钱。既然捕鱼没什么收获，江川便打算去海底好好的探索一番。三叔，我想再去海底探索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到上次那样的好东西。行，这次你和阿刚一起下去吧，我来控制船。好的。随后2人换上了潜水设备，腰间挂着网笼，手里拿着手抄网，直接一头扎进水里。来到海底，一眼望去都是色彩艳丽的小鱼群以及五彩斑斓的珊瑚礁，给人一种置身于童话世界中的感觉。江川也是给阿刚做了个手势，让分头探索。刚转头就发现眼前的珊瑚礁缝隙里有东西。我操，
花尾鹰汪。江川和阿刚一下到海底，就在珊瑚礁的缝隙里发现了一条三刀鱼。三刀鱼学名花尾鹰翁，深受一些老饕的喜欢，因此也被赋予了鱼王的称号。好东西啊！这一条三刀看着有个2斤了。随后直接将眼前的三刀收入腰间的网袋里，继续往前探索。基本上每游个几米就能够看到体型和刚才那只差不多的三刀鱼，全部收入网袋里。很快就过去了半小时，网袋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里面都是清一色的三刀鱼，基本上都在1斤多到2斤多的重量，总共有个100来斤了。看了看四周，已经没什么好货了。可以回去了。游上海面之后，江涛将满满当当的网袋给拖了上去。小川，这么多货啊，这里面都是啥呀？大多数都是三刀，估摸着有个100斤左右，应该能值不少钱。啥？都是三刀？我的天哪！大家都说近些年的野生三刀越来越少了，那些大渔船一趟也收不了几只三刀啊。三叔，三刀鱼的生活习性本来就是最喜欢待在珊瑚礁区域，而拖网又不敢放得太深，那些大船自然是不容易捕捉到三刀鱼。下面其实三刀鱼还挺多的。西西哥，你运气真好啊！你收获怎么样？有没有抓到什么好货？哎呀，别问了，哥，大差不差的，都差不多，嘿嘿。嘿，你小子还不好意思了。收拾好渔获，一晃就到了下午2点多。三人简单的泡了个泡面，开始返航。拿出手机一看，全都是夏春打来的未接电话和未接视频。怎么了，春哥？怎么打这么多的电话？卧槽，终于能联系到你小子了，我还以为你失联了呢。小川，今天是不是去出海了？有没有收获？早上的时候，秦小雪和刘哥都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手里有没有好货。他们今天都要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你小子从今天早上就失去了联系，想必今天的收获应该不差吧？要不要我去镇上码头接你？可以接一下。行，我马上过去。半个小时后，夏春已经在码头等着了。好小子，你们昨天晚上不会是在船上过夜了吧？大清早的打你电话就没人接。昨天晚上的确是在一个小岛上过夜的。对了，今天一大早，秦小雪和刘哥就给我打电话，说是要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问我这边有没有好货，还问了你的联系方式。不过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并没有把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今天收获还不错，有2尾10几斤重的黄条狮，1尾大概40斤的蓝点马鲛鱼，还有差不多100斤的三刀，还有大概1000斤的普通马鲛鱼，剩余的就是一些不怎么值钱的杂货了。卧槽，这叫收获还不错吗？这简直就是非常的不错，好吧？你知不知道刚才你这些话被其他的渔民知道，你可是要挨揍的。好了，赶紧先把这些货全部运回去吧。既然你说秦小雪和刘哥都需要海鲜，那就让他们过来看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他们瞧得上眼的。行，我叫人先把货拿过去，马上给刘哥和秦小雪打电话。到收购站的时候，刚好是下午5点。看到江川和夏春过来之后，刘波直接笑呵呵的来到了江川的面前。江老弟，今天收穫怎麼樣？快讓我看看有啥好貨，我可等了你足足1天了。小春子這臭小子也真是的，讓他把你的聯繫方式給我，就是不給，生怕我搶他生意遲的。劉哥這麼說可就有點冤枉我了，我這不是沒有徵得小川的同意，才不敢擅自把他的號碼給你嗎？我可不是怕你搶我生意，這不小川同意之後，我就第一時間聯繫你了嗎？行，這麼說還算你小子有點良心。江先生，這些三刀魚能不能全部賣給我？價格方面請您放心，我一定會按照市場最高價支付給您，絕對會讓您滿意的。哈哈，秦小姐，這怕是不太行我酒店那邊也有貴客等着這樣的好貨呢。我也從一早上就開始聯繫小春子了，這要是所有的三刀都讓給你了，我這不就白跑一趟了嗎？那我們要不還是採取競價的方式吧，這樣對大家都公平。行，這個我贊同。2位老闆，這次沒必要競價了，免得大家傷了和氣。這批三刀魚足足有100來斤，你們一人一半應該也能應付那些客人了。依我看，這些三刀魚2位就一人一半吧。行，江老弟這個提議不錯，50斤三刀的話，的確能夠應付我酒店的客人了。哈哈，不過你小子，競價的話，這些魚可能會讓你賺得更多，不覺得心痛嗎？有啥好心疼的？少賺點錢可以讓2位大老闆對我都留下好的印象，說不定因此我會賺得更多。我認為這是很划算的。你小子真敞亮，要不是酒店還有事情，今晚非得和你喝2盅。行，春哥稱重吧。好嘞。很快所有的魚貨就全部稱好了。小川，三刀魚總共126斤，2條黃條獅，1條22斤，1條17斤，總共39斤。那條藍點馬鮫魚總重48斤，普通的那些馬鮫魚總重1054斤，還有就是沙蟲，總共121斤，貓眼螺134斤。劉哥，秦小姐，這些三刀魚總重126斤，所以你們每個人可以分到63斤。夠了，我們酒店也就10幾個客人，一個人吃4、5斤，綽有餘了。江老弟，你是個痛快人，而且你和其他的那些漁民有點不太一樣。
既然你痛快，那我这个当哥哥的也不能让你吃亏。市面上现在野生的三刀一般都在1500到2000块浮动，我给你每斤3000块的价格。行，既然刘哥这么说，那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刘老板给出的这个价格倒也合理，那我也按照这个价格来支付吧。对了，老弟，我看那2條黃條也很不錯，要不一併讓給我吧？價格方面你完全不用擔心，我也按照高出市場價的價格支付給你。我说刘哥，你都得到了60多斤三刀鱼了，给小弟我也留口汤喝吧。这2条黄条尸就让给我，我好歹也算是给你们搭桥牵线的人，总不能让我连口汤都喝不上吧？好吧，倒是我欠缺考慮了，那這2條黃條我就不染指了。随后2人把钱打给了江川，126斤的三刀鱼，总共卖出了37万8000块钱的天价。等刘波和秦小雪走了之后，小川，我可没有刚才那2位老板那么多钱和开价的魄力，不过你放心，我也不会占你便宜。这2条黄条尸，我按照2000块1斤收购，这样的价格也绝对高于市场价。行，我相信春哥，要是没有你牵线，今天也赚不了这么多。好，最大的那条蓝点马鲛鱼，我给8万8000块，那些普通的马鲛鱼，每斤按照65块，总共就是6万8510块钱。沙虫每斤140块，总共16940块。134斤猫眼螺，每斤30块，总共4020块，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海货，总共25万8430块。所有的钱结清后，走出收购站，一路上江涛和阿刚都感觉轻飘飘的。从昨天下午4点多出发，到今天下午4点多回来，刚好1天的时间，居然就挣了60多万，这可是普通渔民10年的收入啊！这泼天的富贵来得太过于突然，让2人都感觉太不真实了。江川1天挣了60多万，奢侈一回，打了辆的士回到村里。你们怎么坐出租车回来呢？婶子，我们这次没开3轮车，走过来要2-3小时呢。啊，对，是婶子糊涂了，把这茬给忘记了。小川，老三，走，咱今晚去我家吃晚饭，我俩中午就已经把饭菜给备好了。就是，赶紧过去。婶子早上就宰了2只鸡，我俩中午又去镇上买了一些肉菜，就等着你们回来了。到了阿刚家，阿婆和三婶赶忙到厨房去准备晚餐了。江川则仔细地看了看房间，发现阿刚家的房子墙体早就已经不成样子了。阿刚，家里的房子看着很危险了，以前咱手里没钱，现在手头也算是比较宽裕了，你也应该好好想想把房子翻新一下了，这样你和阿婆住的心里也踏实。我知道的哥，奶奶前几天也跟我说过这件事情，说是现在的女孩子都很挑剔，结婚都是要房要车之类的，所以结婚之前要把房子好好的翻新一下，最好是再买1辆车，这样我娶媳妇儿的事情就妥了。哈哈，看来阿婆最担心的就是你的终身大事啊。是啊，我奶还等着抱大虫孙子呢，所以我得加把劲了。没多久，一桌子可口的饭菜就已经做好了，有肉有酒，三刀鱼和马鲛鱼也都上桌了，还有一大盘爆炒小章鱼。如果是以前，王桂花和包小娟肯定是舍不得做这么一张桌子昂贵的食物的。阿婆、三婶，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把钱分完了再吃饭。这次出海是我们赚的最多的一次，总收入为63万6430块钱，每个人2成的话，就是12万7286块钱。去掉油钱和传播费的话，每个人大概能分到12万7000块钱。说完，江川立刻把钱给2人转了过去。小川啊，阿婆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杯酒，阿婆给你斟。别这样，阿婆，您是长辈，我怎么担当得起？不，你能担当得起，这个世界上也唯有你能担当得起。阿婆，我也啥话都不说了，我向您保证，以后只要有我江川一口吃的，我就绝对不会让阿刚饿着。说完，江川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接下来的时间，气氛变得热闹了起来，几人一边喝酒一边吃菜，房间里面充斥着欢声笑语。酒过3巡，饭过5味。小川啊，大后天就是9月9，祭拜妈祖娘娘的日子了，今年咱们可一定要去妈祖娘娘庙还愿。阿婆说的没错，大后天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感谢妈祖娘娘的恩泽。好，等明天或后天咱们去一趟县城，大后天早些过去。行，置办祭拜用品的事情就给我来办，你们年轻人对这些可能不是特别的懂。吃完饭回到家，简单的洗了个澡，刚打开手机就看到让他震惊的消息。震惊！今日上午，南海市拍卖会惊现63克拉的极品美乐珠，被一位神秘富豪以300万的价格拍下。看到那颗美乐珠，正是昨天苏小小从自己手里花了180万买去的那一颗。我尼玛，这才1天，他们就净赚120万，我特么人麻了呀！早知道这个美乐珠这么值钱，当时就应该200万不松口的。当时看到苏小小那饥渴的眼神时，还以为把他们轻松拿捏了。操，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哎，算了，能卖那么多也是他们的本事，放我这里还不一定能卖到那么多。心中释然之后，还是给苏小小发去消息。苏小姐，恭喜了！没想到这才1天的时间，那颗美乐珠居然在你们的手中价值就翻了那么多。是啊，苏先生，这是后悔了吗？别误会，
我只是纯粹的为了恭喜你们，毕竟你们能够把那个美乐珠高价卖出去，这本来就是你们的能力，说明了你们的人脉和资源，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江先生真是大格局，以后要是再遇到这样的天然珍珠，可一定要联系我哦，我给您的价格一定是不会让您吃亏的。简单的聊了聊，突然来了一条好友申请信息，就简单明了的秦小雪3个字。江川果断的接受申请。江先生您好，今天非常感谢你的那些3刀鱼，要不是那些鱼的话，今天我的酒楼可就要出糗了。不用谢我，你出钱我出货，钱货两清，这本身就只是一场简单的交易，能够让你那边的那些客人感觉到满意，我也替你感觉到高兴。话虽如此，但还是挺感谢你的。不知道江先生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请你吃顿饭，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过几天吧，这几天我都挺忙的，有空了我请你吃饭。行，那我等江先生的消息。关闭聊天，江川玩了会游戏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翌日早晨9点多。起床了，起床了，你个老六！好了好了，知道你想要什么，掌嘴，我射，呸，我喂给你。自从感受到精液的滋味之后，乐乐便是欲罢不能了，每天都要来几滴。现在还有一个契约的槽位，这2天虽然捡到了不少的海鲜，但是却并没有显示可以契约的信息。看样子等这2天过去之后，我得自己潜一次海，看看能不能找到可以契约的动物。突然一道身影从门口里走了进来，胖婶，来人正是胖婶，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小川，你要老婆不要？啥？您是给我送老婆来了？是村子里统一发的，还是您自掏腰包给我们送的？去，净瞎说！我们那时候讨老婆还要20块的彩礼呢。啧，那时候娶媳妇可真便宜。是啊，那时候的彩礼的确挺便宜的，不过20块钱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啊！别岔开话题，婶子没跟你开玩笑，你要老婆不要？要啊，你送过来吧，还是已经到我们门口了，我出去接一下。臭小子，你当老婆是东西呀？我能给你塞裤兜里。胖婶，你就直说吧，你刚才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是村上免费发的老婆的话，那我自然是要的。可如果要万紫千红5金1冒烟的，那我可就要慎重的考虑一下了。我听说现在的女孩子特别疯，特别喜欢玩，玩得累了，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之后，就喜欢找一些老实人当接盘侠。虽然我这个人比较穷，可我也是有原则的，坚决不当接盘侠。臭小子，你胖婶是那样的人吗？如果是那样的女生的话，我怎么可能会给你介绍？行，您先来喝口茶，然后再慢慢说吧。小川，这不前段时间我和你徐叔跟在你屁股后面捡了一些海参，赚了一笔钱吗？所以就想着这钱也不能白赚，就想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正好有一个我姐姐的妯娌的妹妹家的堂侄女，听说水灵灵的，长得攒劲会赚钱，是个能过日子的好姑娘。胖婶啊，按照你的说法，那个女孩是一个非常适合结婚的对象，不过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太少了吧？对呀，就是因为这样的女孩子太少了，所以我才想着介绍给你们。毕竟村子里面年纪稍微大一点还没有结婚的，也就只有你和阿刚那么寥寥几个了。怎么样，要不要去见见？那女孩现在就在县城，听说是在开什么店来着？行，既然胖婶都这么帮我了，那我也不能太不成器，见见就见见吧，反正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那行，这是那女孩的联系方式，你直接给她打电话。男孩子嘛，这方面就要主动一点。胖婶啊，既然我已经答应你刚才说的话了，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也请明说。那个，哈哈，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事情。一来嘛，我和你徐叔的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让我们跟着你们后面捡海参。二来嘛，我就是想着，如果你以后真和那女娃成了，能不能在赶海和出海的事情上稍微的指点指点我们？我们也没什么太过分的要求，每天能让我们2个赚个200-300就可以了。原来是这样啊，行，这件事情没问题的。胖婶，你们有这份心意，我江川也不是薄凉之人，以后赶海我叫你们的时候，你们可以跟上。那谢谢你了，小川。送走胖婶，简单的给自己和乐乐做了一些早餐吃完，去海边看看吧。今天一个人可以去浅海，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好东西，顺便也找找还有没有能够契约的海洋生物。想好便开着3轮车，带上2个网袋和手抄网，带着乐乐开着车，差不多走了1个多小时，来到了一处2米多高的断崖礁石上面。乐乐，想不想看我给你表演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魔术？不看，我不看。不看也得看。接下来请欣赏顶级魔术——空中飞狗之乐乐消失术。说着便直接将乐乐给丢进了海里。你是真的老六啊！嘿，别这样嘛，我也来。说着，江川也是一个猛子，直接扎了下去，开始在大海里面自由的翱翔了起来。乐乐起初也是跟着一起潜海的，但是几分钟之后便是乖乖的回到了岸上。我去，那边的珊瑚礁里面有好多龙虾的触须。江川突然看到在不远处的珊瑚礁里面有很多龙虾的触须，身体藏进了珊瑚礁里面，却把最重要的龙虾须给露了出来，仿佛在说：“你过来呀！”江川立刻游了过去，一把就抓住了2根最长的龙虾须。受到惊扰的龙虾开始激烈的挣扎了起来，不过这时候显然是无济于事了。原来是山龙啊，还以为又碰到斑斓龙虾了呢。山龙学名黑白纹龙虾，也可以叫做杂色龙虾
或者白须龙虾，味道和价格虽然不及斑斓龙虾，但也算是龙虾中的极品了。1斤的价格大约在200块钱到300块钱之间浮动，超过2斤的龙虾基本上都是按1只来定价的。算了，虽然不是斑斓龙虾，但好在这片区域的山龙数量非常多，应该能抓个几十斤，回去之后也能卖个几万块钱。心中自我安慰一番之后，江川立刻开始捕捉龙虾。大多数的龙虾都比较呆滞，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反应就被江川给抓到手了。当然，这应该也和江川身体被精液强化过有直接关系的。捡了10几分钟之后，江川满脸的惊喜：“我的乖乖，这也太多了吧！我今天这是捅了山龙老窝吗？”这片区域珊瑚礁的缝隙和孔穴中，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山龙，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捡不完，根本捡不完，而且个头还都不小。时间很快过去了半个小时，江川拿着的2个网袋，此刻也是塞得鼓鼓囊囊，就连手抄网里面也装着几只红毛蟹。这种红毛蟹的肉质特别的鲜甜，很受美食老饕的钟爱，1斤的价格超过了300块钱。虽然说今天的收获的确不错，这些货卖出去可能能卖个10万块钱，可是今天却依旧没有发现能够契约的海洋生物。满满当当的收获让江川非常的开心，可今天潜海的目的终归是没有达成，心里多少也是有些小小失落。走了，反正契约海洋生物以后也有的是机会，现在先道歉。一个潇洒的转身，江川就准备朝着海面游去，突然发现100米开外的地方有一个大家伙，隐约只能看到和黑色和白色2种颜色，大概的轮廓却看得不是特别的清晰。那是啥东西？江川的身体一闪，如同一条滑溜的鱼儿一样，迅速的朝着那个方向游了过去。仅仅是半分钟不到的时间，江川出现在了那个大东西的上头。我去，这是虎鲸，而且看着似乎是一头仅有1000多斤的虎鲸宝宝。虎鲸一般体重能够长到6到8吨，体型更是能够长到恐怖的6到9米。虎鲸虽然不算是海洋中体型最大的生物，但却是已知海洋生物中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一种生物。妈呀，这头虎鲸幼崽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不是说虎鲸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吗？而且一般都是群居的，根本就不会抛下他们的伙伴，更加不会抛弃他们的幼崽。就在江川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那头挣扎的虎鲸似乎也注意到了江川，随后发出了尖锐且悲鸣的叫声。好聪明的小东西，这种叫声让人听着心里真不是滋味。虎鲸开始不停地看着江川叫着，江川也是赶忙调换了一个位置过去观察虎鲸的情况，就看到在他左侧的上腹部出现了一条长达50多厘米、触目惊心的伤口，这时正在不停地流血，而且在伤口稍微靠上的位置还有一排被撕咬过的尖锐齿印。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的话，一旦这血腥味将周围的鲨鱼给吸引过来，到时候这头虎鲸绝对是十死不生。看着可怜兮兮、不断发出哀鸣的虎鲸幼崽，江川非常的纠结，要不要救呢？精液可能会对虎鲸的伤势有效果，但是这玩意儿毕竟有海洋杀手的称号，万一自己把它给治好了，到时候他给自己一个神经摆尾，把自己给送上天怎么办？发现可契约对象，是否契约虎鲸幼崽为第3只宠物？我操，居然还可以契约这种大家伙吗？片刻的振奋和欣喜之后，江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契约。恭喜您成功契约第3只宠物。主人，求您救救我，以后让我带你装逼，带你飞，带你冲进垃圾堆，别犹豫了，主人，再犹豫我就要嗝屁了。哎呀，还是个社会精，来，张嘴，我来给你治疗伤势。江川心念一动，空间中提取出20滴的精液，喂给了虎鲸。精液入腹，虎鲸幼崽的嘴里瞬间发出了舒畅的叫声，那感觉就像是一瞬间进入了高潮一样，尾巴不停地用力拍动了起来，情绪似乎变得无比亢奋。时间过了2分钟，在江川期许的目光下，就看到虎鲸上腹部那条撕裂般的伤痕，以及被咬出的血牙印，正在以一种极其迅速的姿态在愈合。精液居然还有疗伤这么神奇的功能，不知道这种功能对人有没有作用？谢谢您，主人，你有什么需求，请尽情吩咐晶晶吧。小青和铁锤都有名字，以后我也给你取个名字吧。看你这头大身宽的，以后我叫你小铁吧。好的，主人。嘤嘤嘤嘤。好了，等会儿我还有事，今天就不能陪你到这里玩了。一会儿你送我去海滩边，等有空了我就来看你。不过下次你再见主人，那可就不能空着手了哦。主人快上车，又快又稳，舒服的雅痞。可以，很骚，我很喜欢。江川也不废话，直接一个闪身就坐到了小铁的后背上。主人您扶好坐稳喽，我要开始飙车了。小铁顿时发热，咻的一声便是直接冲出了10几米的距离。我操，好快，这绝对是涡轮增精。10几分钟之后，小铁驮着江川到了靠近岸边的位置。小铁，以后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一条筋势单力薄，就不要再想着去挑战大白鲨了。下次要是再受伤了，到时候我可不一定能及时的救你。等咱把你养成泰坦巨鲸，到时候这片大海你说了算，懂？嘤嘤嘤嘤，懂了，主人。去吧，下次见，保护好自己。嘤嘤嘤嘤。小铁依依不舍地看了几眼江川之后，便果断回头，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把所有的货装车之后，江川骑着车直接朝县城赶去。卖完货，顺便见见胖婶说的那个相亲女。我去，这么多山龙，你这小子捅了山龙窝了吗？小川，你老实告诉我，
你和妈祖娘娘有什么关系？行了行了，我和妈祖娘娘能有啥关系啊？赶紧过秤吧，我肚子都饿扁了。好，好，好。小川，你刚才抓到的这些山龙，我总共分成了2个级别，一种是超过1斤的，一种是低于1斤的。超过1斤的山龙在市面上已经是相当罕见了，所以每斤我给你900块钱的价格。低于1斤的，市面上一般的价格都是300块1斤，不过这些里面也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所以我就按照480块钱收。这样的价格你觉得怎么样？行，春哥给出的价格，我知道肯定比其他的收购站更高。好，好，好。跟你小子做生意就是痛快，不像其他的那些渔民，为了5毛1块钱都要给我掰扯很久。别这么说，春哥，我是因为每次收获比较好，所以才没想过斤斤计较。如果我也和那些普通渔民一样的话，我肯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为了5毛1块而努力。毕竟他们身后还有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呢。你小子说的没错，刚才那句话是我说错了。如果那些渔民每天有你这样的收益，他们也有可能会像你这么豁达直爽。两人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多讨论，开始清点渔货。体重超过1斤的山龙总共有24斤，每斤900块，总共21600；低于1斤的总共82斤，每斤480块，总价39360块。红毛蟹总共18斤，每斤320，总价5760块。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海螺。今天前海总收益69800块钱。把钱打给江川之后，对了，小川，怎么没有见三叔和阿刚？今天没跟你一起赶海吗？三叔和阿刚今天忙着呢，所以就我一个人出去的。啧，那这还真是离谱啊！一个人出去都能有这么恐怖的收获，整6万块啊！这可相当于一个渔民大半年的收入了。离开收购站后，江川简单的吃了2碗小面，随后便是拿出了胖婶早上递给他的那张纸条，上面写着那个女娃的电话号码。既然来了，那就见见吧，总归也算是胖婶的心意。犹豫片刻后，江川拿出电话拨通了号码。你好，请问您是？你好，我叫江川，那个我是……哦，我知道了，我妈昨晚给我说了，你是那个相亲的对象吧？对的。这样，等会咱们去龙腾酒店见面吧。对了，我有2个关系亲如姐妹的好闺蜜，她们说是要帮我物色相亲的对象，所以等会可能会一起过来的。她们和对象的关系如胶似漆，也可能会带着他们的对象一起过来。还有我弟弟和他的女朋友也正好在县里，现在也还没有吃饭，等会可能也会一起过去，所以你先过去点菜。点菜的时候按照10人份来点。我这个人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却是极其注重面子的，所以你等会点菜的时候要点一些好的，龙虾、鲍鱼、燕窝、鱼翅之类的标配菜品肯定是要有的。我的2个闺蜜都喜欢喝红酒，普通的红酒辣嗓子喝不惯，所以你不要点太便宜的红酒。我弟弟喜欢喝白酒，等会你随便点2瓶寻常点的茅台就可以了。还有，你有房吗？有车吗？工资多少？存款多少？算了，这些问题我就先不问了，等会吃饭的时候我再问。听到这些话，江川整个人都石化在了原地。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好像是打错电话了。妈的，这样的女的娶进门，那有多少的家产都不够霍霍的。我江川就算是馋死、憋死，就算是自己搂死，也绝对不要这种女人，白送都不要。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的要求过分了？现在相亲都是这个要求好吧？有时候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够不够努力，有没有好好工作，工资涨没涨？我没什么意思，只是想跟你说一声，想相亲就特么的好好说话，想许愿就去庙里，镶了钻石的也没你这么狮子大张嘴的，什么逼玩意儿！说完果断的挂断了电话，然后拉黑删除一条龙。妈的，胖婶这人不错是不错，但是给人物色对象是真不靠谱啊！介绍的时候说的那么好，现实中却是这样的，这简直算得上是诈骗了。果然，对相亲就不能抱任何的期望。汪汪！你也觉得刚才这女的应该去庙里许愿对吧？许锤子愿，我都快饿死了，老六你就大发慈悲带我去吃一口吧，实在不行，你原地给我拉一坨也行啊。拉个屁！走，带你去买高级狗粮。很快，1人1狗就驾驶着3轮车来到了一家宠物店。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你？你们这有狗粮吗？有的，我们这各种品质的狗粮都有，这一排都是狗粮，您请看看需要哪一种。香川选了一袋最贵的，是10公斤装的，是一种叫做海洋之星的品牌，10公斤的价格是380块。看着浑身脏兮兮的乐乐，要不再给你洗个澡？我看人家宠物狗时常都是要洗澡的。汪汪汪！您这条狗真聪明啊，好像能够听得懂您说的话呢。它还是一个非常懂规矩的狗。那我带乐乐去洗澡吧。好的，麻烦了。乐乐，等会这个小姐姐给你洗澡，老实点，别乱动。知道了，主人。半小时后，宋若曦带着乐乐出来了。乐乐一脸兴奋地跑到江川的面前，不停地朝着江川吐舌头摇尾巴。不错不错，闻着香香的，看来以后要经常过来洗澡了。乐乐还真是听话，你让他别乱动。刚才洗澡的时候他愣是一动没动，比给其他宠物狗洗澡可轻松多了。不错呀，乐乐，小姐姐都夸你了。乐乐脑袋扬得高高的，一脸嘚瑟的样子。江川总共付了410块钱，狗粮是380块钱，给乐乐洗澡是30块。好家伙，乐乐洗个澡比自己去澡堂子里搓个澡还贵。不过想想也对，要是有这样的小姐姐在澡堂这里给自己搓澡的话，
或许就不是10几20块钱的价格了。江先生，这是我的名片，电话和微信都是这个号码。以后您要是想买狗粮，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一条微信。如果您是住在附近的村镇的话，我们也支持送货上门服务。接过名片一看，宋若曦，若曦宠物店老板。好的，以后乐乐没狗粮了，我给你打电话。把名片收起来后，江川就带着乐乐离开了宠物店。乐乐驮着自己的狗粮，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村里走去。从县城骑了一个小时车，刚回到家，杨耀祥就打电话来了，说啥事啊？小川啊，等会过来家里吃个饭，咱们顺便聊聊宅基地的事情。行，那我马上过来。在冯俊家小卖部买了一些烟酒，这次还提了2箱牛奶。到家后，看到江川手里拎着的东西，杨耀祥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杨叔，婶子，小川啊，快点进来，你小子来的真是时候，饭刚刚做好。杨耀祥的媳妇蔡辽红笑哈哈的说道，看脸上的笑容还是挺热情的。不过根据江川的了解，这娘们可不是好人呐，平日里仗着自家男人是村支书的缘故，和刘芳一样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前见江川的时候，也只会鄙视的瞥一眼，今日态度突然发生这么大的转变，肯定是杨耀和他说了宅基地那件事情。好的，婶子，正好我还真没吃晚饭呢。哎呀，你说你这小子来就来嘛，都是自家人还带什么东西，瞎客气。杨耀祥嘴里虽然这样说着，但是双手却非常诚实的从江川的手里接过了东西，看到又是2条华子和2瓶好酒，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变得更灿烂。放眼整个青龙村，还真没哪个人出手有这么阔绰的。很快饭吃的差不多了。杨叔，你刚才在电话里给我说要跟我说一下宅基地的事情，进展如何了？这几天我忙前忙后，终于办得差不多了。经过测量，那片宅地基总共有730平左右，我和那几户人家也经过了多次的攀谈，价格方面也基本上是确定了下来。你放心，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之后，价格绝对是非常理想的。那价格具体是550块1平，这个价格你应该能接受吧？刚开始的时候，那几家人有几户一口咬定要700块钱，经过我的具体力争，最终的价格才砍到了550，自然是可以接受。我就知道杨叔出马一个顶俩，绝对没意外。江川狠狠地来了一波彩虹屁，因为据他了解，村子里面现在宅基地的价格一般都在700到800，杨耀祥能砍到550，应该也是动了一番嘴皮子。小川啊，来，多吃菜。谢谢婶子。小川啊，你看你叔这几天也是在落力的帮你，如果以后有什么好事情，或者赶海的时候有什么大发现，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想着我们啊。以前婶子可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还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你说好不好？行，那是肯定的，以后有赚钱的机会，我肯定不会忘了杨叔的。杨耀祥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好人，也算不上是一个好领导，有些贪财还很势利，但是这样的人有时候也能派上不小的用场。大概的价格商谈妥后，已经晚上9点钟了。刚到家门口，江川就看到2个黑不溜秋的身影突然站了起来。我操，何方妖孽！这大晚上眼前突然出现2个黑影，吓了江川一跳。臭小子，我是你三叔，啥时候成妖孽了？哥，是我何叔啊。嚯，我说你俩下次能不能提前就给我打招呼啊？要不就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你们这样突然出现，的确是有点吓人啊。进屋后，三叔和阿刚各自拿出了带过来的饭菜。三叔，阿刚，刚才不是给你们发信息，让你们别给我带饭吗？我已经在杨叔家吃过了。江川有点感动，能够时时被人给惦记着，这是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嘿，反正大晚上的也没事，明天也不用出海，就想着带点菜过来，然后和你喝2杯。对呀，哥，我也要好好的练习我的酒量了，否则以后跟你何叔在一起，酒量太差的话，总感觉有些格格不入了。好，那就喝点，就喝一点点。次日一早，江川早早醒来，看到三叔和阿刚躺在床的2侧，那呼噜声就跟电锯一样。哈，看样子昨天晚上有点喝得太多了。看着屋里的满片狼藉，江川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昨天晚上3个人喝了2斤白酒还不够，三叔又是大半夜的去敲冯俊家的小卖部，硬是扛回来了1箱啤酒。就在这时，敲门声也随之响起，打开门就看到阿婆和三婶正拿着饭盒站在门外。阿婆、三婶，你们来了。你三叔昨晚又喝多了吧？昨晚的确是多喝了一点点。阿刚也喝醉了吗？非要陪我俩喝，拉都拉不住，喝到最后的时候都开始把三叔喊小涛了。哎呀，真是丢人呐！哈哈，喝酒吗？正常，等会儿醒来他们估计全都忘光了。等2人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上午10点了。简单的吃过早餐之后，一行5人便准备到县里采购祭拜用的东西。很快就买了不少的东西，香烛、纸钱之类的，还有一个卤猪头和烧鸡、烤鸭、海鲜、蔬果、鲜花这之类的。一番采购下来，所有的东西也是装了大半3轮车。小川，该买的东西都买的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这一套下来花了上千块钱，让他心疼了好一阵。啊，这就回去啊？奶奶，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县城，要不我们带你好好逛逛吧？对呀，阿婆，咱们既然来了，那就好好的转转，顺便再给咱们买一些新衣服之类的。以前舍不得买，
现在咱们也不是特别的缺钱，要对自己好一些。小川和阿刚说的对啊，婶子，你看咱们这一辈子为了孩子们都没穿过几件像样的衣服，现在家里的情况也变好了，咱们也穿那些漂亮的新衣裳。那行吧。阿婆和三婶原本以为江川只是想去普通的服装超市选一些普通的衣服，每个人的预算也就只有300-500块，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把他们直接带进了品牌服装店，个人随便选了一套衣服1双鞋，居然就花费了2000多块，这可把两人给心疼坏了。两人也在心里默默的发誓，下一次赶集必须趁他们出海的时候偷偷出来，坚决不跟着江川这小子一起来赶集了。这花钱如流水的感觉也太让他们俩心疼了。阿婆、三叔、三婶，咱们一起去大饭店搓一顿饭吧，也算是犒劳咱们这段时间的辛苦，顺便也可以庆祝一下这段时间的收获。行啊。阿婆和三婶原本想开口说话的，不过想了想，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一行人朝着饭店走去。一行人来到酒店门口，看到门口的几个大字龙腾酒店，这不就是那位刘老板所在的公司吗？的确就是刘哥所在的酒店。既然都来到这里了，那咱们就进去吃一顿吧，反正也在刘哥那里赚了不少钱，正好可以去他的酒店消费。这么漂亮的大饭店，这里面吃饭怕是要花不少钱吧？阿婆，今天这顿饭我请客，所以你们不用考虑钱的问题，进去之后咱们就可劲吃可劲喝，千万不要想着给我省钱。臭小子，你的钱不是钱呀，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啊，小川，你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你现在也成年了，马上就要娶媳妇了，就算是有钱也不能随便花，现在的女孩子可金贵人了，娶个媳妇得花不少的钱。哥，这次我觉得奶奶和叔说的很对，要不咱们还是随便去其他地方吃一顿吧，反正吃饭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到哪里吃都是一样的。行了，就在这里吃，我也没在这种大酒店吃过饭呢。江川态度坚决，说完之后便直接朝着酒店走了进去。来到大厅后，服务员也是笑眯眯的把他们带到了座位上，递上菜单。江川也是直接开始点菜：白切土鸡、宁氏熏鱼、香油凉拌羊尾笋、东坡雪花牛小排、酥皮烤鸭、辣味双拼、参枣同鸡汤。没一会儿，8菜2汤就上齐了。三叔他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倒是挺抗拒的，可是吃起东西的时候一吃一个不吱声。就在江川他们吃得开心的时候，一道略显诧异的女生声音从旁边响了起来：江川，阿刚。听到声音之后，江川就看到了一张陌生中带着几分熟悉的面孔。你是？哥，他是安阳村那个小黑子啊，你不记得了吗？就是小时候非要跟我俩比站着尿尿谁的更远的那个，每次都输了就追着我俩满村子跑的那个小黑子呀。他好像比小时候变得好看了呢。小黑子，阿刚，你这臭小子居然敢说那种事，你还想挨揍是不？来呀，哥哥现在可是180斤了，可不怕你哟。小时候天天被你欺负，那是因为我营养不良。你真是小黑，呸！沈思雨，切，你这小子记性也太差了吧！阿刚这小胖墩一眼就认出我了，你居然想了这么半天。啧，看样子老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呀，还真是女大18变，当初的小黑子居然……嘿，你想说当初的小黑子变漂亮了吧？嘿嘿，这话我爱听。不，只是小黑子变白了，颜值嘛，好像还是那样。哎呀，你这个混蛋！嘿，哥，咱们2个现在已经长大了，好不容易见到他了，要不咱俩把他捶一顿吧，好报了小时候经常被他欺负的仇。这就叫啥来着？对了，那个君子报仇，10年不晚。臭小子，在女孩子面前别这么没礼貌。嘿，奶奶，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从来不欺负弱者。阿婆，三叔三婶，好久不见了。哎呀，还真是思雨啊，小川刚才说的一点都没错，真是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了。这才几年没见，都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谢谢三婶，还是三婶说话好听，不像有些人那嘴巴就像是抹了82年的敌敌畏一样。真不知道37度的嘴怎么会说出那么冰凉的话。行了，一起坐下来吃点东西吧，好不容易碰一面。沈思雨倒也没有客气，直接在旁边就坐下了。思雨啊，听说前几年你考上了大学，现在还在上大学吗？没有阿婆，我上的大一就辍学了，上大学太没意思了，每年还要缴纳高额的学费，对于咱们这种家庭来说负担太重了，怪可惜的。小川，我听我大姑说你和阿刚最近好像靠着赶海发财了，是吗？哪有发财，勉强糊口而已。切，还跟我装起来了，我可听说你们出了一趟海，一次就赚了10多万，如果这都只能算糊口的，那你这口也太大了。谣言，这些都是谣言。对了，你辍学之后这段时间在做什么？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啊，要不你也带我去赶海呗，我这个人没啥特长，就是耐干。得，我的意思是特别能吃苦耐劳。这一点江川倒是相信，贫困农村走出去的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倒是不用质疑。不过这个社会很残酷，勤劳致富这4个字早已经变成了最大的谎言。辣椒达人奥德彪就向我们完美的诠释了一个道理：
只要你能吃苦，那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不带，为啥？女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靠，小川子，你要不要这么绝情啊？嘿嘿，我哥说的对，心中无女人，赶海自然神。臭小子，哪儿学来的这些胡咧咧的俏皮话？奶，我说我是跟我哥学的呢。哦，跟你哥学的呀？那没事了。好了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我最近在一家海洋馆上班呢。哦，海洋馆，咱们县城里好像没有海洋馆吧？我是在市里的一家新开的海洋馆，不过目前还没有进入营业状态。啊，咋回事？怎么还没有进入营业状态？因为是新开的呀，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了，但是还缺一些压馆的观赏鱼，所以才没有营业。你也知道的，现在的人实在是有点太难伺候了，不管是哪个行业，如果没有一些特色和招牌的东西，很难留得住客人。我所在的那个海洋馆虽然说是新建的，但是观赏鱼的品种数量比其他的海洋馆都少，所以老板也怕影响口碑，因此暂时没有开放。哦，懂了。这么说的话，你们海洋馆现在应该很缺观赏鱼吧？是呀，我们老板最近都愁死了，所以也给我们顺便放了几天假，让我们碰碰运气。你们那边收观赏鱼的话，价格方面如何？如果价格能够令人满意的话，我下次潜水的时候再碰到观赏鱼，就给你抓一些回来。价格很高啊，上次我们老板收购了10几条小小的蝴蝶鱼，花费了近10万块呢。行，那下次我出海就顺便看看能不能赚这一波快钱。好啊好啊，咱们2个加个微信吧，如果你到时候真的能够捕捉到观赏鱼的话，第一时间给我微信。很快2人就加上了微信。好了，微信加上了，我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你们慢慢吃，等有空了我就去叨扰你们哈。不打扰不打扰，小川别在这里杵着，赶紧再给思雨他们点几个菜啊！对，要不吃点？不用了，阿婆、三叔、三婶，下次再见。几人又吃了半小时，每个人都吃得挺着肚子啊。虽然有点心疼钱，但是不得不说这大酒店的饭菜吃着就是美味。咋的？我在家里做的菜不好，吃亏着你了是吧？啊，不敢。阿婆、三叔，我去结账。说完，江川来到大厅准备结账。先生，您这桌的饭钱刚才已经付过了。啊，谁付的？就是刚才那个女孩子付的。好的，那请问我们刚才那一桌消费了多少钱？总共是2168块。好的，谢谢。江川刚准备回去，就迎面看到刘波带着一个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这不是我的江老弟吗？怎么回事？你是准备在这里吃饭吗？哈哈，刘哥，我刚才已经吃过了。您这是出去办事刚回来吗？刚才出去的确有些事。啥？你已經吃過了，你小子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太不夠意思了？你應該有我的電話號碼和微信吧？來到這裡吃飯居然不提前給我說一聲，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劉波？劉哥，這就冤枉我了，你可是酒店的總經理，是日理萬機的大忙人，我就是帶着阿婆和三叔他們簡簡單單的吃頓飯，哪裡還好意思麻煩你啊？別廢話，回去重新吃。江川和劉波又吃完一頓飯後，劉波讓人把江川他們送回了青龍村，3輪車也讓人開了回來。小川，看样子上一次3刀鱼你没让他们竞价，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你这小子的格局可比三叔要大多了。当时我还在为那些钱感到心疼呢。哈哈，三叔，其实我也没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说起来还是刘哥为人比较敞亮而已。如果是遇到那些斤斤计较的人，怕是也不会感念我们的好。这倒也是，那个刘波的确是挺率直的一个人。小川，三婶觉得今天的那个沈思雨非常的不错，你们小时候也认识，一起玩了那么多年，也算是青梅竹马知根知底了。我倒是觉得你们可以试着交往一下，那个女孩子似乎对你的印象也很不错。再说吧，三婶，我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只想多赚点钱，那些事情以后再说吧。行吧，你是个有主见的孩子，三婶就不多说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乐乐已经饿得开始抖鸡跳墙了。狗老六，臭老六，你还知道回来呀？行了，别骂了，今天把你给忘家里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就没错吗？大白天不好好跟着我，非要去和村子里的母狗打扑克。不过你主人我人帅心善，给你带来了很多好吃的。把打包的剩菜全部给了乐乐，看着乐乐吃的狼吞虎咽，江川就打开沈思雨的微信，直接给对方转过去了2186块。谢谢沈美女的好意，心意领了，钱收回去吧。略，我就是不收你能怎么办？有本事来咬我啊！对不起，我不吃屎。江川，你个王八蛋，你居然敢说我是屎！下次见面我非得把你的屎给打出来，再呼你脸上，最后再贴上2张练习册。来啊，你要是敢打我，我就让阿刚一屁股坐死你。就在这时，江川突然就看到小青正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直接忽略了乐乐，来到了江川的身边，钳子上还衔着一个5、6斤的椰子螺。我去，小青，你又给我送美乐猪来了。主营，本县忙活了3天3夜，走遍了大江南北，跋涉了千山万水才逮到这个。看在谢谢这么努力的份上，给我来2滴吧。操，难怪这么勤快，真是越来越聪明了，知道拿着椰子螺来换精液。随后江川也是大方的给小青喂了几滴精液，得到了精液的滋补之后，小青也是激动的开始在原地打圈。此时的小青看上去比前几天又大了一些，
应该有个4斤左右了。小青的个头真是越来越大了，个头大，虽然说战斗力越大，但同时这么大的个头也越容易吸引人注意。万一哪天被一些人给发现，直接抓走了，那损失就大了。思索了片刻之后，江川顿时灵光一闪。对了，不知道那片空间里面能不能把小青放进去？如果能够把小青放进去的话，那以后倒也不用担心被人抓走了。到时候出海或者是赶海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就行。江川立刻心念一动，是否允许宠物小青进入领域？我去，居然真的能够这样操作！随后江川果断的点击了是，就看到小青激动的在空间里面不停的狂奔，折腾一会儿折腾累了，趴到那个小灵泉的边边上，优雅的喝着精液。嗨，这小东西还真是蛮会享受的嘛。江川笑了笑，随后退出了淋浴，开始取椰子螺。里面果然没有让江川失望，就看到一颗橙灿灿的美乐珠正安详的躺在里面。这个美乐珠看上去和上次的个头差不多大，不过品质高一点。我去，这不又发财了吗？不过好像也在意料之中，这可是小青踏足千山万水，走遍5湖4海才得到的。这一次江川倒是没有直接给苏小小发去图片，而是先给刘波发了个信息。刘哥，今儿个运气好，刚才在海边不小心捡了个椰子螺，里面又恰巧开出了一颗品质极好的美乐珠。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喜欢这玩意的老板，给我介绍一下。我雕極品美樂珠，那玩意可值錢的很。前2天我刷視頻就看到市里拍賣會拍賣了一顆美樂珠，拍出了300萬的高價。不過我對這玩意而不感興趣，我幫你問問有沒有人想入手。行，那就麻煩劉哥了，我把圖片給你發過來，沒有經過任何修圖的圖片。跟我還說耍麻煩，等會有消息了我就聯繫你。這玩意有些大老闆的確很喜歡收藏，肯定能賣出好價格的。10幾分鐘後，老弟，我剛才問了問，的確有2個老闆想入手這顆美樂珠，不過他們表示最多能出價100萬，還要親眼看看。這價格屬實有點太低了，我建議你再等等。行，麻煩劉哥了，你就告訴那些老闆，美樂珠出手了。我剛剛已經幫你拒絕了。對了，小川，最近要不要出海？出海的話，給我搞一些比較名貴的觀賞魚。行，那過2天出海，我去海底給你撈2條回來。跟劉波聊了一會兒之後，給蘇小小發去了這顆美樂珠的圖片。我的天哪，你這小子究竟是什麼神仙運氣？你老實告訴我，你是不是傳說中的海神或者是海王之類的？前幾天剛出手了一顆美樂珠，現在怎麼又搞到了一個，而且成色依舊是這麼漂亮？行了，別扯這些沒用的，如果想要的話就趕緊開車過來，明天過後我就開始忙碌了。不過這一次的價格可要比上一次高一點，你如果想要的話就得做好這方面的準備。行，等我2個半小時，馬上的。很快2個半小時就過去了，聽到外面發動機的轟鳴聲，江川趕忙走出去迎接。蘇小姐是一個人來的？不是，其實我是和小月一起來的，我讓她在車上等着呢。哦，那就讓她等着吧，反正咱們2個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也挺快的。怎麼感覺江先生這句話有點容易讓人想入非非呢？菲菲是誰啊？是劉亦菲嗎？這小子還是和自己想象中有點不一樣嘛，偶爾也有幾分幽默感。回到屋裡，蘇小小迫不及待地讓江川拿出他的大寶貝。哇，好大，好漂亮啊！成色絲毫不輸給上一次，而且體型似乎更大一些。蘇小姐，開個價吧，咱們現在也算是老朋友了，這一次開價就別跟我開玩笑了，咱們直接一步到位可好？行，這個美樂珠的圖片我也給我爺爺看過了，他給出的價格是300萬。江先生覺得這個價格如何？接受的話，那咱們就直接成交。如果覺得價格太低的話，那我就要回去跟我爺爺再商量商量。不過就算是我們再加價，也絕對不會高多少。可以，成交。江先生，你不再抬價嗎？說不定這顆珍珠經過我們的手之後，能賣到500萬的高價呢。到時候你不又心疼了？這次你給出的價格已經達到了我的心理預期。至於你們以後是賣500萬還是1000萬，這只能說明你們有本事，和我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我不會後悔，也不會心疼。江先生果然是大格局，好氣魄。倒是我剛才的那些話有些小家子氣了。既然江先生認同這個價格，那咱們現在就成交。再次收到300萬的巨款，江川的心裡美滋滋的。江先生，既然現在交易已經達成，時間也不早了，我們就先回去了。行，那開車注意安全，到家發個信息。送走蘇小小後，江川美滋滋的看了看自己的餘額，600萬出頭，毫無疑問，現在的他也算是一個小富豪了。次日一早，江川在迷迷糊糊中被三叔和阿剛敲門的聲音給吵醒了。你這小子，今天咋還這麼能睡呢？是不是昨晚去幹什麼壞事了？沒，是昨晚刷短視頻刷得太晚了。行了，趕緊洗漱後把這些早餐吃了，吃完咱們就可以過去了。其他人剛過凌晨就去燒頭香了。別擔心三叔，拜佛燒香這種事情不是誰去的早就有好處的，主要還是講究心誠則靈這4個字，只要我們的心意足夠真誠，早去晚去都是一樣的。你這句話倒也說得沒錯。簡單的洗漱吃過早餐之後，一行人來到了媽祖廟。此時廟院裡面人聲鼎沸，空氣中彌漫着香燭、鞭炮味和燒紙的味道。啊，王嬸子，你們怎麼才來呀？
我记得每年你可是要半夜守在庙里烧头香的，今年咋这么晚呢？今年这不是想着和小川他们一起过来，人多热闹热闹吗？他胖婶，你们这是已经要回去了吧？是啊，这妈祖娘娘庙我是年年来，年年拜，可是家里的情况确实一点都没有改善。闭嘴，妇道人家你在这里瞎说什么？这里是妈祖庙，不是你胡说八道的地方啊！我错了。他婶子，那我们先进去了哈。看着江川他们进去的身影，胖婶再次感叹了起来啊！要是哪天能有小川那么好的运气，就算是让我天天来拜妈祖娘娘，我也愿意呀。大白天的别做梦，祭拜是一种信仰，求的是一个心安。祭拜的人很多，江川他们一直排队排到了9点半才轮到他们。小川进去之后要真心真意的感谢妈祖娘娘，记住了吗？知道了，三叔。您从早上到现在已经给我说过不下10遍了。臭小子，我那不是怕你记不住吗？好了，小川也是大人了，心里有数呢，你就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在众人的注视下，江川走进了妈祖庙。在妈祖庙里，江川感觉身体中的水灵珠开始剧烈的颤抖了起来。怎么回事？水灵珠怎么突然之间有这么大的动静？难道这颗水灵珠真的和妈祖有关系吗？就在江川心中无比惊骇的时候，刚才还剧烈闪烁的水灵珠居然开始安静了下来。进去后，江川开始虔诚地对着雕像祈祷：妈祖娘娘，您若真能听到小子的祷告，那请保佑我所在乎的所有人，让他们永远平安喜乐，无灾无病，健健康康。就在江川祈祷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嘈杂的声音。我的天，你们快看，彩虹，好漂亮的彩虹啊！我活了60多年，还是第一次在妈祖庙看到彩虹。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彩虹，绝对是妈祖娘娘显灵了。乖，咱们青龙村要接好运了吗？妈妈呀，江川进去之前好像还没有这道彩虹吧？是啊，那小子不会是得到妈祖娘娘的认可了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妈祖庙上头怎么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彩虹？而且这几天也没有下雨啊！婶子，这看吧，奶奶，我就给你说，我哥肯定是妈祖娘娘的干儿子。之前我说你还不信，现在该相信了吧？咱们所有人刚才在庙里祭拜的时候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情况，可是我哥刚刚跪下，这就出现了这么漂亮的彩虹。臭小子，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彩虹那只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而已，这和小川没有一丁点的关系。给我好好的记住了，你要是再在这么多人面前胡说八道，回去之后我一定抽死你。阿刚，刚才你奶奶说的一点都没错，彩虹那只不过是自然现象而已，那怎么可能跟小川有关系呢？刚才只不过是凑巧而已，以后这种话可不兴说了。对，说起来，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在娘家那边也见过这种景象，好端端的就出现了彩虹。听到外面喧闹的声音，江川起身走到庙外。阿婆，三叔，刚才怎么回事？我好像隐约听到大家都在议论我呀。小川，我们回家再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就在这时，其他人也是满脸堆笑的朝着江川这边走了过来，问了问刚才是什么情况，搞得江川也是一头雾水。自己的水灵珠刚才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事情可没必要告诉任何人。妈祖庙距离阿刚家最近，所以就来到了阿刚家。小川，刚才你在庙里面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或者说你有没有得到妈祖娘娘的指点之类的？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对劲，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指示。你们为什么这么问？水灵珠他是不可能告诉任何人的，这是他心里的秘密。哥，刚才你在庙里拜祭妈祖娘娘的时候，妈祖庙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可是你起来之后，彩虹就突然消失不见了。我听见大多数人说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妈祖娘娘的赐福，我就提了一嘴，就被我奶奶给打了一顿。江川的眉头微微一皱，刚刚他走进妈祖庙的时候，水灵珠的确有了变化。难道自己身体中的这颗水灵珠真的跟妈祖娘娘有关吗？小兔崽子，刚才庙院里那么多人，那是说话的地方吗？这件事情不仅刚才不能说，以后也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再提。你要是再在外面说这件事情，我保准等你回家就打断你的腿。阿婆，三叔三婶，大家都有点太过于敏感了。彩虹那只不过是自然现象而已，咱们渔村本来就靠海比较近，所以即便是在不下雨的天气，能看到彩虹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不用放在心上，也不要觉得我有什么特殊之处，我只不过是最近运气比较好而已。虽然江川这样说，但估计今天的那些人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妈祖娘娘赐福。这几天出海怕是会有些麻烦了。行了，这件事情咱们以后谁也别提了。大家都饿了吧？我去给咱们做点吃的，昨天买来的那些东西还剩余很多呢。婶子，我也来帮你。小川，下午咱要不要出海，或者是去赶海？都已经3天没有出去赚钱了，总感觉手痒痒的很。对呀，哥，要不咱们吃完午饭之后去赶海吧？好几天都没抓到鱼了，还真是有点心痒痒呢。行，既然你们两个都这么想出去的话，那咱们今天就出海吧，正好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观赏鱼。刘哥和沈思雨那边都需要。耶，又可以出海啦！
哥，要不咱这次也多带一些物资，像上次一样在岛上过夜吧？对对对，今天出海多带一些吃的，晚上咱们就不回来了。如果回来的话，出去的时间太短了，估计也没什么好的收获。今天半天加上明天一整天的时间，收获肯定会非常的不错。好啊，这样正好，也可以甩掉那些想要跟着我们的人。1-2个小时的捕鱼时间的确是太短了，就算是运气再好，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吃完饭后，3人驾着3轮车来到县城，买了一些排钩和粘网，又买了一顶足够3个人睡的特大型号的帐篷。下午2点，把船加满油，正式出发了。船在不紧不慢地前进着，看着广袤的大海和蔚蓝的天空，江川也感受到了自由的空气。哎，叔，好端端的叹啥气啊？咱们出海可是好事，不能这样唉声叹气的。没事没事，我就是感叹感叹。社会在进步，以前每逢这种大小的节日，村子里面都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过年还是其他的节日，气氛那都是热火朝天的。可是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村子里也变得越来越冷清了，这些重要的节日，仪式感也越来越缺失。说起来都怪那些专家，一天到晚逼事不干，就知道提一些不带脑子的建议。我听说现在很多地方过年连鞭炮都不能发热，清明祭祀连卖之前都要被抓去罚款判刑的。听到阿刚的话，江川也是笑着摇了摇头。聊着聊着，时间也过了1个多小时。就在这时，江川看到前面水里的铁锤。主人，这边有好多石斑鱼啊，赶紧在这里下钩子吧。三叔，咱们的排钩就放到这里吧，我感觉这片区域鱼应该不少。行，就在这里下吧。就在三叔和阿刚放排钩的时候，江川也是悄咪咪的把小青给放回了大海。去吧，再多找几个有美乐珠的椰子螺回来。咦，这小东西的体型居然又变大了那么多，看着应该有个5、6斤了吧？昨天晚上放到淋浴的时候，估摸着也就是个4斤左右。看来把宠物放到淋浴里面，可以大大的加快它们成长的速度啊！既然这样，那就把铁锤也放里面多养几天吧。想着，江川便把铁锤给捞了上来，放进了淋浴。很快，三叔就把3副排钩全部放好了。小川，排钩已经放好了，接下来要不要把这些粘网也全部都放了？三叔，这附近有没有小岛？如果有小岛的话，咱们可以在靠近礁石的位置把这些粘网放下去，到时候捕捉到石斑鱼和鲷鱼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岛屿的话，我记得再往前走一段距离应该有一个，就是那片岛屿相对比较贫瘠，基本上没有人踏足过。行，那咱们就去那个小岛，既然没有人在上面赶过海，说不定上面会有好东西。好吧，可如果咱们要去那个小岛的话，这些排钩可能只能等明天再来收了。明天就明天吧，没问题的，放的时间长一点，钓的鱼货也多。至于损失，那种事情有时候是没办法避免的。下午6点钟，江川他们在小岛的附近放置好了2副粘网，同时江川滴了2滴精液，这样的话至少保证不会亏本。3人将船停好，然后踏上了小岛。哇，好漂亮的小岛啊！上面的绿植居然这么多，这么漂亮的小岛，以前没有其他的渔民来欣赏风景吗？哈哈，大多数渔民出海就是为了赶海赚钱，说简单一点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可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欣赏风景，还有这种靠近小岛的地方水位比较浅，暗礁也比较多，万一不小心把船给损坏了，那可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江川认同的点了点头。对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普通渔民来说，只有物质上得到了满足，或许才有心思去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哥、叔，你们快点过来这边，这边有好多的椰子树啊！没想到这么小的岛屿上居然还能碰到椰子树。听到阿刚的声音，江川和江涛赶忙走了过去。就看到有几棵椰子树，上面还缀着硕果累累的青椰子，地上也掉下来了几颗已经成熟的椰子。好漂亮啊！三叔，这种小岛一般应该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私人的，对吧？是啊，这自然不是私人的岛屿，否则我们也不能就这样轻易上岛了。再说了，这种资源贫瘠的荒岛，除非是傻子或者是那些人傻钱多的富豪才会买。你小子不会是想要购买这片小岛吧？这上面也没什么资源，这就算是买下来，估计也没什么用啊。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能够把这片小岛买下来，或者是租下来的话，到时候可以把这片小岛建设成旅游度假村。就这个小岛的环境，我想只要广告和宣传到位，肯定会有不少人来旅游，尤其是一些内陆地区的游客，绝对是趋之若鹜。哥，你真的要买下这座小岛，打造成旅游度假区吗？我也只是想想而已，这件事情以后再说，毕竟我手上的钱也不一定能够买下这片小岛。不过等有钱有时间了之后，这件事情倒是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随后3人又在岛上转悠了大半个小时，也寻找到了一处淡水源，水质清澈，口感清凉甘甜。看到太阳逐渐下山，3人也是朝着船的位置走了过去，简单的吃了些晚餐应付了一口。小车，咱们就在附近的沙滩上赶海吧，希望今天也能够挖到一些好货，就算是猫眼螺，能挖个几百斤的话，收获也挺不错的。行，那咱们就去看看吧。江川慢慢悠悠地沿着海岸线走到了一片礁石区附近，突然发现一条海鳗。这是金丝鳗吗？金丝鳗鱼又称之为尖嘴鳗，是一种生活在咸淡水交接区域的鳗鱼，也是一种非常喜欢栖息在礁石区域的鳗鱼，肉质细嫩紧实，胶感十足。因为金丝鳗鱼数量比较稀少，
所以每斤的价格能达到400块钱左右。既然这片区域有金丝鳗鱼的话，应该不仅仅只有这一条。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用金叶打钩，说不定等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直接往脚下的海水中滴了2滴金叶。就在这时，整个水面就像是沸腾了起来一样，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拍打水花的声音。一条条长短不一的金丝鳗鱼开始迅速的朝着江川这边游了过来。我操，好多鳗鱼，这么疯狂的吗？三叔，阿刚赶紧过来这边捡钱了。听到江川的声音，两人沿着海滩开始狂奔，1分钟不到就来到了江川身边。好多金丝鳗鱼啊，这么多，发财了发财了！哥，都这样了，你还说你不是妈祖娘娘的干儿子？行了你，赶紧干活。三人立刻开始美滋滋的捡起了鳗鱼，基本上一家子下去都能轻轻松松的加上来1-2条鳗鱼。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一轮明月已悬挂在三人的头顶。经过2-3个小时的奋斗，三人所收获的鳗鱼已经装满了2蛇皮袋，又各自捡了一大桶，所有的鳗鱼加起来将近400斤的重量了。终于没有鳗鱼了，我现在看到鳗鱼都想吐。第一次感觉捡钱居然能捡到这么辛苦。哎呦喂，我的腰啊！哎，看样子真的是老了，不服老不行了，这腰就是比不上你们年轻人的坚挺。三叔，你没事吧？我扶您过去。三人很快就来到了船边，看着三叔和阿刚一脸疲惫的揉着腰，垂着胳膊，江川立刻拿出水壶，悄悄的在水壶中加入了2滴精液。三叔，阿刚，快喝口水缓一下，这水是我那会从那处泉眼那边打来的，清凉甘甜，甚是解渴。三叔接过水壶，咕噜噜的喝了起来，接着就是阿刚，两人轮换着喝。咦，咋回事呢？我怎么突然感觉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都能爬5层楼了？说起来，我好像也感觉身体有点不太一样了，没有刚才那么疲惫了，腰好像也不怎么疼了。那是你们休息好了而已。哈哈，也对，也有可能是我们心里产生的错觉。说完，几人开始搭帐篷，搭完三人简单的洗漱了一下，也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翌日早上5点，江涛就起来了。小川、阿刚，赶紧起床了！我昨天晚上做了个美梦，梦到咱们的毡网和排钩都大丰收了，搞快点，搞快点！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今天的收获了。穿好衣服后，三人驾驶着船前往昨天晚上放置粘网的地方。江川和阿刚立刻开始拉网，毡网浮出水面的那一瞬间，三人就看到了一条黄灿灿的鱼。妈呀，是大黄鱼！发财了哥，好大的一条大黄鱼呀！看着得有个2-3斤了吧？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至少也得值个4-5千块钱了。我的天，咱们的运气这么好的吗？拉上来的第一条鱼居然就是大黄鱼。不是大黄鱼，是假大黄鱼。虽然这条鱼全身也是金灿灿的，但是这种鱼并不是大黄鱼，而是被称之为假大黄鱼的三牙鱼。三牙鱼学名3齿鱼，和大黄鱼以及白花鱼长得非常的相似，就连颜色也是非常接近，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认错。啥？三牙？我操，还真是三牙！刚才我还以为是大黄鱼呢，白高兴一场。行了行了，上鱼了就很不错，这条鱼至少也值个100来块钱了。这玩意儿就算是不拿去卖，我们自己晒成咸鱼干也是非常不错的。接着三人便继续开始拉网，鱼获的数量倒是不少，大多数都是三牙，还有一些个头较小的泥猛鱼，1斤左右的小真鲷也有10来条。这一网全部卖出去，估计也能卖个3-4千块钱了。我擦嘞，居然又是三牙！今天咱们这是捅了三牙鱼的老窝了吗？阿刚郁闷至极，第一网拉下来的那些鱼基本上都是三牙，这第2条网的第1条鱼居然又是这该死的三牙。哈哈，可能是刚好碰上了三牙鱼群，不过也不错呀，快近100斤了，也值万把块了。而且等会还有一张毡网3副排钩没收，说不定收获不错。再加上昨晚抓到的几百斤海鳗，破10万不难。整理完粘网之后，三人便驾驶着木船朝着放置排钩的方向驶去。一边走，三叔还不停地捣鼓着他的罗盘。以前的渔民船上并没有任何的定位系统，所以只能使用最原始的罗盘来辨别方位。1个多小时后，三人便来到了第1个放置排钩的地方。将浮漂拉上来后，便开始拉绳子。哥，来鱼了！操，是一条泥猛鱼。行了，别那么沮丧，第1个钩子就能中鱼，说明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很有可能大鱼还在后面呢。三人继续拉钩，陆陆续续的也拉上来不少的鱼，但是基本上没什么好货。三叔和阿刚原本高昂的情绪，此刻显然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毕竟前2次出海的收获可是非常不错的，相比起来，这次收获就要小得多了。看，大货上来了！乖乖，居然是海红斑，发财了！叔，这大红斑的价格很贵吗？挺贵的。大红斑现在的价格一斤大概在800块钱左右，而且这还是个头比较小一点的大红斑。像这条鱼，目测应该有个3斤多重了。这种鱼越大，价格也就越高，所以单价很有可能超过1000块。也就是说，这一条鱼真正的价格可能突破3000块，比我们刚才抓上来的那些19公和泥猛鱼加起来还要值钱。我的奶奶，这一条鱼价值就超过3000块了吗？要是我们再多抓这么几10条这种大红斑上来，那就发财了。把大红斑拖上木船，江涛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像改锥一样的东西。三叔，这是啥玩意儿？这算是一个小吸管吧？小气管，
这有什么用啊？哈哈，这你俩就不懂了吧？咱们出海捕鱼的时候，捕获到任何的石斑鱼，拖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它放气压，因为不放气压的话，这些石斑鱼很快就会死去，而死掉的石斑鱼价格和口感方面都会大打折扣。所以每一次出发之前，我都会背着这个小气管。原来还有这样的操作，今天算是又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三人就像是受到了妈祖娘娘的福泽一般，接二连三的钓上来了大红斑，个头也都挺大的。江川和阿刚负责拉排钩，三叔则是负责解鱼，给大红斑放气压。很快，第三副排钩已经拖上来了一大半。哥，今天的收获实在是太好了，光是昨天晚上收获的那些鳗鱼和今天的这些大红斑，估计也能值个10几20万了吧？以目前的收获来看，应该是有的，甚至可能更高。不过收排钩和粘网还真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小川，等这次回去之后，咱们给船上装一个卷扬机吧，那玩意好一点的也就2、3千块钱。咱们每一次收获都这么好，纯粹靠我们双手去拖的话，的确是有点太消耗体能了。好的，三叔，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说完便继续开始用力的拉排钩。就在这时，江川突然看到鱼钩上好像挂着一条黄灿灿的鱼。我去，金色传说！怎么了哥？你怎么这么激动啊？快拉，好像有大货咬钩了。听到江川的话后，阿刚立刻开始用力的拉鱼绳，往上拖了几米之后，就看到了金灿灿的影子。卧槽，好黄！哥，这次应该不是山崖了吧？应该是野生大黄鱼了，看样子这次又可以赚个10几万了。我的乖乖，这一次不是三牙，而是真正的野生大黄鱼。你们两个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把它给放跑了。这条大黄鱼看着应该有个10斤左右，这次咱们又发大财了。终于，那条金灿灿的金色传说被拖到了船上，三人相互看看，皆是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兴奋。说，确定是大黄鱼吧？一点都没错，的确就是纯粹的野生大黄鱼，而且看体型应该有个10斤重的，这属于非常稀罕的高级货了。叔，您就直接告诉我们，这一条大黄鱼值多少钱？应该能卖个10万块钱吧？这个不太好说。前2年我在码头做工的时候，见到老袁他们捕捉到过一条7斤多重的野生大黄鱼，当时刚到码头就被一个老板以15万的高价给买走了。而咱们钓上来的这一条大黄鱼，不管是成色还是体型，都远远的超过了老袁当时的那一条。根据我的估计，这条野生大黄鱼目前的价格应该是不会低于20万了。大多数的鱼其实都是一样的，体型越大，单价也会变得越高。10斤的野生大黄鱼，江涛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村子里的码头也从来都没有超过10斤野生大黄鱼的成交记录。激动了片刻之后，三人调整好情绪，开始继续拉排钩。激动片刻之后，三人调整好情绪，继续拉着排钩。拉绳的时候，三叔还不忘对着空气双手合十，虔诚的拜了拜。妈祖娘娘保佑，这样的大黄鱼，今天再让我们捞几条吧。叔，我看你还是直接拜我哥吧，这样可能中大黄鱼的几率更高一点。你这个丑小子，让我三叔拜我，你这是嫌我活得久了是吧？嘿嘿，我错了哥，我错了，这不是太高兴了，脱口而出嘛。渐渐的，三人激动的情绪也逐渐平复了下来。三叔拉了好一会儿，胳膊显得也是有点酸了，轻轻的捶了捶自己的手臂。三叔，让我来拉一会儿吧，今天刚祭拜过妈祖娘娘，我想我的运气应该不错，说不定还能拉上来几条大一点的野生大黄鱼呢。行，来慢慢拉，不着急，等会儿感觉到累就换我和阿刚来。江川点了点头，随后开始拉鱼。放排钩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和开盲盒一样，没有人知道下一个钩子上面会不会鱼，所以这个过程还是非常享受的。江川的手气的确不错，拉上来的几个钩子上面挂着的都是大红斑，很快钩子已经被拉上来了一大半。小川，其实就算是拉不上来野生大黄鱼也没关系的，咱们今天的收获已经是非常不错了，那些鳗鱼应该能卖个好几万了，再加上这些大红斑和这条野生大黄鱼，今天的收获应该也能突破30万，还有这么多的杂鱼，应该也能卖个万把块钱。我知道三叔，不过我总感觉下面应该还有好货。之所以这么自信，是因为刚才江川体内的水灵珠突然闪烁了几下。行，三叔相信你。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江川突然感受到了主绳上面传来的挣扎感，顺着排钩望去，果然透过海面就看到了黄灿灿的影子。三叔，好像又是一条野生大黄鱼，而且个头比刚才的那一条还要更大一些，目测应该有个14、15、6斤了。乖乖，你这小子可以啊，言出法随嘛。叔，跟着我哥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了，以后就不要表现得这么激动了。现在我对这种事情已经索然无味了，我感觉就算是我哥能补上来大蓝鲸，我也不会惊讶了。对，这次你小子说的倒是没错，跟着小川这么长时间了，的确不应该表现得这么激动。江涛小心翼翼地将大黄鱼捞了上来，好大好肥啊，这一条看着至少有个15斤了吧？这么一条野生大黄鱼，估计大部分的渔民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而我们仅仅是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已经捕到了2条。叔，我可以摸摸不？可以摸，但千万要小心一点，一定要像抚摸自己的老婆一样，轻轻的、温柔的、浪漫的、循序渐进的，知道吗？叔，
俺还没老婆呢，不懂你说的那些。三人有说有笑的把所有的排钩都拉上来了。简单的吃过了午餐之后，三叔和阿刚开始准备钓鱼。三叔，我准备下海一趟，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观赏鱼，随便抓到一些，回去之后也能给刘哥和沈思雨一个交代。行，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江川点了点头，麻溜的拿上了装备，一头扎进了大海。来到海底，江川心念一动，把铁锤从淋浴中放了出来。好了，铁锤，休息的时间也够长了，接下来就开始好好的干活。这一次我要抓的是观赏鱼，观赏鱼懂不懂？就是那种看着特别漂亮，颜色花里胡哨，长得骚里骚气的东西。主人，你说的是像我这种的吗？对对对，就是像你这样，色彩斑斓、骚里骚气的玩意儿，颜色越亮越好，性格越骚越好。去吧。铁锤嗖的一下就消失在了他的眼前。江川也开始在珊瑚礁区域寻找了起来，在周围寻找了差不多有10来分钟后，江川终于是找到了一群色彩艳丽的鱼群，看着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一群鱼交汇在一起，形成了5颜6色的景色。江川看了好一会儿，也没有认出这究竟是什么鱼，长得这么骚里骚气，活该你们被抓去观赏。一网下去，基本上把这群骚鱼一网打尽，总共应该有个30多条。把鱼全部放入网袋后，江川再次朝着远处探索，没一会就看到一个圆盘形状，上面遍布着密密麻麻的白色斑点的东西在轻微的抖动着。那是啥玩意儿？是魔鬼鱼吗？就在江川靠近那玩意儿的时候，海底的沙尘扑通一下，顿时遮挡住了江川的视线。就看到圆盘一样的玩意儿从灰尘中一跃而出，朝着远方快速的游去。果然是魔鬼鱼，不过这么好看，应该是属于观赏鱼的品种了。这时候，江川看到了那条鱼的真正面貌，全身是黑色的皮肤，上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白色斑点，这也是魔鬼鱼的一种，名为黑白红鱼，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观赏鱼。随后，江川身体一闪，一把抓住了黑白红鱼。这条红鱼并不是很大，看着也就只有个10斤左右的重量。老话说得好，越是漂亮妖艳的东西，毒性也就越强，而这种黑白红鱼就是一种毒性特别猛烈的鱼。在红鱼的尾巴上同样生长着一根带有剧毒的骨刺，江川小心翼翼地把骨刺给折断了，这样可以避免危险。就在这时，在脚下不远处的沙土中，江川又看到了3条红鱼，一条皮肤是纯白色的，上面有一些粉色的环状花纹，而另一条的色泽也很艳丽，紫色的皮肤搭配着白色的斑点，看上去更加色泽艳丽。我去，好漂亮！真不知道这么漂亮的鱼为什么会有魔鬼鱼这种膈人的名字。3两下把红鱼给捞了起来，又看了看四周，没有看到好看的观赏鱼了，便朝着船的方向游了上去。哥，怎么样？这次有什么收获？不错呀，小川，这网袋看着都装满了。今天的收获还不错，这些鱼应该能值个2、3万块钱吧。在三叔和阿刚的合力之下，很快就把江川给拉上了船。哥，让我看看你这次的收获。哇，好大一只魔鬼鱼啊，还有3只小的，也好漂亮啊。这些小鱼看着也好漂亮。江涛一听，赶忙好奇地凑了过去，看到那几条红鱼，眼中顿时透露出惊喜。这可不是普通的魔鬼鱼，是魔鬼鱼中的颜值担当，咱们这边一般叫做黑白满天星，学名好像叫皇冠满天星公鱼。前些年这种鱼在观赏鱼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一条好像都可以卖到大几万乃至突破10万。不过这几年因为大量的人工养殖，人们对它们的喜爱似乎减弱了一些，所以价格上也便宜了不少。不过就这4条纯野生的海参黑白满天星，卖个3万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么值钱吗？当然了，这玩意儿可值钱着呢。这要是放在10年前，这4条卖出个20、30万都不是问题。尤其是这3条小的，看着像是变异之后的产物，这种海货往往更贵。不过这玩意儿按理来说不是一般都生存在淡水流域中吗？叔，您懂得真多。哈哈，年纪大了，所以见到的和听到的都比你们年轻人要稍微多一些而已。这么说来，这黑白满天星红鱼还蛮值钱的。这一次潜海也算是收获颇丰。哥，你快看海面，怎么突然之间又有这么多鱼冒出来了？难道又溺水了吗？那鱼的鱼鳞怎么闪闪发光的？江川和江涛赶忙顺着阿刚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就看到7、8条鱼浮在海面，看着应该是溺水晕过去了。江涛一脸疑惑地看着浮在海面上的鱼，啥情况？怎么最近出海老是碰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前几天就在海面上捡到了2条价值昂贵的黄条虱，现在居然又浮上来这么多条小鱼。叔，你知道这是啥鱼吗？这种鱼应该是属于观赏鱼，以前还真没怎么见到过。因为咱们出海捕鱼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冲着食用鱼去的，以前这种观赏鱼也没什么人要，所以不在大家的狩猎范围之内。听说一席话就如一席话啊！管它是什么鱼呢？全部先捞上来吧，说不定也值一些钱。阿刚点了点头，将浮上来的鱼全都捞了起来。三叔，这次的收获比前2次要大得多，咱们也快些回去吧，不然等会儿天要黑了。行，说起来我还真是非常的期待这一次的总收益的。调转船头，3人便驾驶着船朝着码头开去。夏春已经早早的在等候了，看到江川便是满眼热切的迎了上去。小川，你这小子还真是够勤快的，我还以为今天你们要休息1天呢。哈哈，没时间休息啊，春哥，赶紧让人卸货吧。这次的货不算太多，但是有一些好货。小川，跟哥透露一下呗，
这次的好货是啥？就2条野生大黄鱼，估摸着能有个20来斤重。啥？大黄鱼还是20来斤的？别激动。不是1条20斤的，而是2条加起来总共20多斤。那也发财了呀！超过10斤的大黄鱼，那可是天价了。很多地方都是有价无市，你这小子还真是运气好的没天理了。半个小时之后，一行人回到收购站，刘波和沈思雨早已经在收购站等待了。老弟，这次又搞到集摸好货了。哈哈，没什么太好的货，不过也算是没有辜负刘哥的嘱托，倒是抓到了几条观赏鱼，就是不知道这几条鱼能不能满足刘哥的需求。啥鱼？我看看。有几条满天星红鱼，还有2种小鱼，看着倒是挺漂亮的，不过我并不认识，等会您给长长眼。啥？滿天星魚？那可是稀缺貨啊！卧槽，粉色和紫色的斑點魚，我還是第一次見啊！江川，這些都是你捕捉上來的？是我和三叔還有阿剛一起捕捉上來的。看着2人都是無比驚訝的目光，江川好奇地問道：怎麼，這種魚很受歡迎嗎？何止是受歡迎啊，簡直就是稀罕的不得了！這4條魚可不是普通的黑白滿天星魚，而是滿天星帝王。最大的這條黑白色的倒是較為常見，可是其他的這3條雖然體型嬌小，但這種顏色那可老稀罕了。小川，這4條魚如果你願意出手，我可以出30萬的價格。如果是10幾年前，這些魚絕對不會是這個價格，但近些年魚的價格的確是大幅度縮水了，所以我給出的價格絕對是市場最高價。啥？30萬？叔，你剛才聽清楚了嗎？劉老闆說的是3萬還是30萬？一旁的阿剛使勁地掏了掏自己的耳朵，一臉震驚地問道：好像是30萬吧？媽呀，真的是30萬！我還以為這一次的大頭是那2尾大黃魚，沒想到居然是這4條不起眼的紅魚。劉哥，我知道你想照顧我，但是真的沒必要，這幾條紅魚應該不值那麼高的價格吧？不，你別誤會小川，咱們關係好歸關係好，生意是生意，我給你的價格肯定是公道的。你知道老哥我的身份是一個商人，肯定是不會做虧本的生意的。真的？看你說的，你看你老哥我是傻子嗎？那倒不像。劉老闆也開出這麼高的價格，的確是讓江川這小子開心了，可就一點都不給我們活路了。小妹妹，這種好東西，那自然是有緣者得。如果你們老闆願意給出更高的價格的話，我倒是願意將這4條魚拱手相讓。沈思雨一臉苦笑，老闆給他的預算也就只有20萬而已。劉波一口氣就把這幾條紅魚的價格抬到了30萬，這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算。看着滿臉尷尬的沈思雨，行了，劉哥，思雨，這次我除了抓到了這幾條紅魚之外，還抓到了另外的2種觀賞魚。不過我和三叔他們並不認識，也不知道那2種魚具體值多少錢，你們給看看，如果你們看得上的話，隨便給個價格就行。劉波和沈思雨趕忙來到了另一個框子邊上。我去，這是紅薄荷神仙魚，還有繡蝴蝶魚。媽呀，1、2、3、4、5、6、7 33條紅薄荷神仙魚，還有12條魚，你這小子還真是一出手必然會有好貨啊！怎麼，這2種魚也很值錢嗎？的確挺值錢的。這種紅薄荷神仙魚又被稱之為君子仙，是一種比較罕見的觀賞魚，價格方面也比較貴。至於這些蝶魚，咱們這邊的海域似乎很少見，大多數都生活在國外的海域，在國外算不上太值錢，但是在國內卻很稀有，物以稀為貴，所以價格嘛自然也很高。不錯，這小姑娘說的一點都沒錯，這2種魚在咱們這裡的確比較罕見，價格也賊高。很快3人就商量好了這些魚的價格，君子鮮魚每條的價格是6000塊，繡蝴蝶魚的價格是每條9000塊。33條君子鮮魚，劉波拿了18條，沈思雨拿了15條，15條君子鮮魚總共花費了沈思雨9萬，剩下的錢又買了6條繡蝴蝶魚，總共花費了14萬4千塊。剩下的6條繡蝴蝶魚被劉波全部打包帶走。不得不說，有錢就是任性，單是這些觀賞魚，劉波這次就花費了46萬2千塊。劉哥，你這一口氣花費了將近50萬買了這些觀賞魚回去，真的不會虧本嗎？安啦，我那酒店裡面去的可都是一些有錢人，若是遇到一些喜歡這些觀賞魚的老闆，這一條魚我能賣出4、5萬甚至更高的價格。原來如此，這麼說來，是我眼界太低了。行了，我得趕緊把這些魚拿回去了，等有空咱們再聊。跟江川和夏春打個招呼後，劉波和沈思雨便各自離開了。夏春不知什麼時候來到了江川的面前，一臉谄媚的看着江川。我操，春哥，你這是幹嘛？能不能別用這種騷裡騷氣的眼神看着我？我對難上加難的遊戲可不感興趣。呸，說啥呢？我也不想迎難而上啊，我就是想正兒八經的問一句，你還缺小弟嗎？要不以後我跟着你出海捕魚唄？你們這每次都是大幾10萬的收入，看得我都眼紅了。別，我這廟小可容不下您這樣的大佛。說起來，你這當哥的也真是太不靠譜了。前段時間跟你說過買漁船的事情，到現在還沒有個音訊。嘿，別急。
最少3天，最多1个礼拜，你就可以过去看船了。行，这样的话也算有盼头了。很快，收购站的工人将所有的海鲜都给我完成。小川，海鲜重量已经全部称好了，我给你报一下这2尾大黄鱼的价格。我的意思是像上次的斑斓龙虾一样，采用竞价的方式出售，这样这2条大黄鱼的价格才能买得更高。行，这2尾大黄鱼不管最终卖出去的价格是多少，我都给你5%的报酬。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就核对其他海货的数量和价格吧。如果你觉得价格不合理，可以随时提出来。金丝鳗鱼367斤，收购价格是410块钱，总共150470块。还有这些红鳗71斤，每斤我只能给到80块钱，总共5680块。海红斑我给你按照900块算，总共是105斤，就是94500块。还有其他的这些白蜡、泥猛鱼、三牙、19公之类的杂鱼，总共算下来是49700块钱。其他鱼货的总价值是300350块钱，咱们就4舍5入，我转你3050块钱啊。我说春哥，如果按照4舍5入的话，那350块钱可以直接省去的吧？这每次都让你多给几百块钱，时间久了我还真是有些不太好意思。行了，你这小子每次都能拿这么多好货到我这儿卖，那是看得起我夏春，所以这100-200块钱的事情你也就别跟我计较了。行吧，春哥，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大黄鱼的事情就交给你了。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江川便提着桶和三叔他们打车回家了。回到村子，阿婆三婶早已经在等待了。看到下车的江川，两人便连忙激动地走上前。小川，慢点慢点，桶给我提着。三婶赶忙从江川的手中接过水桶，里面装着1条海红斑，还有2条金丝鳗鱼。赶紧回家，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好的，阿婆。看着三婶和阿婆直接陪着江川进去了，阿刚则是委屈巴巴道：叔，咱们2个是不是被遗忘了？行了，你总不至于吃小川的醋吧？嘿嘿，那倒没有。回到家里，看着一大桌子的精美菜肴，江川心中感慨道：哎呀，这家里还得有个女人啊！回到家里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吃。小川，赶紧吃，阿婆给你倒酒。别，阿婆，还是我来吧。吃完饭后，江川跟阿婆和三婶说道：阿婆、三婶，今天的收入目前还没办法算出来，可能要等明天才能结算。不打紧，等会儿你先好好休息。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收获比较大，用排钩钓到了2尾大黄鱼，按照我的估算，那2尾大黄鱼至少也能卖个40万，加上这笔收入的话，我们今天的总收入有130多万。啥？130万？我的乖乖，那你们今天一定累着了吧？不累的，阿婆，我们今天的运气很好，抓到的都是一些价值很高的海货，所以卖的钱才比较多。小川，婶子说的对，钱虽然很重要，但你们在出海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要注意安全，知道吗？我们知道了，三婶。江川开心的笑着。回到家里有人关心，这种生活还真是很不错呢。吃完晚餐后，几人也各自回家了。一日一早，睡梦中，江川就被手机铃声给吵醒了。拿起手机一看，是夏春打过来的电话。春哥呀，啥事不能晚点再打电话？这会还没睡醒呢。嘿嘿，这不是开心吗？所以才大清早的搅扰你。难道大黄鱼这么快就出手了吗？没错，你猜那2尾大黄鱼卖了多少钱？懒得猜，你就直说吧。切，你这小子真没趣。老实告诉你吧，那2尾大黄鱼的价格，就连我都没想到能卖那么高。10斤的那一条卖出去了28万的价格，15斤的那一条更是卖出了47万的天价，总共卖出了75万的价格。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过这么贵重的鱼了。我去，不会吧？真的卖出了75万吗？真的呀，这种事情我骗你干啥？刘哥昨天说的果然没错，这些有钱人还真是把钱不当钱。看样子我的眼界和格局真是小的可怜。好了，这么早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钱我马上转你卡上，你继续睡吧。说完，夏春挂断了电话，将712500块钱全部都转给了江川。大黄鱼居然这么值钱的吗？2条加起来也只不过是25斤而已，居然可以卖到75万。看样子以后出海的时候要多抓几条大黄鱼了。看着手机上快800万的余额，江川早就睡意全无。刚洗完脸，准备前往三叔家，手机铃声再一次响了起来。杨叔，怎么这么早打电话过来？小川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没有打扰到你吧？没有，杨叔的电话怎么能说是打扰呢？你小子说的话可真中听。是这样的，小川，宅基地的事情我已经替你办好了，所以就提前给你打电话了。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的话，过来把合同签了，到时候那边的宅基地就是你的了。不过史家那块地有点麻烦，之前说好的是每平米550块钱，可现在突然反悔要加价，估计是史振先听说你最近出海发财了，所以才想坐地起价。我知道了，杨叔，等我过来咱们再细说。江川挂了电话，开着3轮车前往杨耀祥家，途中还是买了一些好烟好酒和牛奶。到了杨耀祥家，蔡良红接过江川的东西后客套了起来。哎呀，小川川啊，你说你这小子怎么总是这么客气？这东西拿一次就行了，哪能回回拿？哈哈，婶子您可千万别跟我客气，杨叔这么劳心劳力的帮我忙，我拿点东西这是应该的，要是空着手的话，我还真是不好意思登门。嘿嘿，整个村子里婶子就爱听你小子说话。进屋之后，杨耀祥没有太多废话，直接拿出了3份合同。小川，
这3份合同就是那几块宅基地的转让合同和地契。柱子家是183平，每平550的价格，费用是10.550块钱。二凤家的206平是11.330块钱。丑娃家的有289平，费用是15.8950块钱。只是史振先那老东西真是一只贪财的貔貅，别人家的都是提前说好的550块一平，他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听到了小道消息说你挣了不少钱，所以才想着坐地起价要700一平，所以只能跟你商量一下。说麻烦你了，看你说的，我就跑跑腿打电话，辛苦啥啊？对了，那是振先家的那块地，你是怎么打算的？不用了，这种坐地起价的玩意儿，我不会惯着他。好，就按你说的做。这件事情老史那老小子做的也太不仗义了，没想到还坐地起价，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杨叔，要不你就让签了合同的那几家过来吧，我当面把钱付给他们，这样以后钱货两清，大家也各不相欠。刚才我已经联系过了，他们应该快过来了。10几分钟后，一男一女2个中年人走了进来。小川啊，你这小子现在可真是出息了，老二他们泉下有知，也算是能安息了。就是啊，听说你昨天又发财了，而且收获非常的不错，要不也带婶子呗？哈哈，婶子您这是哪里听的谣言？昨天只不过是网了一些不值钱的三亚鱼，也就卖了几百块钱而已，哪里算得上发财？你小子可真是谦虚，裴老大昨天好像就在县里，听说你们的船装得满满当当的。好了好了，小川的事情你们就别过多的打听了，人家是赚是亏跟你们有啥关系？咱们还是先来把合同的事情解决了。对对对，柱子爹，你家那块宅基地是咱们2个一起量的，总面积183平，按照每平550的价格，费用是10.550块。二凤妈，你家的第206平，每平的价格也是550块，费用是11.330块钱。对于面积和总费用，你们还有什么异议吗？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信得过老杨你和小川。行，既然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费用问题就你们和小川自己来完成吧。江川将2家的钱全部都给他们转到了银行卡上，丑娃家的钱江川也签了合同后发了过去。送走2人后，江川笑着看向杨耀祥，杨叔，按照之前咱们谈好的费用，每平米我给你50块钱的辛苦费，这3家的宅基地面积是678平，所以我应该给你33900块钱，咱们凑个整，我给你34000块。好好好。杨耀祥听到能赚这么多钱，脸上瞬间堆满了笑容。杨叔，钱已经转过去了，等会儿我还有些事情要去找三叔，所以就不在这里叨扰您和婶子了。以后要是再有需要您帮忙的地方，可千万别嫌我麻烦。和这种人打好关系，很多时候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毕竟人家也算是青龙村最大的官僚。看你说的，你既然叫我一声叔，那以后你的事情就是叔的事情，哪里能谈得上麻烦？行，那我就不和杨叔客气了，下次一定再来蹭饭。先走了哈。说完，江川笑着挥了挥手，便走出了院门，出了杨耀祥家，走了5、6分钟的路程，来到三叔家。小川还没吃早餐呢吧？我刚准备让你三叔给你送过去呢。别忙了，三婶，我刚才在杨书记家吃过了。宅基地的事情办妥了。是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任何事情都能办得很快。的确如此，这要是放在以前，要让老杨办这件事情，没有个1年半载，是很难办妥的。江川和三叔刚聊了几句，阿刚和阿婆后脚就来了。小川，吃过了吗？吃过了，阿婆，咱们先进屋吧。昨天的那2条大黄鱼已经出手了，春哥也把钱给我发过来了，咱们进去分钱。进屋之后，江川盘算了起来。阿婆，三叔三婶，昨天那2条大黄鱼卖出的价格比我预想中要多得多，原本我以为差不多40万左右就到头了，却没想到那2条大黄鱼足足卖出了75万的天价。江川此话一出，3人都是同时倒吸一口凉气，看着几人一脸震惊，他的嘴角也不由得勾起了一抹笑容，随后开始继续报价。那些观赏鱼的总价值是60万6千块钱，还有那些金丝鳗鱼、大红斑等等，总共卖出了30.50块钱，扣除邮费和驳船费用的话，这次我们的总收入是165万5千块钱。我的奶奶呀，这也太多了吧！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能赚这么多的钱。你这臭小子，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这些钱哪里是你赚的，都是你哥的功劳啊！对对对，奶奶您说的对。阿婆您别这么说，所有的收入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这些钱是我和三叔还有阿刚一起赚的，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好了，接下来就是分钱环节。那个小川，三叔有句话想跟你说。什么话？三叔您说。是这样的，小川，这次大黄鱼和其他海鲜所赚的钱，咱们3个按照之前的比例来分，但是那些观赏鱼卖的钱，这次我和阿刚就不分了，那都是你自己前海抓到的，而且刘老板和沈思雨那也都是你自己找的卖家，跟我和阿刚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希望你能听三叔的。对对对，你三叔说的对，昨天晚上我们就已经讨论过这件事情了，观赏鱼卖的钱这次绝对不能和你分。这行啊，就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吧，我们每次占总收入的2成，都感觉是在占你的便宜了，你也让我们的心里稍微好受一些。是啊，小川，这次你就听我们的吧，
就算没有那些观赏鱼，我们这次也能分到很多很多了。行吧，既然如此的话，那这次观赏鱼卖的钱我就不和你们分了。那么刨去观赏鱼卖的60万，还剩下1050000，按照2成的分配比例的话，每人刚好分到21万块。这一趟出海的总收益是165万，除去分出去的42万，江川一个人这次总共赚了123万。小川，今天还出海吗？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海上发浪了。对，我也是哥。昨晚我奶奶夸了我之后，我感觉我都能单手拿捏大白鲨了。昨天咱们累了一整天，今天就休息1天吧，劳逸结合才是最好的工作状态。等下午了可以去赶海。赶海？哥，你是不是在逗我？就咱们这收获，还赶个锤子海呀？臭小子，怎么跟你哥说话呢？你哥说赶海就赶海，别那么多废话。哎呀，奶奶别打了，刚才就是开个玩笑，我当然是最听我哥的话的了。您别老打我头，把我打笨了，您可就抱不上穷孙子啦。一句话把原本就开心的大家逗得哈哈直笑。阿婆三婶，要不今天下午去赶海的时候，你们2个也跟着一起去吧。老是待在家里时间长了也挺无聊的，出去就算是捡不到什么好东西，也可以吹吹海风散散心。好啊，那这次就跟你们一起去，让我和婶子也感受一下收获的乐趣。三叔，我打算这段时间请个风水师看看风水，再敲定一个时间就打算修建房子。这件事情我想请狗二叔帮我盯着点，到时候我给他支付一些工资，能帮一把是一把，您觉得呢？行啊，狗老二这些年的确是过得很艰辛，而且他的为人的确不错，咱们有条件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你小子能想到这方面，的确是长大了。敲定了下午赶海的时间之后，江川便离开了三叔家，买了一些烟酒，来到狗老二家。二叔在家吗？是小川了，赶紧进来坐。你这小子咋又给我带东西来了？上次你带来的东西我还没有用完呢。没用完就放着继续用呗，这些东西短时间之内又不会过期。进屋后，江川没有过多的废话，直入主题。二叔，我把村西头马路对面那块宅基地给买下来了，准备给自己重新修建一套房子，但没有太多的时间盯着，就想请你帮帮忙。动工的时候希望你能帮我看着点，每天我给你按照300块钱开工资，你不需要干活，只需要帮我监工就行了，让那些工人不要偷工减料，也不要懈怠工作就行。小川，这太多了吧？二叔，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而且村子里面除了你之外，其他人我也信不过。行，这件事情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我一定帮你好好的盯着。好，那房子的事情我就放心的交给你了。对了，这是1000块钱，是这几天传的租金。不行不行，小川，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当外人。你都给了我这么好的工作，都这么照顾我了，我怎么还能要你的钱？你这不是在打我脸吗？说，听我说，咱们一码归一码，帮我忙我给你工资那是应该的，就算是我雇佣其他人帮我监工也是需要给工资的，而这些钱是传的租金，咱们得算得明白一些。那行，小川，叔要提醒你一句，一定要提防裴家那2兄弟。我最近听到了一些他们的聊天，最近你不是出海赚了一些钱吗？那2兄弟可馋得很，你要小心点他们。裴向东兄弟吗？希望他们最好老实一点，不要来招惹我。上次那老混蛋背后说自己的坏话，还没有找他算账呢，真当自己是软柿子了。好的说，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以后会注意提防的。监工的事情，等我联系好了建筑团队，到时候就过来给你说一声。开工的时候，我先给你预支1个月的工资。行，都听你的。回到家后，江川立马联系了夏春和刘波，问问他们认不认识一些建筑队。刚好刘波还真认识搞建筑和装修的，而且以前就是建造龙腾酒店的建筑团队，将建筑团队给敲定了下来。接下来只要找个风水师看看什么时候适宜动工就行了。敲定好建筑队，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4点。江川拨通了阿刚和三叔他们的电话，让他们带上赶海的工具，然后再去叫一下杨耀祥和胖婶他们一起去赶海。4点半，一行人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江川家里。小川，谢谢了，你这小子叔真是没看错你，赶海的时候还能想起带叔。别这么客气，杨叔，我之前既然已经答应婶子了，那自然不会言而无信。你小子仗义，婶子真没瞧错人。对了，小川，上次婶子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怎么样？有没有和人家见面？这几天对方也没给我回个话，本来我想找个机会问问你的，可你这段时间挺忙的，我也没好意思开口。胖婶，你和长子说的心意我领了，但那个相亲对象我俩八字不合啊。八字不合？怎么个不合法？别说了，小川都说了八字不合，那就是不合适，你问这么多干什么？既然不合适，那以后咱们再去附近的村子里面帮小川物色物色。好了好了，长子叔胖婶，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以后给我介绍对象的事情你们就不要操心了，我长得这么帅，手里现在也算是有一点点小钱，以后不愁娶不到媳妇。对对对，小川你说的对，以你现在的条件的确不愁找不到媳妇，以后说不定还能带回来一个县城里面的城里姑娘呢。简单的聊了几句后，
三家人开着各自的三轮车，沿着海岸线开了1个半小时，来到一片巨大的海滩上。好了，各位，这就是咱们今天赶海的目的地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片海滩上应该有一些好货，大家一定要看得认真仔细一些。好，小川说这片区域有好货，那就一定不会错的。哥，这边好多的小洞穴啊，看着有点像是蛏子的洞穴。哇，我这里也有好多啊，密密麻麻的，不过看着洞穴比较大，并不像是蛏子的洞。哈哈，看样子今天咱们不会无功而返了。现在已经发现了海货，那就赶紧开挖吧。众人纷纷的忙活了起来，生怕自己比别人干得慢。哥，快看，我挖到东西了，好像是一条小鳗鱼。这鳗鱼好小呀，感觉连1两都没有。我的乖乖，这是血鳗啊！还真是血鳗啊！我的妈呀，这玩意儿听说现在特别的稀缺啊，运气这么好的吗？那还说什么话？赶紧挖啊！对，快点挖！一群人在海滩上挖呀挖，很快一大片海滩就已经被翻了个遍。江川倒是没那么卖力，挖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不过其他人挖的那可叫一个拼命，就生怕别人多挖一条，自己少挖一条。江川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多。三叔阿婆，算了，多停手吧，这边已经挖的差不多了，怕是没什么好东西了。今天大家的收入看着也都不错。哎呀，好，我早就坚持不住了，刨了这么久，感觉俺的腰已经不存在了。臭小子，年纪轻轻的知道啥是腰啊？当然啦，哥，你看我给你比划比划，脖子以下全是腰，我这腰至少都有1.8米。众人看已经翻不到什么好东西了，也是纷纷起身开始活动身体。小川，要不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挖一会儿吧。虽然大多数的血鳗都已经被挖出来了，可是再翻一遍的话，再挖个几斤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小川，你先休息一下吧，我们再继续挖挖看。就算是只能挖到1斤，那也是非常不错的收获。这要是放在平日里，1斤都能抵得上我们3、5天赶海的收获了。行，那你们先在这边挖挖看，我去周围转悠转悠。哥，我跟你一起过去。阿刚笑嘻嘻的跟着江川在泥泞的海滩上摸索起来。哥，你快看那边，好大一个洞啊，这应该是大青蟹的洞吧？阿刚指着前面枯树枝位置，有一个拳头般大小的洞穴。看着很像，我这边也有几个，抓的时候小心一点，千万别被夹了。阿刚点了点头，随后开始谨慎地摸起了螃蟹。哇，我感觉到螃蟹了，哥，好大的一只，而且刚才差点夹到我的手了，我感觉至少有个2、3斤重。半小时后，两人各自抓到了5、6只大青蟹。小川，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这边的血鳗看着应该已经被抓的差不多了。杨叔，这边有不少的青蟹洞，里面的青蟹还挺大的，如果那边的血鳗抓完了，就来这边抓螃蟹吧。听到江川的话，4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赶忙朝着江川他们这边跑了过来。龙老三家那边的收购价格，3斤以上的螃蟹每斤价格在300多块钱，1斤到3斤之间的1斤也要180，1斤以下的都要90块钱1斤。这要是随便装个20、30斤，那也是2、3千块钱的收益。这种收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大的一笔收入了。时间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深夜11点多，所有人的桶里面都已经装满了。哎呀，我的乖乖啊，小川这小子还真是福星啊，随随便便带我们来一个海滩，居然就能有如此惊人的收获。就今天咱们这收入，怕是很多人赶海1年也赚不到。是啊，别说1年，有些人赶海2年可能都赚不到这么多。咱们平时也就捡一些月亮贝和腊螺之类的，一天能赚个30、50就已经算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了。胖婶他们也算过了，今天抓的血鳗和大青蟹的收入应该有个1万把块左右，这要是放在平日里，那可抵得上他们近1年的收入了。好了，叔叔婶婶们，咱们今天赶海的收获也算是相当的不错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咱们先回去吧，等下次有机会了再一起出来赶海。好，听你的。对了，小川，你在县城里有认识的收购站老板是吧？县城里收购站的海鲜收购价格应该比董老三那边的高一些，要不这些海鲜我们全部拿到县城去卖吧，毕竟大家赚钱都不容易，也希望卖的更多一点。对，小川，你就好人做到底，再帮我们一把，我们也不需要你帮我们一起拿去卖，只是让你杨叔跟着你身后一起去收购站，你看成吗？哈哈，这当然没问题，等会儿咱们就先不回家，一起去县城卖了吧。听到江川如此痛快的答应，几人的脸上再次浮现了喜悦的笑容。一行人收拾好东西，骑着车朝着县城赶去。